我穿越了，醒来就被塞进花轿，替认识不到3天的妹妹嫁给只剩一口气的病弱世子冲喜，给他一点教训。呵，这花轿怎么和想象的有点不一样？不行了，不行了，停！姑娘，你别再想不开了，一会儿嫁去靖南王府冲喜只是走个过场。靖南王府大少爷已经病入膏肓，命不久矣。等他一死，老爷和夫人就接你回府，到时会再给你挑门好亲事。小丫头真是天真，要真这么简单，这桩亲事就不会落到她的主子头上，她主子也就不会因为被人算计百口莫辩，分叉绝望之下想不开，一大清早天还没亮就挂脖子寻了短见。我爹娘呢？我爹不会真的去找皇上了吧？老爷是要进宫，可刚出院子，老王爷就把他打晕了，连带着夫人也一并带走了。这般欺人，实在可恨，不做点什么给他们添点堵，都觉得有愧原主。靖南王府的花轿已经到了，耽误了吉时，惹怒了靖南王府，吃苦头的还是你。我要先见你们府上二姑娘。托苏姑娘的福，二姑娘到这会儿还昏迷未醒，苏姑娘还要去见二姑娘做什么？当务之急是给靖南王府大少爷冲喜，旁的都不重要。到底谁托了谁的福？倒打一耙，还打上瘾了。靖南王府娶我是为冲喜，正好二姑娘也昏迷，我这浑身的喜气岂能不先紧着自家人？没准被我去冲一冲，她就能醒过来了。二姑娘确实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醒过来，苏姑娘该清楚，就算这会儿二姑娘醒了，上花轿的也依然是你。自己走进花轿，总好过被绑上花轿，这道理我懂，我心意就在这儿，不需要变算了。此事我一个嬷嬷做不了主，容我派人禀告三太太。嬷嬷，三太太让您带苏姑娘去见二姑娘。3天前，因父亲苏洪山认祖归宗一事，苏唐和3房嫡女云家在花园湖边起了争执，吵得不可开交之时，云家推了苏唐一把，苏唐气不过，就回了一下，结果云家顺势往湖里一跳，当时湖边连个丫鬟都没有，苏唐就成了导致云家昏迷不醒的罪魁祸首。而云家和靖南王府大少爷早有婚约，云家出事的消息该死死地瞒住靖南王府大少爷才是，可第一时间就传到了他耳中。大少爷本就身患其症，加上怒急攻心，当时就一口血喷出来，人昏死过去。可能靖南王府大少爷真的已经病到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地步了，为了冲喜，竟然连人都不挑了，放弃了昏迷的云家，要苏唐这个罪魁祸首替云家上花轿。喜欢装睡是吧？那就睡着吧。不好了，太太，姑娘叫不醒了。什么叫姑娘叫不醒了？就像是真的昏迷不醒了一样。快请太医，给他一点教训。嘿！不行了，不行了，停！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苏唐吐了靖南王府二少爷一身，最直接的结果是和他拜堂的不再是人，而是临时抓来的公鸡。礼成送入。柴房，我家姑娘是嫁过来冲喜的，你们怎么能把我家姑娘关在柴房里呢？呸！不过是个私生子生的，也就信王府倒霉，嫡出的儿子孙子接连出事，才叫一个私生子捡了大便宜，不感恩戴德就罢了，竟然向天借胆，敢推云二姑娘下水，把我们大少爷气吐血，还吐了我们二少爷一身污秽，关柴房都算轻的了。姑娘，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哭什么？这是好事。柴房是脏点乱点，但怎么比进新房好啊？姑娘是气傻了吗？柴房还能比新房好？你想想，靖南王府大少爷要在我面前咽气了，我不得活活吓死啊！我宁肯待在这里。可都没地方坐，坐了半天，站着活动活动筋骨也好。以靖南王府对他的厌恶，一刻都不会让他好过的。如苏唐预料的那般，守门婆子也觉得柴房没有死人吓人，当即去禀告。不多会儿回来，就又把苏唐主仆从柴房里拉了出来，丢进了新房。苏唐走到床榻边，就看到一身大红喜服的谢大少爷。这男人长得也太好看了，这么好看的男人就这么死了，也太可惜了。我以为苏家的大少爷就够好看了，没想到姑爷更好看，就是福薄了些，快要死了。想到姑娘年纪轻轻就要一辈子守寡，半夏的眼泪就控制不住的往外涌。没看到苏唐给谢百婷把脉，一擦眼泪，看到的就是苏唐去拽谢百婷的腰带，又拉又拽的，特别猴急。姑娘是打算趁着姑爷还活着生个小少爷吗？还是奴婢来吧？也好，这喜服不是一般的难脱。
不用脱他裤子，剩下的我来就行了。大少奶奶脱大少爷的裤子，这女流氓！苏唐从怀里摸出银针来，半夏看呆住了。这银针是苏唐穿嫁衣之前让他找来的，他一直纳闷姑娘要大夫用的银针做什么。疯了！姑娘绝对是疯了！姑爷自己死了，姑娘都要守寡一辈子了，他要被姑娘扎死，靖南王府没准会让姑娘给他陪葬啊！哎呀，姑娘，你手下留情啊！我再救他。大少奶奶，请开门。完了，这回死定了！去守住门，不论用什么办法，不能让任何人进来。苏唐继续施针，因为一旦开始就必须一气呵成，不然功亏一篑不说，谢百庭毒气攻心，会当场毙命。一口气，苏唐把所有银针都扎了下去，看到浓黑的毒血流出来，他才轻呼了口气。只是这口气呼得太早了，那边半夏没能拦住门，被管事李妈妈带着丫鬟把门撞开了。这一巴掌把李妈妈打懵了，也把几个涌进来的丫鬟给镇住了，下意识的后退了好几步。大少奶奶，出去！最厌烦的就是给人治病的时候受人打扰，而谢百庭的情况又实在危急，庆幸没有多耽搁，再晚1刻钟就真的神仙难救了。李妈妈没想到新晋府的大少奶奶脾气这么暴躁，稍有不顺就动手打人，但她不能走，她是来救大少爷的，不是上赶着给大少奶奶立威的。大少奶奶要对我家大少爷做什么？新婚之夜，我们夫妻之间做什么，需要向你交代吗？我家大少爷已经晕了，没见过这么饥不择食的。就算不是在信王府长大的，好歹也顶着信王府姑娘的名头嫁进来的，他这么做不怕丢尽信王府的颜面吗？你们靖南王府娶我过门，就是为冲喜，而我正在尽职尽责的忙这件事。如果府上改主意，不需要我冲喜了，就请你们靖南王府给我一纸休书，我绝不会死赖着不走。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出去！苏唐一步步逼近，逼得李妈妈一步步后退。你就站在这里，我看没有我这个大少奶奶允许，谁敢进来一步？隔着门，丫鬟们眼睁睁地看着大少奶奶掀开纱帐爬上床，半夏一颗心颤抖成筛子。姑娘早上还上吊寻死过，不会这会儿还没有打消这念头，恨上了姑爷，决定拉姑爷一起死，要把姑爷大卸8块吧。床上，苏唐屏气凝神给谢百庭逼毒。原主这副身子太弱了，他祖传施针之法才行了一半就有些体力不支，强撑着把针行完，随便给谢百庭包扎了下手，就累得体力不支的晕了过去。别动！女人的声音。谢百庭猛然睁开眼睛，就被头顶上的大红纱帐狠狠刺了下眼，刺得他有些恍惚。我不是还有3天才成亲吗？这是已经成过亲了，还是在做梦？您妈妈，您可算是来了，也不知道大少爷这会儿如何了，您快去看看吧。什么叫不知道大少爷如何了？难道一晚上都没人伺候吗？大少奶奶昨晚发脾气打了李妈妈一巴掌，又让丫鬟守门，谁也不让进。这么大的事，怎么也没人禀告王妃一声？靖南王府里南康郡主只手遮天，可事关大少爷，也不把王妃放在眼里了吗？大少爷醒了，谢天谢地，大少爷可算是醒了。我昏睡了多久？足足3天，太医都让王爷准备后事，没想冲喜竟然真的有用。哎呦妈呀，吓死老宝宝了！一大清早的吵什么？能不能让人多睡会儿？他是谁？怎么在我床上？这是大少爷，你刚过门的大少奶奶，信王府新找回来的姑娘。谁准许你们擅作主张给我成亲的？苏唐揉着撞疼的脑门，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他强忍着怒气看向宁妈妈。有劳先出去一下，我和你家大少爷聊2句。宁妈妈有些担心，但她还是1步3回头的走了。你也给我出去！当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留，亏得我昨天为了救你累到脱力。气不过的苏唐手一抬，一根银针朝谢百庭的心口处扎去，谢百庭就感觉浑身被人泄了劲，胳膊都抬不起来。你现在能心平气和的听我说几句话了吗？心平气和，我现在气得想杀人了。让你失望了，嫁给你的不是你的青梅竹马信王府2姑娘云家，而是我这个半道而来还没有认祖归宗的私生子的女儿。我知道你不愿意娶我，巧了，我也不愿意嫁。你现在之所以还活着，还有力气掀翻我，是因为我昨晚帮你逼出了部分毒血。打个商量，我帮你解毒，你给我和离书。昨天8抬大轿抬我进的你们靖南王府，3个月后8抬大轿送我回去。到时候你是娶2姑娘还是娶其他人，都随你意。同意的话就眨瞎眼睛。是他救了我，这怎么可能？他才多大年纪？太医也一再叮嘱过我不得动怒，再吐一回血，神仙难救，我却活过来了。还有他只用1根银针就让我动不了，绝非只是简单的水牛。哈哈，你眨眼了，我就当你同意了。大少爷、大少奶奶都起了吗？
进来吧。唉，真没想吓唬这些丫鬟婆子，实在昨晚情况紧急，没时间和那管事妈妈争辩，才给人留下一个凶悍的印象。不过怕我也没什么不好的。我的丫鬟半夏呢？大少奶奶的丫鬟在门外守了一夜，咳了2声。您妈妈怕她伤寒，回国病气给大少爷、大少奶奶，让他去看大夫了。大少奶奶有什么事吩咐奴婢便是。真没想到半夏那丫鬟会那么实诚，让她守门，她就守一晚上，也不知道病得如何了。很快梳妆好了，新娘子就该去敬茶了。丫鬟推着谢百婷出了门。我来吧。不用，她推我去就行了。你是让我推你？不然呢？好吧，作为新过门的嫡妻，推她去敬茶更显得夫妻和睦。推就推吧，又不费多少力气。我擦，这破轮椅怎么那么重？草率了。他带的路不会不知道这里有道过不去的坎。好，很好，相公，我相信你可以自己站起来走。相公，谁许他这么喊的？我没力气。你有，我去前面等你哦。有力气把我掀翻，没力气走路，谁先啊？我让你装。真不是我要逼谢百婷走路，实在是已经把靖南王府上下得罪了个遍，得让靖南王府知道冲洗管用了。不仅把他们靖南王府昏迷不醒的大少爷冲醒了，还把虚弱到只能靠轮椅出行的大少爷冲得能自己走路。谢百婷等了半天，也没等到人过来，就知道自己不起来走是不行了。那些想上前帮忙的丫鬟被吓跑后，却没有走，远远的看着，就见他们心底可怜无助，被大少奶奶欺负的大少爷撑着轮椅站了起来。大少爷能自己走了。大少爷不是虚弱到连路都走不了了吗？他怎么被大少奶奶逼一下就能自己走了呢？一时间，丫鬟们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气愤。谢百婷能走，但走得不快还吃力。苏唐怕她坚持不到去敬茶，只好扶她了。正堂内齐聚一堂，都在等苏唐和谢百婷来敬茶。见苏唐扶谢百婷进来，一个个也是震惊不轻，尤其两人模样都生得一等一的好，看上去给人一种天造地设的感觉。怎么样了？累不累？没事，母妃。要不是亲耳听见要和离书，还要八抬大轿送他出府，我真的要以为他是个贤惠之人了。没想到大少爷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一个擦汗，一个凝视，看在众人眼里那是含情脉脉，如胶似漆。靖南王妃高兴的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王妃，先让大少奶奶敬茶吧。苏唐回忆了原主的记忆，看向屋子里其他人。苏唐眸光刚落到南康郡主身上，南康郡主脸就冷了下来。还不跪下！我犯什么错了要跪下？你打碎了皇上御赐的玉如意，该当何罪？又不是故意的。那是御赐之物，是你一句不是故意的就能算了的吗？碎都碎了，除了算了还能怎么办？我还没见过这么不把御赐之物当回事的，对御赐之物不敬，打你几十大板都是轻的。真的这么严重？我是觉得不是故意的，摔碎就摔碎了，谁还没有失手的时候？但皇上要真打二少爷，那也没办法，只能受着了。摔碎玉如意的是你？怎么是我摔碎的？我人坐在花轿里，是二少爷拿玉如意拉我出来的。我被花轿颠簸了一路，忍不住呕吐，出了花轿就松了手。二少爷没握紧玉如意，怎么能算我头上呢？要不是你呕吐，我二哥会摔碎玉如意吗？既然追根究底，那我得问一句，你二哥为何让花轿颠簸我一路？我不知道那玉如意是御赐之物，不知者不为罪。你二哥应该很清楚，别说我只是吐了他一身，就是我往他身上吐刀子，他也得怀着对皇上的敬意，把玉如意握紧了。要不是你把云二姑娘推入湖里，导致她昏迷不醒，我们靖南王府才不会退而求其次要你冲洗。哼，嘿嘿嘿。你笑什么？让我笑的地方多了，我可没闲情逸致给你一一剖析。你们了解云二姑娘，却并不了解我，怎知选我就一定是退而求其次？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子的女儿，又是在清中那样的小地方长大，也敢和信王府金尊玉贵的嫡出姑娘比，夜郎自大也没她这么大的。敬茶吧。这辈子还没跪过什么人，但入了香也只能随俗。祖母，请喝茶。老夫人手里拨弄着佛珠，却并不接过。苏唐不傻，这是不满意她，要磨难她呢。祖母胳膊有问题吗？需不需要我起身为她？这女人，她是真的什么话都敢说啊！苏唐说的小声，离远的人听不见，老夫人没耳聋，听得一清二楚。孙媳妇进门敬茶，直接起身喂进她嘴里，传扬出去能笑掉人大牙。婷儿和云二姑娘定亲15年，我靖南王府从未想过大少奶奶会是别人。既然你们成亲了，以后就好好过日子，相互扶持，争取早日为我靖南王府开枝散叶。谨遵祖母教诲。
老夫人这才喝茶。送给苏唐的见面礼是一只碧玉镯，色泽碧透，一看就价值不菲。谢百婷敬茶后，丫鬟把蒲团取走，接下来该敬靖南王爷和靖南王妃了。然而丫鬟把蒲团摆在了靖南王和南康郡主的面前。儿子娶妻，领着媳妇敬茶，不先敬亲生母亲，反倒敬父亲的侧妃，这是把靖南王妃这个嫡妃和谢百婷这个大少爷的脸放在地上踩。同样踩的还有我这个新过门的大少奶奶。一个私生子的女儿算什么东西，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敢和我囊硬碰硬，也不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回头有你好看的。苏唐极力压抑怒气，看向靖南王，只见他坐在那里，虽眉头微蹙，但并未说什么。相公，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我敬过老夫人了，接下来该父王母妃敬我了。竟然敢让父王母妃给他敬茶，他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让王爷给你敬茶！那我还不是为你好吗？你不照办，回头冲洗不成功，可不能怪我。谢百婷浑身无力，这是在威胁他给他出难题呢。偏这么多人看着，他除了配合别无他法。是我忘记说了，早上醒来他就和我提过，他用青州秘法给我冲洗，须得我靖南王府配合。今日敬茶，谁极力主张让他冲洗，谁敬他一杯茶。原以为新进门的大少奶奶是个软包好欺负，没想到还挺能折腾，三言两语就把自己从玉如意之祸中摘了个干净，还向天借胆让王爷王妃敬他茶。哈哈，我怎么没听说冲洗还有秘法？我爹娘虽然觉得冲洗是无稽之谈，但既然皇上也要我出嫁冲洗，不信也只能信了。几年前，青州有人家冲洗成功，从奄奄一息到生龙活虎，传得沸沸扬扬。我爹娘就把知道的都告诉了我，让我照办。我昨晚试了试，相公就从昏迷中醒来，想来是秘法起作用了。喝父王母妃敬的茶，我也长不了肉，但为了相公好，只能委屈父王母妃了。一定要主张冲洗的人敬茶吗？除了敬茶，3个月后相公病愈，我向相公提任何要求，他都要满足我。这女人心思够缜密，先用敬茶惹父王母妃厌恶，再配合3个月后提要求，就能达到目的离开。苏唐说完，正堂就陷入静谧，静的苏唐都有点懵，不懂这有什么好安静的。做爹娘的为了儿子牺牲一下，没什么好犹豫的吧？既是如此，那你敬大少奶奶一杯茶。怎么是南康郡主敬我茶？极力要冲洗的难道不是王爷王妃吗？这是什么情况？我已经得罪死了南康郡主，再要他敬茶，这会儿只怕想活刮了我。让我堂堂郡主给一个私生子的女儿敬茶，开什么玩笑？偏偏坚持要冲洗的人是他，现在人家用秘法冲洗管用，他不配合就是前后矛盾，不是真心为谢百婷好。没看见连王爷都没有迟疑，就直接让他敬茶了。别看我呀，我是无辜的。知道南康郡主抹不开面子，为了让他心底好受些，苏唐决定给南康郡主找个伴，有王爷陪着，面子上就过得去些了。要2个人，你也敬大少奶奶一杯茶。绝了，你不会是捡来的吧？我只是帮了几句枪，就要我一个长辈给一个小辈敬茶，我不要面子吗？可王爷都舍得让南康郡主敬茶了，我能不敬吗？南康郡主拳头攥紧，修剪好看的指甲掐进肉里，最后在王爷的催促下起了身，和三太太一起给苏唐敬茶。屋子里的气氛微妙诡异，丫鬟婆子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气都不敢粗喘，实在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甚至连听都没听过。接下来，苏唐和谢百婷继续给王爷王妃敬茶。谢百婷站了许久，体力不支，敬茶完，王爷就让苏唐送谢百婷回去。他们在说你忘恩负义，他们在夸你胆大包天。我哪胆大了？我只是失算了。我没想到最关心你的不是王爷王妃，南康郡主为何执意要我给你冲洗？这对他有什么好处？你不知道？我要知道还会问你吗？信王府大少爷奉旨离京办差，回京途中遭遇水匪，遇刺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是凶多吉少。信王府没了继承人，皇室宗族纷纷想把此嗣过继给信王府，其中就包括赵王府。我没病，你们放开我！放开他！大少奶奶息怒，丫鬟病了不听劝，奴婢只是奉命把她送去后院，等病好了再进前伺候，不差这3、5日。我去看过大夫了，大夫说我就是呛了风，没有寒伤，他们不信我，非要把我关起来。这是要断我左膀右臂，让我孤立无援啊！苏唐看向谢百婷，谢百婷只歪在轮椅上，一句话也不说。很好，咱们初来乍到，既然他们不放心，你就去后院休养几日。半夏眼泪涌出来，委屈的不行。我真的没病。敬茶的时候大杀四方，谁都不怕。现在几个婆子刁难，竟然忍了，这女人到底什么心性？苏唐继续推谢百婷，刚到门前，我怕是也伤寒了，这3、5日就委屈相公你睡书房了。就说她不是这么好欺负的，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放了大少奶奶的丫鬟。大少爷，那丫鬟伤寒了。我说的话听不懂吗？
奴婢这就去放人。谢百婷从轮椅上站起来，迈步去书房，留下一堆丫鬟婆子目瞪口呆。怎么哭了？他们打你了？不，奴婢以为姑娘不管奴婢了。真是个傻丫头，我身边就你一个心腹丫鬟，他们欺负你就是欺负我，我能不管你吗？以后不论在靖南王府还是信王府，谁要敢找你的茬欺负你，给我加倍还回去，别怕事，有我给你撑腰呢。姑娘自己都自身难保，还怎么给我撑腰啊？凡事能忍则忍，只要和姑娘在一起，我就是死也不怕。好了，别哭了，吃颗梨。这么看我做什么？有话就说。姑娘真的让南康郡主给你敬茶了？半夏眼珠子没差点瞪下来，只觉得天被捅破了，后背一阵阵发凉。请李妈妈来一套。李妈妈进屋的时候，苏唐把燕窝羹递给谢百婷。我不爱吃燕窝，你吃吧。莲子姓韩，大少爷身子虚弱吃不了，奴婢让厨房给您另炖一份。你家大少爷不宜动怒，莲子降火，隔三差五的吃一回，对他有益无害。大少奶奶说的是。谢百婷看着苏唐，苏唐用眼神示意他吃燕窝羹。谢百婷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还是照办。你要不想吃，就别勉强了。这女人到底想做什么？昨晚急于给相公冲洗，不能耽误，情急之下打了李妈妈一巴掌，我这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这碗燕窝羹，我就借花献佛，给李妈妈赔不是了。大少奶奶嫁过来给大少爷冲洗，奴婢险些坏事，大少奶奶不怪奴婢就好，奴婢哪敢生气？大少奶奶快别折杀奴婢了。我诚心赔礼，这是不肯原谅我了。李妈妈惶恐，只能硬着头皮接下燕窝羹。那奴婢不打扰大少爷大少奶奶用饭，先退下了。吃完再走也不迟。看着李妈妈逃逝的背影，苏唐眼底闪过一抹暗芒，示意半夏附耳过来，低声吩咐了2句，半夏就出去了。燕窝有问题？食不言，寝不语，先吃饭。说他讲究吧，他这哪有形象？说他不讲究，他吃饭又不让说话。姑娘，李妈妈太过分了，她竟然扣喉咙，把你赏给她的燕窝都吐了。燕窝到底有什么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一点泻药，算是对我手下留情了。她怎么能给姑娘你下药呢？嘿嘿，给我下药也正常，我把他主子气吐血，又打了他一巴掌，他想给我一个教训，无可厚非。不过你想说什么就直说。那泻药要不了我的命，可你的命轻轻松松能要2条。谢百婷脸色骤然冷下来，周身寒气直往外涌。苏唐把燕窝羹端给谢百婷，李妈妈虽然阻拦了，但也只是一下，要不是苏唐于心不忍，那碗燕窝羹她可就吃下去了。我才嫁进来1天，就过得这么刺激，接下来的3个月简直不敢想。郡主，静默轩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大少奶奶为昨晚打了李妈妈一巴掌，给李妈妈赔不是，赏了李妈妈一碗莲子燕窝羹。李妈妈吃完催吐，惹恼了大少奶奶，被大少爷杖责了30大板，还要丢庄子上去。到底娶了个什么样的大少奶奶？这才1天不到，就闹得府里鸡飞狗跳。这要不给个教训，往后靖南王府还能有安生日子吗？等南康郡主赶到静默轩，李妈妈已经挨完30大板，血肉模糊地趴在长凳上，奄奄一息。郡主，奴婢对大少奶奶没有半点不敬之心，奴婢只是一身贱骨头，无福销售燕窝这样的金贵东西，又不敢负了大少奶奶一片好意，这才……大少奶奶好大的胆子，才嫁进门就这般耀武扬威。李妈妈伺候了大少爷快10年了，把静默轩打颠得井井有条，对大少爷忠心耿耿，就因为吐了一碗你赏赐的燕窝粥就这般杖责他，这是仗着自己会冲洗米法就胡作非为，觉得没人能管你了是吗？郡主误会了，要杖责李妈妈的是相公，要把她丢庄子上去的也是相公，不是我。哼，他指着你给他冲洗，他敢不听你的吗？呵呵，大家只觉得我脾气暴躁，没有容人之量，怎么没见有人怀疑那盏燕窝有问题？我是青州小地方来的不错，但燕窝也是一日不落的吃着。小厨房给我准备的燕窝，一看就色泽不对，要么是陈年发霉的旧燕窝，要么被人添了东西。我也不想刚进门就让人觉得我性情乖张，稍有不顺就对人非打即骂。我和相公提了一嘴，他怀疑我多心了，我这才决心试探。我嫁进来，只在昨晚打了李妈妈一巴掌，便借着赔礼把燕窝赏给了她。她一个身强体壮的婆子，平常没少大鱼大肉，怎么就无福销售燕窝了？她分明是知道燕窝有问题，吃不得。郡主关心相公的病，极力要冲洗，甚至给我敬茶，不是亲娘胜似亲娘。她一个婆子向天借胆，这时候报复我。她如此罔顾相公的病情，践踏郡主和王爷对相公的关心，打他30大板，丢庄子上去已经是轻的了。本来相公是交给我处置的，但我初来乍到，对靖南王府的家规还不熟，就相公自己处置了。我私心觉得处罚轻了，既然郡主来了，还是交由您处置吧。
好一个刁奴，险些坏我靖南王府大事，拖出去卖了。郡主，奴婢冤枉啊！谢南康郡主为我主持公道。大少奶奶胆子是真不小，亏得大少爷还怕大少奶奶应付不过来，要出来帮他。现在看来，更需要帮助的是南康郡主。大少奶奶，信王府派人来接您回门。一院子的人都觉得奇怪，今儿不是回门的日子，这会儿也不是回门的时辰，怎么信王府就派人来接了？我还以为明儿才能回去呢，我这就收拾下回门。去回了信王府，就说明日才是回门的日子。大少爷身边离不得大少奶奶，让他们明天再来接大少奶奶。也不知道信王府急着接姑娘回去做什么，南康郡主不让咱们回去怎么办？不让就不让吧，若是可以，明天都不想回。奴婢担心老爷和夫人，他们要连我爹娘都敢怎么样了，哪还会把我当回事？这么正儿八经的接我回去，何况信老王爷还指着我爹继承爵位，我冲洗又管用，不会有问题的，把心放宽。爷，回书房。爷2次想帮忙，结果大少奶奶愣是不给机会，连我都好奇，大少奶奶怎么就不想知道信王府这么急的接她回去，所谓何事呢？他没有丝毫犹豫，就借南康郡主之手回绝了，可见很清楚信王府找他合适。这样对什么事都游刃有余的女人，又会医术，却因皇上让她冲洗而上吊自尽，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她会做的事。处置李妈妈并不是苏唐本意，她只是这2日脾气大，受不得一点气，有仇当场就爆，爆完了也没觉得多痛快，反倒有了一堆的烂摊子。静默轩是谢百庭的，苏唐只能找他了。无事献殷勤。相公，有什么事？你再提拔个管事的接手李妈妈的活，不要让他们来烦我。你是大少奶奶，这是你分内之事。还真挺会推的呀，帮你送走一个不忠之人，一点情都不领。做了分内之事，分外之事我可就不做了。做人不能既要又要还要。我死了，你可就拿不到和离书了。你能给我和离书是最好的选择，却不是唯一的选择。你不会觉得我会替你守寡一辈子吧？你去天香苑找我母妃。你陪我去。我和你关系没这么好。我跟你母妃更不熟，你不跟着就不担心我口没遮拦把你母妃气出好歹来吗？大少爷和大少奶奶来了，一起来的。王妃和你妈妈互望一眼，有些不敢置信。王妃是知道自己儿子钟情云二姑娘的，不可能这么快移情别恋，更不可能信冲喜管用，对大少奶奶多有隐忍。别累着了，快坐下，有什么事找母妃派人来说一声就是了。我是陪她来的。嘿嘿嘿，李妈妈被卖了，静默轩无人管事，我来找母妃重新安排个管事妈妈。这么点小事，你安排便是，不必问母妃的意思。我没有合适的人选。这个回答着实出人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虽然信王府陪嫁的人不少，但那些人都是云三太太替自己女儿安排的。那就让许妈妈去静默轩帮衬一段时间。多谢母妃。逛个花园也能碰到他，真是晦气。哎，虽然他才过门1天，可府里下人都笑话伯母这回是引狼入室了。哼，我娘只是顾及大哥而已，你以为真的会容忍他几时吗？很快就有他好看的了。哼，你推他回去。大少奶奶留步，还请大少奶奶给大少爷解毒。昨晚才给他放了不少血，他身体虚弱，短时间内不宜再施针逼毒。过2天我给他泡药浴，强劲筋骨，还能顺带逼出部分毒素。药方我就不写了，给我准备一间僻静的屋子做药房，药铺里有的药材都给我备齐。你要打地铺睡？是你睡地铺？这是我屋子，你让我睡地铺？不然呢？难道你准备让你的救命恩人我睡地上？让一个女人睡地铺，我也办不到。昨晚已经一起睡过了。你注意点用词行吗？我们那是一起睡嘛，那只能算是晕到一块了。但凡我清醒一点，都不会睡在床上。新婚第2天就打地铺睡，传扬出去，还不知道笑掉多少人大牙。身为大夫，难道不知道病人不能再受寒吗？果然久病成良医，不过你都病成这样了，要真伤寒了，我捎带手一起给你治了，不费什么事儿。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我这也算是千里迢迢赶来给你治病了，你谢我是应该的。谢百庭气得胸口痛，但往常气成这样，嘴里会有血腥味，今天并没有，可见昨晚逼毒效果很好。老天爷，是我开门方式不对吗？姑爷怎么睡地上呢？就算是姑爷自愿的，那也不行啊！一会儿要人看见了姑娘欺负姑爷，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半下前脚赶进门，准备叫苏唐。许妈妈后脚就带丫鬟进来了，看到打地铺的大少爷，许妈妈震惊了半晌，回不过神来。这么早叫我起来做什么呀？许妈妈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你怎么解释。许妈妈这么早就来了？这大少爷打地铺也是冲洗秘法吗？
拿南康郡主立威的效果就是好，都不用我多费唇舌，人家就自觉往这上头想了，省了他多少事啊！就是要委屈相公一段时日呢。打地铺和大少爷这几年吃的苦头比，不算什么了。奴婢出去忙，大少奶奶有什么事只管吩咐。那辛苦许妈妈了。不敢，不敢。你少瞪我呀！我现在还只是让你打地铺，你要惹我心情不好，我让你睡房梁，你们靖南王府还得对我感激涕零。还有事吗？南康郡主在靖南王府什么地位？父王不照样让他进朝了？苏唐要真说睡房梁是必须的，只怕亲自调我上房梁的就是我父王母妃。这么明显的谎言，竟没一个人怀疑。我们王府的人这么好忽悠？我看你气色比昨儿又好了不少，看来昨晚睡得挺好。得了便宜还卖乖。姑爷这都不生气，姑娘睡前一早去鬼门关前溜达一圈，捡了别人掉的胆子回来吗？在想什么呢？姑娘这么欺负姑爷，就不怕姑爷病好了秋后算账吗？以免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我先欺负够本再说。还能这样吗？今儿回门把我好的首饰拿过来，虽然嫁得不好，但气势绝不能输了。戴老夫人昨儿送我的那只。姑娘，这苏唐接过玉镯，看了两眼，就从裂缝中看出了端倪。这玉镯有被接过的痕迹。哼，这玉镯应该到我手里之前就已经碎了。可这是老夫人给你的见面礼啊！我充其量就是个冲洗工具人，不知道是老夫人赏的就是个坏的，还是被人调了包。但可以肯定的是，损坏老夫人送的玉镯，践踏老夫人的心意，我是不会有好果子吃。谢百婷洗漱完回来，就看到苏唐手里拿着只断裂玉镯，满脸的气愤。他还没见他气成这样过。怎么了？损坏长者赏赐是要被关佛堂反省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说是我损坏的。你损坏的，那你赔我一只一模一样的。我帮你背黑锅还不够，还要赔你镯子？你是替我背黑锅吗？这镯子又不是我弄坏的，我气都气半死了，还要承你的情？我傻了才干这样的蠢事。姑爷愿意帮忙，姑娘还不愿意，姑娘傻不傻呀？谢百婷看着苏唐，她倒要看看他想怎么过这一关。南康郡主可是等着揪他错处出气。苏唐看着手里的玉镯，思索了片刻，去端一碗酒来。今天我一个人去请安就行了。谢百婷没理他，直接出去了，好像苏唐自作多情似的，气得他对着他后脑勺一阵张牙舞爪。姑娘该让姑爷陪着的，万一有人刁难姑娘，姑爷也能护你一二。他在碍事。苏唐只到过松鹤堂一回，只记得大概的路，半道上问了个丫鬟，才没走错路。远远的看到谢柔和谢薇他们过来，苏唐脚步放慢几分，正好到院门口碰上。哈哈哈哈哈！你笑什么？我笑你存心激将我没用，我心底门儿清呢。就算相公再喜欢云儿姑娘又如何？我出嫁冲喜是皇上下的旨，就算将来相公病愈，再迎她过门，最多也只能给她一个平妻之位，她永远都越不过我去，永远。谢柔瞬间就变了脸，这就是赤裸裸的嘲讽。她娘嫁给父王快20年了，名义上是平妻，但世家大族为了确保嫡庶有别，根本没有平妻一说。就算有父王的疼爱，也不是正妻，永远被压了一头。哼，平妻怎么了？我娘是不屑正妻之位，不然她想要，父王早给了。死鸭子嘴硬，就南康郡主那样子，像是不在乎嫡妃之位的人吗？这话说的他自己都不信吧？是吗？昨儿父王让你娘给我敬茶，可见相公在父王心底位置不低。母凭子贵，子凭母贵，不论哪个，母妃在父王心底都必然有一席之地。苏唐语气淡然，但表情却带着讥讽，深深地刺疼着谢柔的心，气得他手一抬，把挡路的苏唐推开。老夫人赏的碧玉镯。爷，大少奶奶太聪明了。昨儿夸她大胆，今儿夸她聪明，倒是赞不绝口了。她又做什么了？大少奶奶和大姑娘在松鹤院门口起了争执，大少奶奶激将大姑娘推了她一把，撞碎了玉镯。这会儿正和老夫人告状，要大姑娘赔她一只一模一样的。这真是……老夫人赏我的玉镯色泽莹润，一看就价值不菲。我原想带回门，让我爹娘安心。我在靖南王府过得很好，现在就这么给碎了，是我辜负了老夫人的赏赐。这玉镯可不只是价值不菲，它还是老夫人的心头好，是老王爷生前送给老夫人的，说是代代相传之物。你是咱们靖南王府大少奶奶，这才传给你，结果这镯子到你手里第2天就给碎了，这也太不吉利了。原来这镯子背后还有这么大的意义，得亏我多留了个心眼。这代代相传的东西，谢百婷不一定能背得下来。是他推我，我才撞坏玉镯的。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在院门口是故意激将我，因我推你，这玉镯你早就弄碎了。他祖母责罚你，才算计我。哼，这么快就不打自招了？大姑娘推我，一只玉镯被撞，她不知悔改，还污蔑我栽赃算计她，请老夫人给我做主。
苏母，我是推了他，但他哪来的脸面说我做的不对？他要不推云二姑娘，他就不会嫁给大哥冲喜了。他就是算计我，请祖母给我做主。两人叫委屈一声比一声大，吵得老夫人头疼。外面南康郡主和三太太、四太太进来，是不是玉镯有问题？检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南康郡主连翻了好几遍，也没有在玉镯断裂处找到粘合过的痕迹，早被酒水溶解了，没有痕迹，这证明不了玉镯早就断了。苏唐是蓄意栽赃他女儿。我怎么瞧着不像是老夫人惯常戴的那只玉镯？果然是偷梁换柱了。不是我送的那只。怎么会不是呢？老夫人赏的玉镯送到静默轩，我今儿早上才拿出来戴呀。若是假的，那真玉镯岂不是被人给偷了？大少奶奶，信王府派来接您回门的马车到了。半夏去回了信王府来接我的人，就说我有事正忙，今天可能赶不及回去了，让他们明天再来接我。慢着，大少奶奶不准备今天回门了。我也想回去，但老夫人把那么贵重的玉镯赏赐给了我，我却没能护好，弄丢了。我就是回去，心底也积着事，待不安稳，还是先把玉镯找到再回不迟。老夫人，我这就回静默轩查玉镯，就是掘地3尺，我也要把玉镯刨出来。老夫人手里拨弄着佛珠，看了三太太一眼。哎呀，信王府昨儿就派人来接了，今儿大少奶奶再不回去，没得叫信王府误会，是我们靖南王府不放人。我知道三婶是为我好，但静默轩里所有人都有嫌疑，在没找到玉镯之前，谁都不能离开靖南王府一步。哼，大少奶奶说的也对，不过既然静默轩的人都有嫌疑，那就不能让他们查了，还是郡主派人去查吧。苏唐不反对，南康郡主就派人去了。找到了，玉镯找到了，速度还真是快。在哪儿找到的？在大少奶奶的梳妆匣最底层暗格里。听静默轩的丫鬟说，昨李妈妈收拾了梳妆台，许是她换了位置。够绝，竟然让李妈妈来背这个锅。这会儿李妈妈都不知道被卖哪里去了，自然没法找回来对质。苏唐从丫鬟手里接过玉镯，戴在手腕上，就准备和老夫人告退回门。结果走了2步，苏唐又停下，转身看向谢柔。我一高兴差点忘了，就算那只玉镯不是老夫人赏我的，那大姑娘也害我碎了只玉镯，于情于理都该赔我一只差不多的。犯错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大少奶奶推云二姑娘，不得不替她出嫁冲喜。柔儿推了大少奶奶，不用大少奶奶说也该赔她一只玉镯。我迟早拿回来，女儿知道。姑娘也太厉害了，不仅拿回了真玉镯，还让南康郡主赔了一只玉镯。半夏看苏唐的眼神都带着崇拜，渐渐的发现方向走的不对。这不是回静默轩的路呀。我知道，直接去大门口。姑娘回门不让姑爷陪着吗？她不会去的。也是，姑爷去信王府确实尴尬。姑娘不是说姑爷不会去信王府吗？他可能是出府。你不是准备陪我回门吧？难道你不准备让我陪你回去？他是不是吃错药了？看着也不像呀。不过这确实是个正大光明去信王府探望心上人的好机会，但你小命眼下还攥在我手里，让我脸上挂不住，我可是会翻脸无情的。大少奶奶，您误会。要我陪你回去就算了。是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我相信你不会让我难堪的。姑爷是准备和姑奶奶一起回门吗？谢百庭陪苏唐回门，连靖南王府下人都觉得震惊不敢置信，何况信王府管事的，尤其见苏唐面带笑容，没有丝毫怨愤。信王府这是没打算见新姑爷。姑奶奶误会了，信王府巴不得姑爷一块回去，只是姑爷身子骨欠佳，该以休养为重，以后陪姑奶奶回门的机会多着呢，所以我来接姑奶奶的马车小了些。相公，李管事说马车坐不下呢。我靖南王府还没有穷到连马车都没有的地步。靖南王府穷嘛，要靖南王府穷，那京都就没有富庶人家了。走吧。靖南王府的小厮已经赶了驾马车过来。小事小了些，但将就着挤一挤吧。我不想和你分开。这人演一手好戏啊，要不要这么吓人啊？用力太猛了，都影响到我飙演技了。今天的重头戏是我。苏唐瞪了谢百庭一眼，让他收敛一点，也不知道谢百庭是没看见，还是看见了没当回事。他直接伸了手，意思很明显，他要从轮椅上起来，让苏唐扶他。错觉嘛，比青梅竹马都还般配。谢大少爷陪苏姑娘回门，是去信王府给她撑腰吗？刚刚的表现可还满意？你这是在自掘坟墓。现在这么恩爱，3个月后和离会惊掉多少人的下巴，绝对会被骂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到时候信王府还会把云二姑娘嫁给他吗？不过我对自己医术很自信，但他有这么相信我吗？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虽然我们相处不过短短2日，但直觉告诉我，他不是做事不计后果的人，相反，他心思缜密、腹黑狡诈。别动。
你轻点儿，疼。这么刺激吗？谢大少爷身子骨虚弱，不至于大白天的在马车里就这么胡来吧？谢百庭陪苏唐回门，已经是令信王府一众丫鬟小厮不可置信。他还在丫鬟小厮们目瞪口呆中牵着苏唐进了门，反倒是苏唐脸皮薄，几次努力把手抽回来，然而一点用都没有。这厮绝对是脑子里哪根弦没搭对风了，哈哈哈哈！不过看着他们愤慨的样子，挺痛快的。丫鬟拿来蒲团，要摆在信老王爷、信老王妃跟前，等于信老王爷摆手让丫鬟拿下去。老王爷这是婷儿身体虚弱，就不用他们跪下敬茶了。信老王爷是有邪事吗？这话不应该看着谢百庭说吗？怎么看着我？礼不可废，姑爷都陪着回门了，岂有不跪下敬茶的道理？经过信老王爷、信老王妃，接下来就是敬苏红山和许氏。听老王爷夸赞你旗下的很不错，老王爷谬赞了。去书房陪我下一盘棋。这么明显的要支开他，谢百庭怎么会看不出来？只是岳父有命，他不得不从。谢百庭看了苏唐一眼，就跟着苏红山走了。这边谢百庭一走，那边云三太太就进来了。你到底对我女儿做了什么？我不是让你别管这事吗？你来这里做什么呀？我能不来吗？叶儿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佳儿又被人暗害，至今昏迷不醒。你让我如何待在屋子里，什么都别管？你到底对我的佳儿做了什么？哼，我对你女儿做了什么？这不是人尽皆知的事吗？我把她推下了水，导致她昏迷不醒。既然替她出嫁冲喜消不了信王府之怒，还要秋后算账。当日我上吊自尽，又何必救我？我这条命抵我犯的错不正好？云三太太心慌起来，因为苏唐说的太理直气壮了，好像云家昏迷不是她所为似的。你少跟我打马虎眼！出嫁当日，你对佳儿做了什么？这么拐弯抹角，连个错都不愿认，就想我承认，未免也太小看我了。我还能做什么？我在努力弥补过失，去给他也冲冲喜啊！我分明看到你拿银针扎我们二姑娘了。切，还想炸我？自己没长脑子，以为谁都没长脑子呢？既然看到我拿银针扎你家二姑娘了，为何当时不阻拦？是不是看得还挺带劲，甚至巴不得我多扎2针？丫鬟小脸一白，扑通一声跪下说没有。云三太太没想到苏唐心性这么坚韧，直接发难。你没拿银针扎佳儿，那你要银针做什么？我只是觉得冲喜是无稽之谈，治病救人是大夫的事，只能本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看能不能瞎猫碰上死耗子，把谢大少爷扎醒过来。这不是胡闹吗？冲喜就不胡闹了吗？好歹我把人谢大少爷扎得生龙活虎了。满口胡言！云二姑娘从落水那天便昏迷了，我不知道云三太太为何突然质问我对云二姑娘做了什么？难不成她之前昏迷是假？我出嫁之后才真的昏迷不醒？云三太太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一个小辈拿捏住，但现在面子与女儿的命，她只能2选1了。没办法的，她走到信老王爷跟前，扑通直接跪下了，声泪俱下。佳儿心疼我和老爷，他一儿出事，我和他爹受不住打击，说什么也要留在府里守着我和他爹等一儿回来。偏靖南王府又不通融，无奈之下才想到借落水拖延。我没想到靖南王府会要苏姑娘替嫁，真是不要脸！几句话就把自私自利说成了自己女儿孝心一片，还把过错全推给靖南王府。原主死的也太不值当了。你们是想气死我吗？佳儿是装昏迷，但她出嫁前见过佳儿后，佳儿就真的叫不醒了，定是她动了手脚。许氏站在一旁也是气得不行，还杵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回去给我好好反省！是我没管教好他们，叫堂儿受了这么多委屈。等佳儿醒来，我一定重重责罚他，让他给你赔不是。责罚？再重的责罚能挽回苏唐一条命吗？既然云二姑娘落水是算计我，那三房拦着不让父亲认祖归宗和立为继承人也是假的了。苏唐的弦外之音，信老王爷听出来了。堂儿年纪小不懂事，他的话老王爷老王妃别放在心上，我和他单独说几句。娘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老王爷老王妃一直想立你爹为继承人，是你爹不同意。开什么玩笑，爹不想继承信王府，为什么一听说信王府出事就快马加鞭进京？别告诉我只是为了尽最后的孝心。信王府3位老爷先后出事，连云大少爷都下落不明，信王府至今都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遭到如此报复。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你爹被立为继承人，难保不会步他们的后尘。比起荣华富贵，自然性命更重要。这倒是，信老王爷贵为皇叔，又掌兵权，膝下儿子孙子一个没保住，确实不正常。咱们回京就遭遇了自杀，可见父亲已经被人盯上了。有继承人的身份，父亲做什么也方便。娘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才
才嫁人2天，就感觉长大了不少。女儿也不想长大，说什么傻话呢？你和谢大少爷圆房了？这话题转得太快了吧？这让我怎么回答？和谢百庭牵手走了一路，人家老夫老妻都不一定有我们感情好啊。说没有圆房，有人信吗？娘问我这是做什么？这回你出嫁冲喜，虽然是云二姑娘算计了你，但若非靖南王府求了皇上，老王爷老王妃是不会让你待嫁的。即便冲喜，老王爷也和靖南王有言在先，若是冲喜不管用，你替谢大少爷守1年，靖南王会认你为义女，送你出嫁。还有这好事，为什么之前没人告诉我？等等，半夏好像劝了我很多回，是我没当回事，亏大发了。不知道现在说和谢大少爷什么都没发生，还来不来得及？就怕谢百庭病情好转只是暂时，偏女儿又和他圆房了。信老王爷和靖南王之前的承诺，也不知道还作不作数。不过也无妨，等京都的事了了，我们一家离开便是。你老实和娘说，云二姑娘昏迷是不是你所为？哎，这2日他们也吃了不少苦头，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次就算了吧。若是叫许氏知道真正的苏唐已经没了，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就饶过云二姑娘母女。苏唐轻点了点头，许氏要陪她去云二姑娘那儿，苏唐没让，她娘心肠太软了，她不想破坏苏唐在许氏心中的温良印象。苏姑娘，请你叫醒我女儿。端盏茶给我。苏唐灌了一大口，一口茶照着云二姑娘的脸喷去，云三太太气得咬牙，强忍着才没有叫人把苏唐拖下去。哎，浪费了一盏好茶。哎呀，泼茶水叫不醒人，只能换法子了。咦，这个太细了。你就是在蓄意报复，请我帮忙，又在这指手画脚，如此又何必假手于人？什么叫请你帮忙？人是你弄晕的，把我女儿叫醒是你的本分。苏唐站起身来，信老王妃身边的徐妈妈知道她性子急躁，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这回二姑娘又不占理，把人气走了，还得请回来，忙说好话。哎呦，苏姑娘见谅，三太太是太心疼二姑娘了，关心则乱。这府里要有人能叫醒二姑娘，又岂敢劳烦苏姑娘您呢？这才是求人的态度，都是爹娘的掌上明珠，只是扎下他云二太太女儿的手，就这般心疼了。谁又来心疼丢了命还没人知道的苏唐？论心疼，别人扎的哪有自己扎的疼？我还是小心点为好，万一没把握好力道，一针下去没醒，还真得认定我是蓄意报复了。还是三太太自己来吧，扎中指，以最快的速度扎下去抽出来，他要没醒，就再扎一回，直到他醒为止。十指连心啊，做娘的看都不敢看，哪敢亲自动手？徐妈妈好话说尽，苏唐不为所动。那边云三太太让丫鬟扎，但哪个丫鬟敢做这样的事？纷纷摇头。云三太太没辙，只能自己扎了。可惜她拿银针的手都颤抖，扎了3回，云二姑娘都没醒。苏姑娘，还是您来吧。三太太要下不去手，就去请老王爷老王妃，反正我是不敢了。云三太太坐在那里，气得后槽牙都咬松了，把心一横，银针就朝自己女儿冒着血珠的指尖扎下去，又瞬间抽出来。几乎是瞬间，云二姑娘歇斯底里的惨叫声就传开了。醒了，醒了，姑娘总算是醒了。云二姑娘疼得青筋暴起，浑身颤抖。云三太太心如刀割，恨不得替女儿疼这一遭。谁许你穿我的衣服，戴我的头饰的？舍得把自己10几年的未婚夫拱手让人，一点衣服首饰反倒不舍了。要叫谢百庭知道，不知他心底是何种滋味。哼！你们是不是把我喜欢的东西都给他了？耶，这妖孽，得亏知道他有心上人，不然我真不一定能抵挡得住啊。你和我爹下棋，谁赢了？这还用问？所以你赢了？输了。输了你笑个屁！吃回门饭还早，我陪你逛逛花园。我没打算吃回门饭啊。云二姑娘已经醒了。谢百庭脸上笑容凝住，没有接话。云二姑娘不想嫁给姑爷，就算计姑娘，姑爷竟然还想着她。云二姑娘她算。你不是要去看福临吗？去吧，告诉她我一会儿去看她。福临和半夏都是苏唐的贴身丫鬟，入京途中遭遇刺杀，福临和苏唐一起从马车里甩出来，福临给苏唐做了垫背的，苏唐才没有大碍，但福临却把腿给摔断了，这会儿在信王府下人房养伤。姑娘为什么不让我告诉姑爷？云二姑娘待她并非真心的事。你就没什么要和我说的？我有什么好说的？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你忍耐一下。赏花吧。都还没说他心上人半句坏话，他这破态度。谢百庭走了几步，那边2丫鬟过来，他又转了身，朝苏唐伸手。脑壳疼，男人心海底针啊！这要演到什么时候？得亏二姑娘没嫁，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这要嫁了，那宅还不知道会有多少通房姨娘添堵呢。
人走了。我不喜欢一会儿牵手一会儿放手。因为不喜欢，所以就一直握着不放啊，这什么毛病？云三太太哄云二姑娘睡下，掖好被子就走了。只是她前脚出去，后脚云二姑娘就把眼睛睁开了，从床上坐起来。姑娘，你这是怎么了？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没有啊。是不是我爹？没有，老爷好得很。那是不是百庭哥哥？你倒是快说啊！姑娘还是忘了谢大少爷吧？他真的死了？不，冲洗管用，他醒了。谢大少爷不止醒了，他还陪苏姑娘回门了，两人手牵手进的信王府。这慧儿正在花园陪苏姑娘赏花呢。你少说两句。我实在气不过，你是不知道他们在花园里旁若无人你侬我侬的样子，简直是不要脸。不可能，我不信。他掀开被子就要下床，只是起得太急，一阵晕眩，丫鬟赶紧扶着他。姑娘，你才刚好歇，快躺下歇着。百庭哥哥喜欢的人是我，绝不可能喜欢上别人。世子妃，我回来的路上听信王府下人嘀咕，好像您的丫鬟和信王府的丫鬟打起来了。怎么会打起来呢？我去看看。苏唐抬脚就往那边走，走了40-50步，就看到云儿姑娘过来。苏唐脚步一滞，一股无名火涌上来，他回头看了陈青和谢百庭一眼。不好，不会这么巧吧？我可没有故意支开世子妃的意思啊。百庭哥哥不要信苏唐的话，他推我落水，还诬赖我假装昏迷。他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你半句不是。怎么会？苏唐怎么会没有在百庭哥哥面前说我这些事？我不信，百庭哥哥一定是在袒护苏唐。百庭哥哥，都是我没用，才让他代替我出嫁冲喜。这些都不重要了，请回吧。百庭哥哥，你我婚约已经作罢，从今日起不便再这么唤我了。丢下这一句，他抬脚往之前苏唐离开的方向走去。那女人到底有什么好的？才嫁给他3天，就满心满眼都是他了。谢大少爷虽然醒来了，但体内的毒根本解不了，他定是怕姑娘还恋着他，才故意把话说得这么狠，以绝姑娘的念想。姑娘还没满月就和谢大少爷定下了婚约，大少爷又救过他，他不可能对姑娘你这么狠心的。你主子向天借胆敢欺负二姑娘，没把你们轰出府，那是老王爷老王妃仁慈，你们还敢蹬鼻子上脸？今儿不给你点颜色看看，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要不是老王爷派人去接，谁稀罕来？住手！那婆子膝盖压在半夏后背上，苏唐发了话，他非但不听，还压得更狠了，疼得半夏惨叫。就凭你也敢欺负我的人，老虎不发威，还真当我们主仆好欺负了。这脸皮什么做的呀？疼死我了！苏姑娘，是你的丫鬟先动的手，是你们先推茯苓的。谁推她了？兰儿只是不小心撞了她一下。且不说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就算半夏真错了，她也是我的丫鬟，你们主子都没权利处置，何况是你们。那边云三太太身边的管事刘妈妈闻讯赶来，见到苏唐，故作惊讶。苏姑娘也在呢。这是打了我的丫鬟还不够，还要对我动粗呢。苏姑娘说的哪里话？您是主子，谁敢对您动手？只是这里是下人房，嘈杂凌乱。苏姑娘身份尊贵，不该来这儿。瞧您的裙摆都脏了，我让丫鬟领您去换身衣服，再送您去谢大少爷那儿。姑娘，咱们该怎么办？眼看着就要被抓住了，那边一道熟悉又清冷的声音传来：不必了。谢大少爷，苏姑娘推我家二姑娘入水，她的丫鬟耀武扬威，她还不分青红皂白救国长人。你又打人了？我是打人了，怎么了？哪只手打的？问得这么详细，怎么还想打回来替那婆子出气不成？疼不疼？以后别动手打人了，手打疼了我心疼。可怜那些还指着谢百庭来给他们主持公道的丫鬟婆子，一个个没差点被突如其来的狗粮当场噎死，脸都噎成了猪肝色。谢大少爷竟然来信王府下人房，就是我们府里的大少爷也从未来过这儿。他这是有多怕苏姑娘被欺负，赶着来护他啊！下人们愤愤难平，但让他们震撼的是最不可能来这里的信老王爷也来了。茯苓，你醒醒！怎么了？他们把隔夜的馊饭馊菜给茯苓吃，我气不过和他们吵了起来。茯苓担心我惹怒他们吃亏，从床上下来拉我，被丫鬟用力一推，脑袋磕到了床沿上。半夏说得很大声，门外信老王爷脸色那叫一个难看。信老王爷在战场上杀伐果决，处理家务事更是雷霆手段。几个和半夏动手的丫鬟婆子直接杖责40大板发卖，余下看热闹的一人给30大板，给茯苓吃馊饭菜的大厨房管事的也一并卖了。一时间后院求饶声此起彼伏，吵得苏唐只觉得聒噪。我要把茯苓带去靖南王府养伤。好。
是娘疏忽了，没把福灵照顾好，但把她带去靖南王府养伤不妥，没得叫靖南王府觉得呀，我们信王府没人。我们信王府，我娘说的可真顺口。可信王府有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吗？靖南王府会笑话我吗？他们只会羡慕你的丫鬟有个好主子。这女婿怎么回事？就算移情别恋了，也没有这么快就女儿说什么就是什么吧？难不成女儿还会熬迷魂汤？姑娘，我还是留在信王府养伤吧，等我好了，我再随你去靖南王府。我不放心，让福灵先去我的院子养伤，你总放心了吧？姑娘，您救救奴婢的娘吧！你娘怎么了？我娘替苏姑娘推姑娘下水，方才苏姑娘的丫鬟去了后院下人房，我娘想给姑娘您出口恶气，就打了她。老王爷知道了，一气之下要卖了我娘。要不能把人救下来，往后府里还有谁敢向着我？这人必须要救下来。老王爷怎么会管这样的小事？这些日子他连朝堂都不怎么去了，却管这事，云三太太觉得很不寻常。娘，您帮我救救翡翠的娘，绝不能让她被卖了。不是娘不救，你祖父做的决定，便是你祖母都不一定能劝得动，何况是娘。那我去找祖母，祖母最疼我，她不会不答应的。断骨接得很好，没有错位，就是用的药膏太差了，回头我调制些药膏送来，能恢复得更快一些。姑娘竟然给一个丫鬟捏腿，嘿嘿，我和福灵都被人打了，你还笑？刚刚府里发生了件有趣的事，你肯定猜不到。那你倒是快说呀！打了你的那个婆子要被老王爷卖的人，其中有一个是二姑娘身边大丫鬟的娘。二姑娘为了救她去求老王妃，说是丫鬟对她忠心耿耿，她不忍心丫鬟母女分离，求老王妃网开一面。老王妃感动极了，然后快说呀，老王妃不会放了她吧？要是这样，我还能高兴成这样吗？老王妃把那大丫鬟和她娘一块卖了，太解气了，我可太喜欢老王妃了。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怎么一个两个的都这么不正常？谢百婷主动陪我回门不说，还和我大秀恩爱。信老王爷会管丫鬟打架这样的小事，一向疼于二姑娘的信老王妃，今儿却不顾她，才从昏迷中醒来，也要卖了她的贴身大丫鬟。不懂。把银针给娘。娘要银针做什么？娘是怕你乱来，听话。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我脸上又没有脏东西。岳母大人收回银针是何意？还能有什么意思？怕我拿银针乱扎你呗？我爹娘压根就不知道我会医术的事。学医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如何瞒过他们的？天赋异禀，没办法。没法解释，只能打马虎眼了。怕谢百婷刨根究底，苏唐果断转移话题。今儿和心上人聊得如何？谢百婷看了两眼，直接把眼睛闭上了。我要逛街。陈清。爷，世子妃走了，去沈家药铺。在信王府腻歪个没完没了，一离开信王府就原形毕露了。他懂不懂什么叫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姑爷怎么走了？他走他的，没他在，我还不会逛街了吗？不但要逛街，还要痛痛快快的逛街。姑娘好眼光，这套裙长是我们铺子刚上的，这上头的兰花是宫里出来的绣娘所绣，姑娘皮肤白净，穿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不错，拿下来试穿一下。好嘞，这套裙长我买了。话音落，那边过来一丫鬟，直接从丫鬟手里把裙长拿过去，得意的看了苏唐一眼，和苏唐四目对上，小丫鬟脸色的得意凝固，变成迷茫，再然后她就抱着裙长跑了。郡主，咱们抢错人了。你是谁？你身上怎么穿着信王府二姑娘的衣服，还戴着她的头饰？这姑娘要抢的是云二姑娘的东西，而非是我。为何笃定我这衣服还有头饰是云二姑娘的？怎么可能会错呢？你头上的头饰是沁玉轩的独一份，原是我家郡主先看中的，被云二姑娘抢了去。还有你身上这衣服是锦绣坊的绣娘做的，云二姑娘的丫鬟取衣服的时候，我就在铺子里，绝对错不了。原来云二姑娘造的孽呀，我也是服了自己的运气了。你们没认错，我身上的裙长和首饰确实是云二姑娘的，她竟舍得送给你。嘿嘿，云二姑娘很大方，她的那些陪嫁衣服首饰，连带着青梅竹马的未婚夫靖南王府大少爷都一并送给了我。所以你是谢氏子妃，那个可怜被匡静晶代替云家嫁给靖南王府大少爷冲喜的倒霉姑娘，快把衣服还给谢氏子妃。我虽不认得姑娘，但姑娘既然和云二姑娘相识，我怎么着也得给云二姑娘一个面子，把这机会让给你。信王府新接回府的姑娘，靖南王府世子妃不会是个傻子吧？她可比云二姑娘聪明多了。姑娘，时辰不早了，咱们该回府了。你家姑爷都不急着催我回去，你急什么？姑爷可能已经回去了，那就等他来接我。那咱们就不能走太远了，免得姑爷一会儿找不到我们。
多贴心的丫鬟啊！可惜她没有一个贴心的主子。走，我们换条街。苏唐迈步进沁玉轩那边，2楼下来一丫鬟，看到苏唐和半夏进来，已经下了2个台阶的她，飞快地转身上2楼。姑娘，世子妃也来了，真是晦气。转头看着迦南郡主手里拿着的玉簪，他眸光一闪，计上心来。2位姑娘可以上2楼看看。我们在楼下先看看。苏唐挑了只玉簪，一对红宝石耳坠，正拿着一只金簪欣赏。这些怎么卖的？玉簪108两，红宝石耳坠100两，金簪要贵一些，120两。这也太贵了吧！姑娘，咱们身上钱不够。一会儿让沁玉轩把东西送去靖南王府，再拿钱。抱歉，我们沁玉轩有规矩，不确定身份的人买东西一律当面结账。我家姑娘是靖南王府世子妃，不行就是不行。谁还骗你们沁玉轩不成？再说了，送东西拿钱，就算拿不到钱，东西不还在你们沁玉轩手里吗？理是这么个理，但我只是一个小伙计，铺子规定如此，我也只有听从的份。我让人回去拿钱，下回再买吧。苏唐把金簪放下，转身就走了。刚走到门口，拦下他们。怎么进了沁玉轩，空着手都不能走了？我客客气气地招待你们，要当面结账是我们沁玉轩的规矩，买卖不成仁义在，姑娘不买就算了，败坏我沁玉轩的金簪是何道理？这只金簪已经被你弄坏了，你必须买下。这是损我名声来了。掌柜的，他说他是靖南王府世子妃，我不认得他，只让他当面结账，他就不买了，还折了金簪。我说这姑娘的头饰怎么瞧着那么的眼熟呢？可不就是出自沁玉轩，被袁二姑娘买下的吗？原来她就是推袁二姑娘落水，最后自食恶果，代替袁二姑娘出嫁冲喜的。多管闲事，多嘴多舌。你弄坏沁玉轩的金簪，赔偿是应该的。不管姑娘出于什么目的弄坏金簪，但这只金簪不贵，还请姑娘买下。我沁玉轩客人多，这样僵持已经影响我沁玉轩做生意了。他不会是没钱买吧？只是一只金簪而已，好歹也是靖南王府世子妃，怎么会买不起？她头上的头饰可价值千两。袁二姑娘的头饰自然金贵了。这位姑娘听说是在青州小地方长大的，手里未必有多少钱。没钱还敢进沁玉轩？买不起还是可以看看的，但买不起就弄坏，就太恶毒了。这位姑娘若身上钱没带够，可以留下一件首饰做底，带你回去取了银子再还于你。虽然我大哥不喜欢你，但你好歹也是我靖南王府世子妃，如此行为已经是败坏我靖南王府名声了。沁玉轩给我们靖南王府面子，大事化小，只让你买下金簪，大嫂还这么一脸不情愿。你要实在没钱，可以上来找我借。我就说沁玉轩无缘无故怎么针对我，原来蟹肉在这里。原来你在这儿呢！我家郡主先前捡到你的荷包，还打算送靖南王府去，没想到这么快就又碰上了。我没丢什么荷包，这会儿给我送荷包，显然荷包里装的是银票，这份人情我领了。赔偿沁玉轩可以，但请劳烦小伙计把我拿金簪的经过详细再说一遍。我刚刚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我是哪只手拿的金簪？左手。期间有没有换过手？没有。很好，你是左撇子吧？劳烦掌柜的看清楚点，这只金簪被折处在左侧中间一片叶子，你觉得我左手拿着金簪，在不换手的情况下，是如何做到不经意把金簪左边叶子折起来一片的？要不掌柜的给大家示范一下。你这小伙计刚刚不是挺精神的吗？我不过才说了2句话，怎么就淹成这样了？一句话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引向了小伙计。苏唐看向掌柜的，脸色淡淡，但掌柜的却是背脊生寒。看来是误会了。误会，我初次进你们沁玉轩，和你们沁玉轩没有闹出过任何的不愉快，你们沁玉轩的伙计却平白诬赖我弄坏了金簪，公然将我拦下。你身为掌柜，也没仔细查问，就要我买下金簪，别耽误你们沁玉轩的生意。3言2语就给我招来这么多的非议，我好歹也是靖南王府世子妃，事关靖南王府声誉，如今被你们这般践踏，你一句误会就想消我怒气。苏唐说完，眸光从围观的人脸上扫过去，一个个都缩了眼神，尴尬不已。楼上，康王府青阳郡主站着那边看热闹。郡主，你说的没错，世子妃果然聪明。沁玉轩小伙计弄坏金簪，诬赖客人，这名声传出去可不好听。掌柜扫向小伙计，小伙计吓得跪倒在地，连连认错。是我没弄清楚情况，就冤枉了世子妃您，我在这里给您赔不是。这只金簪的您青睐，我即刻命人打造一只一模一样的送去靖南王府，算是我沁玉轩给您赔礼。
亏得庆玉轩还是京都最大的首饰铺子，我家姑娘是信老王爷的孙女儿，还是靖南王府世子妃，都这么被你们欺负，平日还不知道多少人在你们庆玉轩吃了暗亏，诬赖我家姑娘往靖南王府和信王府脸上抹黑，就想赔一只金簪了事。你真当靖南王府和信王府好欺负了？这事确实是庆玉轩没办好，但既然人家掌柜的都赔礼了，还赔了一只金簪，大嫂还不息事宁人，没得叫人说我们靖南王府世子妃的理不饶人。瓦特吗？我的理不饶人，被人诬赖，给自己讨公道，反倒是我的不是了。我要真拿了一只金簪的赔偿，就更是往靖南王府脸上抹黑了。堂堂世子妃被人诬赖，被一只金簪就打发了，这般好欺负，连带着靖南王府都受人轻视。那你想要人家庆玉轩怎么赔礼？杀了这小伙计吗？他是庆玉轩的伙计，庆玉轩怎么处置他那是庆玉轩的事。我被庆玉轩诬赖，有这么多人围观，我希望庆玉轩赔偿的诚心也能让他们感受到。事关靖南王府名声，还请谢大姑娘帮着出个主意。我大嫂不想要金簪补偿，她一会儿买什么，你们庆玉轩打个折吧，反正她身上也就1000多两，庆玉轩损失不到哪里去。谢世子妃今儿不论在我庆玉轩买多少首饰，我一律给您打6折，您看如何？庆玉轩不给赊账，要不要我借大嫂你点钱？不必。这动作竟是如此这般的熟练了，大庭广众之下，他难道都不会脸红吗？苏唐暗瞪了谢百婷一眼，把手伸了出去，谢百婷直接带他上3楼了。你带钱了？没带。没有，还上3楼，还走得这么快。人家庆玉轩都说了不给赊账，我可不想被人说为了占庆玉轩的便宜打肿脸充胖子。你喜欢哪个？我都喜欢。全买为夫肯定买不起。你能买得起多少就买多少吧。我让你秀恩爱走火入魔，我让你秀马蹄子上去。那为夫帮你挑了。这个还有这个全都要了，买了几样？26样了。这是最后一样，一共38000两，打6折，22800两。大哥，你要一口气送大嫂2万两的首饰。冲洗需要27件，1件都不能少。对，就是3楼的太贵了，买2楼1楼就行了。虽然庆玉轩理亏，但也不能让庆玉轩损失这么惨重啊。庆玉轩已经诬赖我娘子一回了，现在又要出尔反尔吗？我不敢，世子妃要还有看中的，就再挑几件。我庆玉轩说给您打6折，就一定说到做到。掌柜的这么客气，我倒不好意思了，那我就再挑2件。这是不好意思嘛，已经买了27件了，客气2句，他还真挑啊。掏吧，本来损失个1800两的，这损失庆玉轩就认了，如今一下子损失过万，背后那么多东家，我承担不起，只能去找南康郡主要补偿了。谢柔已经慌了，因为庆玉轩掌柜的看他的眼神明显是要他赔偿。姑娘，刚刚是青阳郡主在帮他，要不是只笃定苏唐身上只有1000两，也不会让庆玉轩给他打折。他青阳郡主是吃饱了撑着多管闲事。青阳郡主到回廊上透透风，他最喜庆玉轩这处，只要来庆玉轩必回待会儿，看看街上人来人往。但他走得好好的，突然背后被人推了一下，身子往前一踉跄，撞到了摆在回廊边上的花盆。不好，快扶他上马车！半夏赶紧去买银针。好。半夏姑娘莫慌，我有。谢柔见马车走了，气得跺脚，但看一眼摔掉的花盆，脸上怒气全消，眼底闪过一抹得逞。我就不信冲洗会管用，更不信有什么秘法。大哥人昏迷着，看见南王府会不会给他付那27件首饰。陈青把马车赶到偏僻处停下，苏唐手里的银针飞快地朝谢百婷胸口扎去，12根银针下去，谢百婷青紫的脸快速恢复白皙，施针逼夺很快，慢的是等谢百婷醒过来。这一等就是1个时辰，而此时靖南王府已经炸锅了。大少爷是在庆玉轩吐血晕倒的，情况紧急，按说早该回府了才是。大姑娘都回来半天了，他们还没回来，莫不是世子妃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不敢回府跑了吧？哎呀，再去前院问问。别担心，有陈青陪着婷儿，不会有事的。我靖南王府娶世子妃过门侍卫冲洗，好不容易大少爷醒来，结果为救他又吐血晕倒了。也怪我听了青天剑的话，觉得他是大少爷的救星，这分明就是煞星。囊当时不在庆玉轩，不知道大哥为了讨大嫂欢心，用秘法救她有多急切，都不带喘气的就给大嫂挑了4万两的头饰。结果一出庆玉轩就出了事，当时庆玉轩那么多人在，都在笑话咱们靖南王府病急乱投医，被人趁火打劫玩弄于股掌之间。进茶的时候我就看出不对劲了，但关乎大少爷的命，虽有怀疑也只能忍下，就算世子妃的要求无理了些，都盼着大少爷能好。
但没想到当时的退让，倒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竟然一开口就要庆玉轩27样首饰，这分明是掐准了我靖南王府为了能治好大少爷，会不惜一切代价，就这般狮子大开口，今儿要再依了他，赶明他就敢要整个庆玉轩了。王爷，庆玉轩掌柜的已经等了大半个时辰了，他说庆玉轩事多，不便离开太久，劳烦咱们靖南王府快些结账。让庆玉轩掌柜的把首饰都带回去。让庆玉轩掌柜的先回去，那些首饰先放在府里。王爷，您还信世子妃冲洗秘法这样的无稽之谈啊？且不说冲洗不管用，就算有用，也不是这么纵容的。哪天他要王爷你的爵位，你也给他不成？青州是小地方，哪来的爵位给人继承？一切等婷儿回府再决定不迟。靖南王轻飘飘一句，把南康郡主堵得说不出来话，等得不耐烦，但谁也没起身先走。这已经是第5盏茶了。李掌柜见谅，我们大少爷还未回府。我知道这些首饰是为治府上大少爷的病，赶忙就送来了，但我看府上似乎并不着急。王爷怎么说？王爷让庆玉轩掌柜的先回去，首饰先留下。啊，这不是为难我吗？我庆玉轩有规定，收钱方可让首饰离眼。李掌柜可是信不过我们靖南王府。我自是信靖南王府，府上几位夫人和姑娘都是我庆玉轩常客，没少照顾我们庆玉轩生意。靖南王府家大业大，别说只3两万两的东西，就是再贵10倍也不是什么大事。实在是我们东家之前吃过暗亏，被人以次换好，一怒之下定下了这么个规矩。我不过就是个下人，实在不好把东家的话当耳旁风，不然我这掌柜之位就该退位让贤了。你看我也等这半天了，要么就把账结了，要么我把首饰带回去。我有言在先，我庆玉轩3楼的首饰昂贵，但利润并不高，远不及1楼2楼。世子妃这些首饰，我庆玉轩是亏本钱的，我只承诺他今儿打6折。言外之意，东西一旦带走，6折的承诺就不作数了。这是我做不得主，只能劳烦李掌柜再等会儿，我让丫鬟再去问王爷的意思。庆玉轩掌柜的这回是真不耐烦了，丫鬟转身要再去松鹤堂，只是一转身，南康郡主的丫鬟就过来了。郡主让李掌柜把这些首饰都带回去。庆玉轩掌柜的当即起身告辞，赵管事送庆玉轩掌柜的出府。庆玉轩掌柜的刚迈步出去，那边马蹄声传来：“快去禀告王爷王妃，大少爷回来了。”赵管事喜极而泣，庆玉轩掌柜的脸色就很难看了。大少爷谋事就好，王爷王妃可都担心坏了。这倒是赶巧了，正好了掌柜还没走，我这就取了银票给你，也省得我再跑去庆玉轩。苏唐和谢百庭刚回屋，那边王爷王妃就来了，一起来的还有南康郡主和谢柔。怎么会好得这么快？我是亲眼看到大哥吐血晕倒的啊！婷儿，母妃，我没事。苏唐，是你救了婷儿。是相公福大命大。用秘法冲洗，除了这些首饰外，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母妃说。还需要24套裙裳，7天之内备好。啊！我要那么多衣服做什么？是吗？母妃这就让人准备。婷儿身子虚弱，就别打扰她休养了。有世子妃照顾，还有陈青在，不必太担心。重点儿，你今儿才吐血晕倒过，力道重了，我怕你受不了。等你好些了，我再用力给你捏。改性子了。坐正了，别影响我发挥。你们继续。姑娘，姑爷叫你。我耳背。我得罪你了，明明才救了你。我没那么容易被得罪，我只是念在你救我毒发，又不愿意看云儿姑娘的衣服首饰穿在我身上，让你眼不见为净。我看我去书房待着才更稳妥。我没有这个意思。有你也不敢承认啊！我还正愁那些陪嫁带不走，回头你给我折算成钱，倒省了我麻烦。不可能一点好处都不捞就把成果拱手相让，这样的美事想都别想。新王府准备的陪嫁，就算他一辈子不挣钱，也够他衣食无忧了。亏是肯定不会吃，就是越想越气。苏唐起身走了。姑娘，你既然生气，为什么不和姑爷说云儿姑娘算计你的事？你傻呀！我和她才认识几天，云儿姑娘可是她的青梅竹马。我在她面前说云儿姑娘的坏话，我不是招人嫌吗？再说了，她对我的看法有那么重要吗？3个月，等她的毒一解，我就走人。这破地方，我可1天也不想多待。姑爷喜欢她是不知道她的真面目，说了肯定就不喜欢了。有些人的喜欢，即便对方是坨屎，也觉得对方是香的。天知道他谢大少爷是不是？姑娘，你说话文雅点，万一被人听去了怎么办？世子妃误会了，爷为何不解释？
爷丢不起这个人，爷更不想在世子妃面前丢人，也可以理解，毕竟这事是真丢人。但世子妃竟然能忍着不说云儿姑娘算计她的事，看来是真的没想过留在靖南王府。世子妃，绣房管事前妈妈来给您量尺寸。要不要这么急啊？这么看不得我穿云家的衣服吗？请钱妈妈来书房。世子妃，大少爷让您回去。不想看到我，还偏要我回去，有这么欺负人的吗？许妈妈俯身给苏唐行礼，从丫鬟手里接过软尺给苏唐量尺寸。世子妃可有什么要求？相公有什么要求吗？你喜欢就好。信王府给我的陪嫁衣服就挺不错，要不照着做24套。这女人明知道不让她穿那些裙上，才让母妃给她另做24套，她还要做一模一样的，也行。行你个大头鬼，我没什么要求，好看就行。谢百婷看着苏唐，正要开口，苏唐直接转身留给了他一个背影。出了门，正好有丫鬟端糕点过来，苏唐伸手拿了一块，咬着朝书房走去。苏唐刚进书房，丫鬟又敲门了。世子妃，大少爷让您回去吃糕点。我已经吃过了。大少爷让您回去陪他吃。他多大的人了，吃东西还要人陪？苏唐捏着粉拳回去，眸底跳跃着火苗。结果进屋发现许妈妈在，当即把怒气收了，轻缓着脚步上前，把桌子上的糕点端了，朝谢百婷走过去。这糕点味道不错，相公尝尝。世子妃陪大少爷吃糕点，奴婢先退下了。你别太过分。大少爷真的不用请太医吗？用不着，一会儿娘子给我捏捏肩膀就行了，是吧？是，这是拿我当丫鬟使唤了，就是半夏都没让她做过捏肩捶背的事。苏唐坐下来，拿起糕点就吃，一连吃了3块。快要吃晚饭了，姑娘吃太多糕点，一会儿该吃不下饭了。我不吃饱点儿，哪有力气给相公捏肩？姑娘擦擦手。不用。她站起身来，把手直接搭在了谢百婷的肩膀上。她这是给我捏肩，还是用我锦袍擦手？谢百婷知道苏唐脾气没那么好，尤其在气头上，但苏唐真捏肩，力道却很轻，她还以为会捏疼死他。居然没下狠手，他有这么好说话吗？重点儿。你今儿才吐血晕倒过，力道重了，我怕你受不了。等你好些了，我再用力给你捏。改性子了？坐正了，别影响我发挥。你们继续。是有什么好事吗？难得见你这么高兴。大少爷一刻也离不得世子妃。我来的时候，世子妃正给大少爷捏肩，那感情好的，我真心觉得大少爷娶了世子妃比娶二姑娘好。婷儿也真是的，静默轩那么多丫鬟，怎么让世子妃给她捏肩？明儿我得说她2句不可。你对我做了什么？给相公你捏了捏肩膀啊。捏肩膀？现在肩膀就像是被人给了2大锤似的疼。就说怎么改性子好说话，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姑娘，你别这么对姑爷，他自找的呀。明知道我在生气，还要我给他捏肩膀，可怜你家姑娘，我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能给他捏肩膀。姑娘哪可怜了，分明可怜的是姑爷。姑娘，你对姑爷好点儿。我对他还不够好吗？让我捏重一点，我都没忍心。得亏姑娘没忍心，不然姑爷肩膀就得废了。我去书房了，没事别叫我，有事也别叫我。半夏是想跟去书房，又担心谢百婷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好，恨不得有分身之术。世子妃对大少爷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啊。陈青见谢百婷疼得太厉害，要去求苏唐，刚走到书房外。姑娘，你真的没对姑爷做什么吗？放心吧，我把他疼死了，我还得给他守寡。我脑子又没病，能干那蠢事吗？何况他今天才救过我，我能和他一般见识？可姑爷，疼只是一时的，一会儿就好了。回头他指不定还会求我给他多捏捏呢。姑爷都疼得快说不出话了，还找姑娘给他捏呢。姑爷又不是受虐狂。陈青听到这里，和半夏一样的表情，默默转身回去了。他说什么了？世子妃的丫鬟帮大少爷你说好话了。世子妃说他是在帮你，回头爷没准儿还经常求他给您捏肩。我脑子犯抽才会求他给我捏肩。谢百婷坐在轮椅上生气，但气归气，一点要晕的感觉都没有。她就那么坐着，渐渐的肩膀就没那么疼了，然后浑身舒坦。谢百婷神情变化，陈青看得一清二楚，心下对苏唐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疑惑也更大了。既然世子妃医术这般高超，为何出嫁当日会想不开寻死呢？我就一件都没有吗？除了2件肚兜，其他的都是信王府给云儿姑娘准备的。唉，行吧，好歹还有2件肚兜是我的，去拿来。半夏，给我拿我自己的衣服。这都是姑娘你的呀。姑爷叫的那么顺口，怎么就一点不会揣摩人家的心思呢？你没看出来你家姑爷不喜欢看我穿云儿姑娘的衣服吗？
姑爷也真是的，这些衣服都是崭新的，云儿姑娘一次也没穿过，她也没见云儿姑娘穿过呀。谁知道她在矫情什么？有本事人家走过的路也别让我走啊，晒过的太阳也别让我晒了，不让穿就不穿呗，我又不是没衣服穿了，做人不能一点骨气都没有。可不穿的话，姑娘就真没衣服穿了。我就一件都没有吗？除了2件肚兜，其他的都是信王府给云儿姑娘准备的。唉，行吧，好歹还有2件肚兜是我的，去拿来。门外，谢百婷刚过来，正好听到这几句，她脚步一滞，飞快转身出去了。走得急，关门声有点大，苏唐听得一愣。我去，刚刚不会是谢百婷吧？我的意思是穿自己的肚兜，但没说只穿肚兜，她应该不会误会吧？奴婢去请姑爷回来睡觉。哎，怎么能请回来睡觉呢？万一人家想歪了怎么办？你就说我让你去，问问他要不要给他抱床被子去。啊，就这么问吧。书房内，谢百婷在看书，但半天了也没看进去2页。姑爷，进来。姑爷，姑娘让奴婢来问问您要不要给您抱床被子来。让打地铺就够过分了，现在连地铺都不给打，让我睡书房了吗？谢百婷把手里的书一合，当即起身回屋，她带了几分怒气回去。然而进屋就看到苏唐坐在地铺上伸懒腰。今晚你睡床？床有问题？我看在你今天吐过血又被逼毒的份上，好心把床让给你睡，你居然这么想我？你都不谦让一下吗？我吐血晕倒才能睡回床，我怕一谦让，机会就没了。居然这么想我，我是这么来虚的人吗？谢百婷从床上下来，苏唐以为她是要起床喝茶，也没管她，结果谢百婷直接在地铺上躺下了。你要干嘛？我一个大男人还不至于让个女人睡地铺。算你有良心，我一个大夫也不至于让个病人打地铺。可我昨天也是病人。好好说话不行吗？拆我的台做什么？我要睡觉了，你快去床上睡。这女人性子怎么这么倔呢？你不起来，我抱你上床睡了。哼，大言不惭。你说什么？我说你抱不动我，不是我对自己体重自信，实在是谢百婷这副身子太虚了，这样的身子骨能抱得动我？开什么玩笑？不试试怎么知道？你敢试，我还不敢呢，万一又吐血，我一晚上就别想睡了。一个大男人老和女人争，惭愧不惭愧？地铺让给你行了吧？得了便宜还卖乖。苏唐躺上床，被子一拉，迷迷糊糊说了一句：“早点把药方准备好。”睡着了，这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谢百婷看了苏唐背影半天，也躺下睡熟过去。拜托，能不能不用这种勾人的眼神看我？就他这颜值，太容易叫人把持不住了。好在人家有心上人，不然万一哪天脑子犯抽，对我使用美男计，我绝对是丢盔弃甲、一败涂地的下场。苏唐瞪了一眼，谢百婷看见了，丫鬟也看见了，吓了一个哆嗦。奴婢这就告退。我说什么了？就告退了？你把丫鬟瞪走了，你伺候我穿衣。我那是瞪丫鬟吗？我那是在瞪你。没见过这么爱对号入座的丫鬟，又没做亏心事，她胆小个什么劲啊？我也没惹你，快点帮我穿衣，一会儿母妃会来看我。啊，王妃一会儿要来。谢百婷就站在那里看苏唐梳妆好，该帮我穿衣服了。不会我不帮你穿，你就不穿了吧？半夏默默上前，谢百婷一记眼神飘过来，也被吓跑了。你别太过分。婷儿他们可都起了？都起了。起了就好。王妃迈步进去，就看到苏唐给谢百婷穿衣，欣慰了许多。昨儿让世子妃给你捏肩，今儿又伺候你穿衣，也不怕把人累坏了。娘子累吗？不累，可好些了。我没事，母妃怎么这么早就来？母妃闲着没事，就来看看你没事，母妃就放心了。王妃、锦绣房、浣衣阁还有李记绸缎庄送衣服来了，快请他们进来。府里绣房最近在忙着赶制夏衣，腾不出手，在7天之内做24套裙长。母妃就让这3间铺子多送些合你尺寸的裙长来，你挑着看，可有喜欢的？哇，惊呆了老铁！不多会儿，3间绣房的绣娘就带着丫鬟进来了，每家都抬了口大箱子来。这3间铺子是京都最大的绸缎铺，衣服样式和绣工比府里的绣娘有过之无不及。一会儿你看哪个喜欢就挑哪个，都喜欢一起留下也无妨。我对穿戴无所谓，相公看着喜欢就好。本来也是他要买的，穿着不说是给他看，但至少大部分时间是对着他的，干脆让他挑好了。娘子就这么相信我的眼光？那为夫就帮你挑了。谢百婷歪在轮椅上，拿出了帝王选妃的架势给他挑衣服，阵仗和认真程度都无可挑剔，唯一不好的就是好看的他都不选，哪套丑他选哪个。婷儿这眼光，像谢大少爷这样的客人多来一些，以后活凑铺子有几货。刚好24套裙长，继续挑。选24套，丑的还不够，还要多来几套。有他这样的吗？够穿了。继续。谢大少爷的眼光独到，给世子妃选的衣服最蹭世子妃了。
这是在说我只配丑的了？我刚挑出来的都是不要的。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去了，这厮绝对是故意的。去换上。不生气，不生气，多大点事啊！这套真不错，哪好看了？这是你选的？我看走眼了，去换下来。就这些吧。三位绣娘把苏唐从头夸到脚，然后告退。至于钱，自然是找管事的拿了。还没吃早饭吧？一会儿吃完早饭去松鹤堂给老夫人请安。母妃先回去了。差点忘了，胭脂水粉也要换。你又不用这些。偶尔也会用一下，反正衣服鞋都换了，也不差一点胭脂水粉了。慢慢的都换掉，最后是你。完了，姑娘口没遮拦乱说话，把姑爷惹生气了。孙媳替向恭谢老夫人疼爱。浪费你倒是放手呀！拿来吧你！苏唐进了松鹤堂，刚走到门口，就听二太太的声音传来。信王府给世子妃的陪嫁不少，她还要24套裙裳，我都听得啧舌了。结果更狠，大少爷给世子妃一口气挑了36套，花了2000多两，这才进门2天就花了3万两，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靖南王府富可敌国呢。还好王爷心里眼里只有郡主一人呢，若非太夫人施压，逼着王爷娶了王妃，王爷膝下可就二少爷一儿子了。对王爷这样威武赫赫的将军王来说，2个儿子子嗣单薄了些。南康郡主就在屋子里，三太太这话是既奉承了他，又狠狠地捅了他一刀子，勾起了他对靖南王府太夫人的恨。都怪那老太婆，当初要不是她拦着不让王爷给嫡妃之位，我如今就不会只是个侧妃，在身份上永远被王妃压一头。苏唐走上前，俯身给老夫人请安。老夫人拨弄着佛珠，问了问谢百庭的情况。苏唐一一回答。你给大少爷冲洗到底需要哪些东西？一次说清楚，我也好命人去准备。大少爷身体虚弱，劳累不得。母妃也问过，但青州冲洗的人家都是他相公给他准备的，我也不知道别人可不可以。母妃舍不得相公劳累，但怕万一，也只能让相公操心了。南康郡主拿谢百庭身子虚弱施压，苏唐4两拨千金拿王妃挡了回去。不让旁人准备倒省了我们的事，但好歹叫我们知道都需要些什么吧。早知道就把谢百庭拉来了。老夫人，康王带着青阳郡主登门，围左差点砸到世子妃赔礼。来得太巧了。哼，赔礼有什么用？得亏我大哥夫大命大，不然他一条命都不够赔的。哎，怎么不是康王妃来啊？我前几天出门就听人说康王妃病得很严重，我还不信，看来是真的了。哦，请进来吧。昨儿在沁玉轩，小女出了意外，险些砸伤府上世子妃，还连累大少爷吐血晕倒，担心的我一宿都没合眼。后来看看，实在不放心。府上大少爷还好吧？康王是真怕呀，虽然他女儿并非故意，而是被人算计了，但他女儿不知道是谁推了他。沁玉轩也没人注意到，抓不到下手之人，他女儿有口难辩。这回青阳郡主是运气好，世子妃冲洗管用，大少爷没晕多久就醒了，不然就算王爷不计较，信老王爷也不会轻饶了你。人醒了就好。康王带了不少的补品，其中一只血参，一看就下了血本的。带了些补品来，给谢大少爷和老夫人调补身子，我就告辞了，让小女去和王妃请个安。我领青阳郡主去给母妃请安。把这只血参带回去给婷儿吃，我一把年纪了，吃血参也是浪费。大少爷身体虚弱，这些参滋补药性太强，怕是会虚不受补，还是老夫人服用为好。郡主说的在理，老夫人疼大少爷，也得看大少爷能不能受得住。老夫人看向苏唐，苏唐也不走，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老夫人。我一把年纪了，吃血参也是浪费。这是量准了我会替谢百庭拒绝呢。不过不好意思，这只血参我看上了，这可是纯正野生的，一推脱就没了，我就不来虚的了。至于老夫人喜不喜欢，我又不在乎。孙媳替向恭谢老夫人疼爱。浪费你倒是放手呀！拿来吧你！没见过这么不懂人情世故的，就算苏家和信王府没叫，南康郡主和三太太刚刚的话也该听进去了啊。老夫人让他带走，他就真带走了。这太爽了吧！这可是我一直都不敢做的事。昨天肯定吓坏你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要有意针对我害我，昨天就不会帮我解围了。要换作是我，昨天肯定就栽沁玉轩手里了。事实上，他也确实栽了，因为昨天青阳郡主对苏唐表了善意，就被算计借刀杀人的。王妃已经知道康王带女儿青阳郡主来靖南王府赔礼的事，只是没来天香院而已。
参见王妃。礼尚回见消瘦了不少，你母妃可还好？母妃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我昨儿在庆玉轩闯祸的事，父王都没敢告诉他，知道我要来靖南王府，母妃让我带他向您问好。你母妃有心了，过2日我得空了就去康王府看他。王妃因为不得王爷宠爱，虽有嫡妃之位，但京都贵夫人看得上王妃的并不多，康王妃是其中之一。王妃让青阳郡主坐她身边，想问问康王妃情况。王妃，云儿姑娘来了。王妃眉头一皱，下意识地看向苏唐。云儿姑娘人在哪儿？去靖我轩了。这姑娘脑子有坑吧？让她嫁她不愿意，孟落水必嫁这一出，搭上苏唐一条命。结果她嫁了，她又来撩拨，她把谢百庭把我苏唐当什么了？她去静默轩肯定是找我的，我回去看看。云儿姑娘到底想做什么？她不是不喜欢姑爷吗？她不是不喜欢你家姑爷，她只是更爱自己而已。现在肯定很害怕自己当初做了错误的选择，怕谢百庭真的移情别恋了。说到底还是不够喜欢谢百庭，做不到为她豁出去，也不够信任谢百庭，真是朵奇葩。百庭哥哥，这娇滴滴的，原来谢百庭喜欢这调调啊。怎么还叫百庭哥哥呢？该改口叫姐夫了。你爹还没有认祖归宗呢，你算我哪门子的姐姐？哼，满京都都知道我爹是老王爷的儿子，难道你觉得老王爷只是闲来无事把我爹从青州接进京戏耍吗？相公是想听云儿姑娘叫你百庭哥哥呢，还是叫你姐夫呢？叫姐夫吧，算踏实实务。有人满意，自然有人不开心。云儿姑娘只觉得自己一颗心像是被藤蔓缠紧，紧到让她窒息，疼得她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谁许你穿我的衣服的？声音够大够响亮，谢百庭不让我穿云儿姑娘的衣服，没想到倒帮了我。得亏这身裙长是锦绣坊今早才送来，又是相公亲自帮我挑的，不然我真有口难辩了。外头风大，送我回屋吧。风大？这哪来的风啊？这是怕我说话难听，刺激到云儿姑娘，急于把我支开吗？但找借口也不找好一点，太敷衍人了。不过苏唐也不想和云儿姑娘纠缠，毕竟他爹娘人还在信王府，便听话的推着谢百庭转了身后，云儿姑娘气得跺脚，她要跟进屋。云儿姑娘留步，这是大少爷世子妃的新房，您进去不合适。哼，云儿姑娘走了。苏唐瞥眼就见谢百庭在看他，看他就算了，脸上还带了几分薄怒，苏唐就没法忍受了。哼，这就心疼了。我是心疼了，被你气得心口疼，简直不可理喻。到底是谁不可理喻？苏唐两眼喷火，恨不得把谢百庭后背烧出来的大窟窿才好。突然想起来正事没办，青阳郡主帮他解围的1000两银票得还给人家，这会儿应该还没有走，当即让半夏送去。百庭哥哥现在竟一点也不顾我的脸面，苏唐说什么便是什么，对他言听计从。你怎么哭了？谁哭了？我只是风大，被风沙迷了眼。没什么好伤心的，我大哥不是不向着你，而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他还指着我大嫂用秘法给他冲洗呢，得罪谁也不敢得罪他。什么秘法冲洗？你不知道吗？青州有人家冲洗管用，大嫂用青州的秘法给大哥冲洗啊。哪有什么冲洗秘法？你们被他给骗了。他昨天回门还说，他只是把百庭哥哥死马当成活马医，用银针把百庭哥哥扎疼醒过来。苏夫人怕他把百庭哥哥扎出好歹来，还把他从我信王府药房拿的银针没收了。谢柔和谢薇互望一眼，不敢置信。还好青阳郡主你没走，我家姑娘让我把你的荷包还给你。我昨儿险些伤了你家姑娘，谢大少爷为救她吐血晕倒，这1000两就当是我给她赔不是。你已经送过血身了呀，我家姑娘让我送来的，你就收下吧。我是真心拿你家姑娘当朋友的，她这么做就太合我见外了。青阳郡主这么说，半夏只好把荷包收了，俯身退下。等青阳郡主走后，假山后走出来的丫鬟飞快地去禀告谢柔。青阳郡主和云儿姑娘你不对付，和我大嫂倒是走得挺近。昨儿在庆玉轩还帮我大嫂解围，差点砸伤我大嫂，害我大哥吐血晕倒。我大嫂也没生他的气，怎么看都像是存心和你过不去。云儿姑娘气头上，谢柔的话无疑是火上浇油，也不去天香院给王妃请安，直接转身就走了。她不会是去找青阳郡主麻烦了吧？这还用问吗？大明的事。哎呀，那不是庆玉轩掌柜吗？怎么去牡丹院了？谢柔知道庆玉轩掌柜的今天来找他娘所为何事，人家找他娘要补偿来了。想到自己忙了一通，苏唐非但一点事没有，父王和王妃还更信他手里有什么冲洗秘法，要什么给什么。谢柔就恨不得把苏唐大卸8块，剥皮抽筋才好。大嫂是用银针胡乱把大哥扎醒的，等戳穿这事，王府给他的首饰都会收回来。收回来？那些首饰也不会都归我，可我娘的损失却是实实在在的。谢柔没心情赏花，丢下谢薇朝牡丹院走去。
他走得很慢，等他到的时候，庆玉轩掌柜的已经出院门了。看到他过来，也没有和往常一样殷勤陪笑，更没有行礼，冷着脸就走了。我娘怎么了？哎呀，大姑娘，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沁玉轩掌柜的要郡主补沁玉轩15000两，郡主不肯，却也赔了1万两。看你干的蠢事！这么做不都是为了帮娘和二哥出气吗？娘，我知道错了。你给娘省点心，你这不是坑他，你是坑娘。得亏你娘家底厚，不然哪经得起这么赔？一点事就哭，哪像娘生的女儿。娘，我刚刚在花园碰到信王府云二姑娘，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青州冲洗秘法，听都没听说，还说大嫂从信王府药房拿了银针，是用乱针把大哥扎醒过来的。咱们把这事告诉父王和祖母，把那些首饰都拿回来。那么多太医大夫都给你大哥施针过，都没能让他醒过来，世子妃怎么可能办得到？就算瞎猫碰上死耗子，也不可能2回都刚好碰上。云二姑娘不喜世子妃，但云三太太恼我拿云二姑娘的亲事帮赵王府惦记信王府爵位和家产，云二姑娘的话未必是真。难道娘真信大嫂说的冲洗秘法？哼，娘自是不信的。咱们京都也有不少人来自青州，牛必记的工部侍郎在提拔为侍郎之前就在青州任职。那就下帖子请工部侍郎夫人过府一叙。娘，你歇会儿，女儿回去了。姑娘可是想帮郡主把损失拿回来，奴婢有一计。他凑到谢柔耳边低语了几句，谢柔眼前一亮，怒气消去大半。事情办成了，少不了你的赏赐。大姑娘，青阳郡主出事了。谢柔嘴角一勾，心情彻底美好了起来。姑娘，不好了，青阳郡主出事了。她出什么事了？小厨房去街上买糕点的丫鬟说，她回来的路上看到云二姑娘的马车和青阳郡主的马车撞上，云二姑娘没大碍，但青阳郡主撞伤了额头，听说很严重，都见血了。和我走得近了，就一而再的针对她，这是要逼得人家对我退避三舍呀，简直欺人太甚。越不让我和青阳郡主往来，就偏不如他们的意。我的药房什么时候能准备好？就这么迫不及待的给我解毒，然后离开吗？这都哪跟哪，我再急能急得过你吗？世子妃也在呢，药房准备好了。这么快？是大少爷运气好，正好京都有人准备开药铺，在一木匠铺子订了药柜，我多花了点钱，人家就把药柜让于我了。苏唐急着去看，当即抬脚往那边走，陈青跟上。谢百庭黑着脸咳了一声：“爷爷一块儿去看看吧。”就从没见过爷这么矜持又不矜持到底的。办得不错，都是爷的安排，我只是听吩咐办事而已。凑合吧。陈青安排的就不错，到我这里就成凑合了。就算对我有意见，也不用表现得这么明显吧。新婚之夜没圆房，你怀疑我不行是吗？就你新婚之夜还圆房，我把你房子霍成圆的，你都不知道。新婚之夜，要不是我救你，你坟头上都开始长草了。这个，还有这个。哦，这个不要。姑娘，你可不能抓错药啊，会出人命的。放心吧，把你家姑爷治嘎了，我还得给他陪葬，我能干这样的蠢事吗？这话半夏无法反驳，只能安静地站在一旁看自家姑娘取药抓药，再是煎药。姑娘从未做过这些事，她是怎么做到这般娴熟的？这还是我家姑娘吗？姑娘，快到福陵生辰了，她这回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定要让她生辰过得高兴些。哪快了，她下个月才过生辰，还早着呢。你提前10天半个月提醒我就成了。半夏不经意地聊在青州的事，苏唐起初没意识到半夏在试探他，但后来问的都只有他们2个才知道的事，苏唐就反应过来了。问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做什么？莫非怀疑我这个主子被人假冒了？不怪奴婢怀疑啊，姑娘以前根本不会做这些。出嫁当日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许多以前不会不懂的，就像是开了窍一般。不喜欢我现在这样？喜欢极了，喜欢以前的姑娘，更喜欢现在的姑娘。主仆俩一边闲聊一边熬药，差不多时辰了，半夏就去请谢百庭过来。温度正好，宽衣坐进去。还真是养尊处优，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惯的毛病自己脱。娘子似乎记性不大好。谁是你娘子？没外人在，谁许你喊得这么亲昵的？我记性好着呢。那你早上给我车衣打的死结怎么忘记了？死结？他当时不是没看见吗？什么死结？我不知道啊。看谢百庭半天没有解开，苏唐看不下去来帮他，但努力了半天都没成功。谢谢。世子妃客气了，这是我应该。裤子总不用我给你脱吧？你这女人懂不懂什么叫矜持？
哈哈哈哈！我还没试过闭着眼睛给人施针，一会儿我试试。但我先声明啊，扎嘎了我不负责。一个姑娘都不害羞，我一个大男人怕什么？谢百婷手解裤带，吓得苏唐赶紧背过身去。我前世什么阵仗没见过，居然转身了，这可一点也不像我呀！要被笑话是只纸老虎了。快进去泡好，我给你施针。哎，我还以为多梦浪呢，不过是嘴上厉害。确定他在浴桶里，苏唐才转身给谢百婷施针，胳膊、肩膀以及脑袋。3刻钟后，谢百婷从浴桶里起来，等她穿好衣服，陈青和半夏才进来。姑娘，这要扎丢哪去？给我吧。半个时辰不要见风，也不要喝冷水。谢百婷脚步停下，准备待半个时辰再走。我只是提醒你一声，今儿又没有风，放心大胆的走。哼。之前看不进去书，这泡了一通药浴，被捣药声吵着，心反倒静了。那药渣没找大夫看？找了。大夫怎么说？大夫说药浴的方子开得极好。怎么问一句答一句？那方子到底是什么的？大少爷，您还是别问了。如实说。世子妃给您开的方子有强筋健骨、安神助眠的效果，还有什么？还有壮阳。最后一句，陈青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但谢百婷在中毒之前武功很高，耳力好得很，她不仅听见了，还听得很清楚。她一口银牙梅差点直接就咬碎了，眼底窜出来的怒火，看得陈青都吓了一跳。大少爷息怒，世子妃都是为您好。为我好，我好得很，不需要壮阳。你给我泡的药浴到底是做什么用的？走，半夏。姑爷不会打我家姑娘吧？嘿，大少爷还指着世子妃救命呢，世子妃不打大少爷就不错了，嘿嘿。你药浴都泡完了，现在再来问我，是不是问得太迟了些？见过后知后觉的，但没见过反射弧长成这样的。只是给你强身健体用的，你如今的身子根本受不住我连续施针给你逼毒血，这不是早就说过的事吗？除了强身健体，没有别的了？还能有什么别的？苏唐脑子里想了下自己抓的药，想到那几味药，苏唐眼神躲闪了下。你不信任我？给我乱用药，还倒打一耙！新婚之夜没圆房，你怀疑我不行是吗？就你新婚之夜还圆房，我把你房子霍成圆的，你都不知道。新婚之夜，要不是我救你，你坟头上都开始长草了。谢百婷也不和苏唐多废话，她现在只想用实际行动告诉他，她到底需不需要壮阳。谢百婷一把将苏唐抱起，直接朝那边屏风后的床走去。不过就是壮阳，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壮阳何不举隔了10万8千里呢？有必要这么过激吗？是不是男人这种生物，说他们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说他不行。我可以解释。我不是故意给你抓壮阳药的，实在是这方子我之前抓太多回抓顺手了，等我反应过来，药已经混在一起挑不出来了。我想着反正只有好处没坏处，就便宜你了。便宜我，而且还是不甘不愿便宜我的，这女人。我要对你有坏心，就不是给你抓壮阳药，而是直接扎的你不举了。苏唐的话和之前陈青看到的对得上，知他不是故意，但一想到一副药渣就让陈青以为他身子有毛病，谢百婷就怒气难消。我看看，笨手笨脚的。要不是你来质问我，我能让药糊了吗？害我半天白忙活了。走，别待在这里碍我事。姑爷好像很生气，姑爷身子骨不好，不能动怒。姑娘，你别惹他生气。他只要没气、吐血、晕倒，都不是真生气。生气只有大小之分，哪有真假呀？我比他还生气呢，不仅要重新抓药熬药，本来吃晚饭之前能搞定的事，得忙到晚上了。韭菜炒鸡蛋。味道真不错。一顿饭，苏唐是吃嘛嘛香，谢百婷是食不知味。吃完饭又一同起了身，一个去书房，一个去药房，不想同路，偏偏同路。奴婢知道大少爷喜欢看书，但看书太耗心神，大少爷别累坏身子了。又才吃过晚饭，还是让世子妃陪您去花园走走吧。谢百婷敷衍了许妈妈2句，还是进书房看书了。许妈妈也只能劝一劝，她也不能让世子妃拉大少爷去花园溜达。一晚上，捣药声时不时的就传来，谢百婷也不知道苏唐要忙到什么时候去。陈青去问了会，讨了个没去回来。他说什么了？怎么，你家大少爷打地铺还要人陪啊？鉴于之前问药浴的不愉快结果，谢百婷料到苏唐嘴里不会有好话，索性不问了。她放下书，回屋睡觉。世子妃贤惠，怕大少爷打地铺着凉，昨儿就吩咐让被狐狸毛防寒。贤惠，把我睡了10几年的大床霸占了，让人给我准备点狐狸毛，免得受寒就贤惠了。等苏唐忙完，已经月上中天，他揉着酸疼的颈脖子回屋，谢百婷已经在地铺上睡下了。
天大亮，院子里丫鬟婆子已经忙了半天了，迟迟不见房内传来动静。咱们家世子妃很喜欢看书呢。你怎么知道？昨我起夜，已经很晚了，书房灯还亮着，大少爷睡着了，世子妃还在书房看书。世子妃竟然不和大少爷一起睡。男子看书是为做官，姑娘家看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有这时间，该把静默轩管起来啊！放我下去！没我允许，你哪都别想去。大少爷不好了，大姑娘惹怒世子妃，世子妃要回晋王府了。怎么没根据请安就惹出了事？怎么惹怒世子妃的？大姑娘怀疑世子妃冲洗秘法是骗人的。虽然丫鬟只说了一句，但谢百婷就猜到发生了什么事，顿觉得脑壳抽疼。谢百婷当即抬脚往二门处走，苏唐正要迈步出二门，胳膊就被人抓住，他回头就看到谢百婷。拉着我做什么？放开！谢百婷直接打横把苏唐抱了起来。苏唐没想到谢百婷会来这一手，吓得他怕被摔，下意识地搂上谢百婷的脖子，确定谢百婷有这个力气才挣扎。放我下去！没我允许，你哪都别想去。这还是我们身子虚弱的大少爷吗？尽做些坑自己的事，替他解毒，又泡药浴，效果太好了。人家现在都有力气抱着我走这么半截路了。谢百婷的力气抱着苏唐走到花园就撑不住了。快放我下去！一会儿毒发了，你们靖南王府还不知道怎么骂我呢。你管他们做什么，我信不就成了？人言可畏。去告诉老夫人，我只能拦得住世子妃一时，真叫世子妃回了晋王府，还得派人去接。这是怎么了？世子妃发这么大的火？半个时辰前，孙媳给老夫人请安。给老夫人请早安，是府里的规矩，怎么来的这么晚？相公没起，我怕吵醒他，就没敢下床。呵呵，大少爷除了昏迷的日子，一向辰时前就起了，如今娶了世子妃，这起床的习惯都改了。老夫人，相公还需要人伺候，孙媳就先告退了。郡主，工部侍郎夫人来了，快请进来，见见工部侍郎夫人再走也不迟。说来着，工部侍郎夫人和世子妃也算半个同乡了吧？这阵仗感情，这人就是专程为我来的呀。见过老夫人，见过南康郡主，坐下说话吧。前儿在府外碰上，听赵夫人和我说起青州糕点，想着世子妃从小在青州长大，应该喜欢吃，就让赵夫人派人送些来。没想到她这么客气，竟然专程跑一趟。郡主太客气了，靖南王府什么样的糕点没有？愿意尝尝我从青州带来厨娘的手艺，是给我们家老爷面子。我出门的时候，我家老爷说，要是府上太太姑娘吃着喜欢，就不拦着厨娘另谋高就了。把宋说成另谋高就，难怪从青州知府的位置就直接升任工部侍郎了，会做人也会哄人。赵夫人带了6样糕点来，丫鬟分了盘子，端了小盘子到苏唐手边，一样一种，看着就挺好吃。甜而不腻，确实不错。世子妃怎么不吃？郡主和赵夫人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吃腻了青州口味，眼下对京都的糕点更感兴趣。没见过这么不识抬举的。赵夫人随赵侍郎在青州待了3年，应该听说了青州冲洗秘法，知道我靖南王府忧心大少爷的病，也不告诉一声。谢三太太冤枉，我虽然在青州待了3年，但未曾听过什么冲洗秘法。我还特意问了我家老爷和府里从青州带来的丫鬟小厮，没一个听说，许是我们孤陋寡闻了。世子妃不是说青州有人冲洗管用，这事传得沸沸扬扬吗？怎么连赵侍郎和赵夫人都没听说过？那可能是真的孤陋寡闻了。这看我干嘛？这话可不是我先说的，都来拆我台了，我用得着对你客气吗？我大哥成亲醒来，你说有冲洗秘法的事就传遍京都了，在京都的青州人也不少，可没人听说这事。这2日府里都在传我打着冲洗秘法的幌子，要这样那相公劝我别在意，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这会儿看来我没放在心上，但放在心上的人却是真不少。有没有冲洗秘法？冲洗秘法到底管不管用，也不是3、2天就能看出成效的。要是不管用，相公他那些衣服首饰，就算多的把静默轩填满，于我而言也没用。难不成靖南王府是怕我卷包袱跑了？就算我能跑，信王府也跑不了。我爹娘也不会眼皮子浅到为了媚下那点首饰，连信王府爵位都不要带着我这个女儿亡命天涯。我既然嫁给相公，自然一心盼着他好。但士可杀不可辱，靖南王府听钦天监的执意娶我进门冲洗，又质疑我骗人。这靖南王府，我青州小地方来的高攀不起，我自请离去。
半夏，我们回信王府。苏唐大步就走，这脾气冲的把赵夫人都冲懵了。简直胡闹！不过起了几句局语，就闹着要回娘家，拿我靖南王府当什么地方了？首饰是我要的吗？不是。衣服是我要的吗？更不是。这靖南王府从上到下都病得不轻，谢百婷不喜她穿云二姑娘的衣服首饰，靖南王府其他人又嫌弃我要的太多，我是左右受着夹板气，我招谁惹谁了？错不在我，身为靖南王府老夫人，不先训斥南康郡主和谢柔，反倒先训我，这就是靖南王府挽留人的态度。姑奶奶不伺候了，行了吧？你为什么不让我回信王府？我只是不忍心信老王爷再为你劳心，他承受不了太多了。想到信老王爷那一头白发，苏唐也于心不忍，就算信老王爷不疼他，也得顾着信王府的脸面。可我今天本来就要回信王府的，那只能过几日了。过几日再回去，那我昨晚还熬夜制什么药膏？药膏是要给福灵送去的，现在苏唐身边也只有半夏一个信得过的，他希望福灵尽快恢复，也需要他。那药膏我让陈青帮你送去就是。这茶盏不错，你摔吧。谢百婷索性把茶盏都递给苏唐，苏唐一次摔个过瘾。苏唐生气要回信王府的消息一传到王妃耳中，王妃就紧赶慢赶到了静默轩，看着一地的狼藉，都没地下脚了。母妃怎么来了？苏唐才进门去给老夫人请安，你也不知道陪着。你有什么委屈和母妃说，母妃给你做主。指着王妃做主，我还不如指望太阳打西边出来呢。身为正妻，由侧妃掌中馈，就算南康郡主得王爷的心，但好歹她也拿出点正妻的架势来吧。母妃能做什么主？问得漂亮。我去找你父王。你怎么不拦着母妃？为什么要拦？那你扶额做什么？我只是觉得这事根本不需要找父王，母妃大可以直接去松鹤堂。那母妃找父王有用吗？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母妃找父王办事就没有不成功的。这么管用？父王是太夫人一手养大的，他也最听太夫人的话。太夫人坚持要父王娶母妃过门，父王也听了。太夫人咽气的时候，交代父王2件事，其中1件就是护好母妃。若母妃受了委屈找他，他不帮着出头，太夫人会找他算账。就是你要让王妃受委屈，被人欺负，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世子妃，三太太来了，来的还真是快。苏唐用帕子狠狠地揉了揉眼睛，等转身的时候，已经两眼通红，眼底含泪，把谢百婷看得目瞪口呆。怎么气性这么大呢？一点小事就气得要回门，这要传出去，没得叫人笑话。想施压，让我屈服。谢百婷要出言护苏唐，被苏唐用眼神止住，他倒要看看三太太是怎么给他施压的。世子妃是聪明人，咱们偌大一个王府都靠着王爷，南康郡主又是王爷的心劲儿，得罪他对你没好处。今儿工部侍郎夫人来府上送糕点，本是一番好意，结果却因为他孤陋寡闻，闹出这么多的不愉快来。你在外人面前那般不顾及王府脸面，已经犯了家规了。要不是几位婶娘帮着劝，南康郡主都要罚你。听三婶一句劝，别闹了。呵呵，南康郡主要怎么罚我？罚跪佛堂，抄够100遍家规。不顾王府脸面就罚这么轻呢？罚得轻还劝一劝就算了，是你们靖南王府家规形同虚设，还是南康郡主掌家一向这么随意？还是让三婶回答你吧。不知好歹，看来是三婶错了，不该帮你说情。我就没有犯错，何须三婶帮我说情？你当着工部侍郎夫人的面说那么一通话就是错。让我走，我服你们靖南王府了。你们靖南王府大姑娘当着外人的面质疑我没错，我解释就是我的错。说白了，不就是要我承认冲洗秘法是子虚乌有的事吗？既然不认可我的冲洗秘法，我还有留在靖南王府的必要吗？苏唐走得太快，三太太都没反应过来，人已经出了屋了。三太太那张脸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更心下不安。谢百婷好不容易才把苏唐拦下，她帮南康郡主说情，却把人说走了。王爷知道了，绝不会轻饶了她的。走了。平儿不是把你劝住了吗？她给你委屈受了。大少爷是把世子妃劝住了。刚刚三太太去静穆轩，说世子妃犯了家规，不该当着工部侍郎夫人的面说那些话。南康郡主甚至还要罚世子妃。三婶哪是来灭火的，分明是提着油桶来的。父王知道你受委屈了，父王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别人不知道苏唐是怎么给谢百庭冲洗的，王爷一清二楚，因为陈清是王爷给谢百庭的护卫。苏唐不敢，刚刚三婶还说南康郡主是父王的心尖儿，得罪他对我没好处，还说郡主要罚我抄家规，我哪敢让他给我赔礼。三太太追过来，听到苏唐说这话，那是真恨不得把苏唐的嘴缝起来才好。三婶就是和你开个玩笑，瞧你还当真了，是三婶笨嘴拙舌，你就别和三婶一般见识了。你把婷儿脚踩伤了，你快回去看看。你送苏唐回去。王爷大步流星地朝松鹤堂走去。南康郡主他们都在，谁都没走。平常王爷进来，南康郡主都笑脸迎上去，这回他也犯脾气了，坐在那里一脸等着要哄的模样。你和柔儿去给苏唐赔剧不是？王爷，你这是让我去给世子妃赔不是？你既信钦天监的话，冲洗管用，那又质疑冲洗秘法做什么？一句话把南康郡主满肚子的委屈都给堵住了，堵得他心肝脾肺肾都疼。父王让娘给大嫂敬茶，娘也敬了，可大嫂太不知足了，她要玩这个要那个，一看就太假了。她撒谎骗人，把我们晋南王府玩弄于股掌之间，父王也要纵着她吗？你大哥2次吐血昏迷都很快醒来，就足以证明娶她没错，这便够了。好了，郡主可比你和王妃还要疼婷儿。当日要不是她坚持，也不会迎娶世子妃过门。她也就是质疑一下，本意不还是为了婷儿好，只是没想到世子妃脾气这么燥。南康郡主几辈子没觉得这么屈辱过，偏这份屈辱是他自找的。他恼苏唐一家横空出世，坏了他和赵王府的算计，不肯让苏唐一家好过，才逼着信王府要苏唐替嫁冲喜。一来是气不过，二来万一苏红山真的继承了信王府，有个女儿在靖南王府守寡，也得受他南康郡主和赵王府的掣肘。只是算盘打得噼啪响，没料到苏唐冲喜真的有用。现在王爷压根就不觉得我委屈，让我敬茶，让我赔礼都是这么的理所当然。我是关心则乱，一心盼着大少爷好，才这般重视冲洗秘法，唯恐有疏忽记错记漏的地方，为此才向工部侍郎夫人打听，倒叫世子妃误会了，府里下人嘴碎，我已经下了封口令，以后谁要再敢说一句世子妃趁火打劫，一律杖责40大板，然后发卖。苏唐脸色淡淡，对南康郡主的赔礼并不满意。爷，南康郡主给世子妃赔不是了，还罚大姑娘去佛堂抄200遍家规。哼，意料之中的事。哎，世子妃算是把南康郡主得罪死了。这本就是他的目的。得罪南康郡主对世子妃并没有什么好处。她是南康郡主求皇上赐婚才嫁给我的，她怕3个月后我病愈，南康郡主也不放她走。这会儿南康郡主只怕肠子都悔青了，哪用3个月？现在就想赶她出府了。这女人胆大又心细，说话做事步步为营，唯一不理解的就只有上吊自尽这一件事了。可爷根本不会放世子妃离开。你话太多了。嘿嘿，说到爷心坎里去，恼羞成怒了。你下脚也太狠了，刚没差点被你踩飞掉。我还没嫌弃你的脚，硌脚呢。我到底娶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青阳郡主额头伤得很严重，太医都说很难不留疤，那就是留定了。她不想出门，不想被人看见。让我看看你的伤。哎呦，怎么又坐轮椅了？昨儿不是能抱世子妃了吗？娘子太重了，昨天把力气用完了。嫌我重，倒是别抱啊！姥姥的，一会儿泡药浴，非得给这混蛋加点猛料不可。祖母，瞧青阳郡主来府上跟大嫂赔不是，回去的路上和元儿姑娘的马车撞上。我刚刚听说青阳郡主撞得很严重，额头要留疤了。青阳郡主在庆玉轩并非故意撞倒花盆，也没有伤到苏唐。康王爷带他来府上赔礼道歉了。他回去的路上受伤，于情于理，我靖南王府都该派个人去探望一下。原本苏唐去再合适不过的，但他要照顾大少爷，还是让柔儿去吧。谢柔这会儿正在佛堂抄家规，南康郡主这摆明了是替女儿揽差事免责罚。相公这2日气色不错，我去康王府一趟，很快就回来，不会耽误太多时间。那就苏唐去吧。母妃一直不得空去探望康王妃，去问问母妃要不要和你一块去。苏唐就和老夫人扶身，推着谢百庭告退。苏唐和谢百庭到天香院的时候，王妃已经让你妈妈备好了探望礼，准备去康王府了。母妃去就成了，今儿天气不错，你留下陪婷儿在府里转转。娘子在京都朋友不多，青阳郡主是唯一一个，还是让她和母妃一块去吧。那行吧。母妃稍稍等我一会儿，我回去拿点东西。
虽然王妃备了探望礼，但姑娘空着手去不好看，要带些什么呢？虽然姑娘调制了药膏，但人家是康王府郡主，不缺药膏用。给我做什么？我是让你买下来。我买它做什么？这套头饰是云儿姑娘从青阳郡主手里抢到手的，既然送礼，自然投其所好了。你要不买下来，我就把它送给青阳郡主了。随便。你确定不买下来？1000两，我勉为其难收了。1000两，就算送当铺，这也能当2000两了好吗？做人心不要太黑。是你给我1000两。这私心已经黑成炭了吧？不让我戴这套首饰，还要倒贴1000两，大白天的想什么美事呢？就送这套了。母妃可是有什么想问我的？你要不想回答便算了。母妃只是想问问婷儿，在沁玉轩晕倒怎么那么快就醒了过来了？这1年来，婷儿只要晕倒，不论是真还是服药，至少要大半天才会醒来。唉，倒不是不能如实告诉王妃，只是王府里南康郡主只手遮天，难保王妃身边没有南康郡主的人。我会医术的事，越少人知道越好。相公不让说，要不母妃直接问相公吧。嘿嘿，好，母妃不问了，只要婷儿好便够了。见过靖南王妃。刘太医，康王妃情况如何？先去看看吧，我相信康王妃是个有福之人，会好起来的。把门窗打开通通风。王妃走上前，要不是知道这是康王妃住的屋子，她来过不少回，单看着靠在床上的臃肿夫人，王妃绝技认不出那是康王妃。慧心，你怎么来了？也不怕我过病气给你？这位莫不就是婷儿新娶进门的世子妃？哎呀，青阳在靖南王府外和云儿姑娘的马车撞上，我来看你，顺带看看她。堂儿过意不去，跟着一块儿来了。青阳出事，我才知道王爷带她去靖南王府了。万幸世子妃和婷儿都没事，不然我怎么对得起你？说什么呢？青阳又不是故意的，你养好身子才是正经。堂儿，你随丫鬟去看青阳郡主吧。青阳郡主额头伤得很严重，太医都说很难不留疤，那就是留定了。她不想出门，不想被人看见。让我看看你的伤。放心吧，不会留疤的。我不是宽慰你，我是说真的，你用这个药膏，要是留疤，你找我。你这点小伤和我相公比根本不叫事，我都能把他从阎王爷手里拉回来，何况是你了？我有几句话单独和你说。你们先下去吧。这药膏是我亲手调制的，还有你母妃的病，我有70%的把握能医治。青阳郡主目瞪口呆，一起惊呆的还有半夏。姑娘都没给康王妃把脉啊，她就敢说有70%把握能治康王妃，70%把握已经是很大的把握了。太医要有3、4成把握，都不会叹息成那个样子了。你，谢大少爷昏迷是你就醒的。我会医术的事，王妃并不知道。一会儿你支开他，只要能治好母妃，让我做什么都行。都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面了，你还不让我多说几句？别说丧气话，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看到青阳郡主，康王妃愣住了。她自打受伤回府就没出过门，这2日是怎么派丫鬟去叫都不来。苏唐去了一回就肯出门了。让母妃看看你额上的伤。刚刚苏唐姐姐送了我一点药膏，说用了不会留疤，母妃别担心。青阳能不能求王妃一件事？什么事？母妃病了，没法指导我针线活了。她总夸王妃手灵巧，您难得来一趟，能不能指导我一下？平常没见你这么用心，靖南王妃难得来陪母妃说话，你还要她指导你？就一下下，女儿又不笨，一学就通了。哪有这么夸自己的？没事，我去看看。我看看您的腿。不等康王妃说话，苏唐已经把被子掀开了，捏了捏康王妃双腿浮肿情况。康王妃一脸错愕，这才反应过来女儿的不懂事是为了支开王妃。哎，我从来不信冲洗会有用，但这回确确实实，婷儿娶了苏唐，情况大有好转。要不让康王爷找擎天剑给你算算，还有江湖术士，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试试吧。这哪里是冲洗管用，分明是世子妃会医术。我去看王妃教青阳郡主怎么绣兰花。我看还是等康王妃身子好了，你再去靖南王府和母妃请教吧。娘子这么问，是准备自首，还是要为夫大义灭亲，送你去蹲大牢？你就直说，到底帮不帮我？帮。苏姐姐，我母亲的病你能治吗？
我一会儿把方子写下来，另外还要配合时针，我没法常来，只能找个大夫帮忙了。另外就是药方，我的方子一般大夫可能看不懂，你只管信我。青阳郡主连连点头，领着苏唐去开方子。这是你那1000两，我不能白收，这是我给你的回礼。你先看看，再拒绝不迟。哇，可还喜欢？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康王府又请了2位大夫进府，京都大大小小的大夫，只要会看病的都来过康王府了，但都是老样子。大夫看后直摇头，康王爷面如死灰。我这里有张方子，你们看看能不能治我母妃的病。这是哪个庸医开的方子？连最起码的18反19味都不知道，甘草反干碎，乌头反半夏，这就是张庸医开的害人方子。这方子是万万不能给康王妃用的，江湖郎中的方子还是少信为好，治不了病不说，反会害人。青阳，你从哪个江湖郎中拿来的方子？母妃，我试试吧。胡闹，大夫都说不能用的方子，怎么能试？父王，给我方子的人说了，这药方一般大夫看不懂，要不您把方子送去给赵院正，让他看看行不行？哎，父王就依你这回。康王爷让侍卫送药方进宫询问赵院正。大少爷呢？大少爷在书房。世子妃和大少爷感情真好，出门回来头一件就是问大少爷，真是一刻都舍不得分离呢。姑娘不去书房吗？去书房做什么？坐马车累死了，歇会儿。这熏香不好闻，换上早上送来的。哎，怎么不见了？世子妃去康王府这段时间，有人进过屋子吗？可是丢了什么东西？早上送来的熏香不见了。早上熏香送错了，那是给老夫人准备的熏香，错送到世子妃这里来了。绣房又派人来拿走了。给老夫人的熏香也能错送到我这里来，靖南王府下人办事未免也太马虎了些吧？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和世子妃说。许妈妈直说就是。今您和半夏都不在，大少爷又去了花园。绣房来举熏香时，屋子里没人，您的丫鬟春桃进来拿的熏香。我进屋的时候，她正翻您的梳妆台。许妈妈不想管苏唐陪嫁的事，但她知道又不能不说，万一出点什么事，她可担待不起，哪怕落世子妃面子，她也得照实说。厨房还有点事，我就先去忙了。春桃鬼鬼祟祟是要做什么？难道是要帮云儿姑娘偷姑娘的首饰？偷首饰不至于，但这一切只是巧合吗？我也不信。苏唐把梳妆匣一一打开，首饰摆满桌子，最后在梳妆匣的暗格里翻出来2张1万两的银票。这可是2万两啊！我1个月月钱才不过2两，我伺候姑娘十辈子都没有这么多钱啊！这银票是真的吗？如果春桃进屋翻梳妆匣，有南康郡主在背后相助，那极可能是冲着信王府给我的陪嫁银票来的。啊，是不是上次沁玉轩让南康郡主栽了跟头？南康郡主这是想羊毛出在羊身上，让春桃换走真银票，回头我们不知情拿假银票买东西，不止丢脸还犯法。心机之深沉啊，手段之毒辣，也不知道王爷是瞎了那只眼，满心满眼都是他。苏唐对银票看了又看，他没见过真银票，手上这2张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也分不出来。你是打算让我把信王府给你的那些陪嫁首饰都收了？再说这样气死人的话，信不信姑奶奶赔你1脸？帮我看看这银票是真的还是假的？信王府给你的陪嫁不至于是假的，我怕被人调包了。是真的。真的就好，能给我弄2张假的吗？这是犯法的行为。还挺遵纪守法的呀，不知道你们这里无证行医是不是也违法？娘子这么问，是准备自首，还是要为夫大义灭亲，送你去蹲大牢？你就直说，到底帮不帮我？帮。混蛋，早答应不就成了，非要发火才好说话，有毛病！哼！王妃，您怎么来了？大少爷世子妃歇下了。歇下了。婷儿并没有午睡的习惯啊。婷儿也真是的，这还是大白天就。王妃刚刚来探望大少爷，我怕他进来，就说您和世子妃睡下了。啊？你要谋害亲夫啊？世子妃息怒，我不是故意让王妃误会的。我知道，被王妃撞破，我会医术和误会。我与谢百庭白日宣淫中，还是被王妃误会些好。经此一事，王妃应该不会再来书房小院了。下午的时候，赵院正和护卫一起来了康王府。赵院正怎么来了？那药方是不是张庸医方子？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这药方我看的也不是很懂，但直觉告诉我是张奇方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能治好内子的病吗？照方服用，只有2个结果，要么活，要么死。这药方不知道是谁开了吗？王爷，我信这是张奇方。青阳郡主把另外一张是真的方子递给赵元正，赵元正看后对比2张药方的笔记，确认是出自一人之手。能把失真走穴写得这么细致，开方子的人医术不在我之下。苏唐的医术比赵元正还要高，不过要是苏唐的医术比赵元正差，他就救不了谢大少爷了。康王府管事的拿方子去抓药，煎了送来给康王妃服下。没多久，康王妃就吐得天昏地暗，别说早上吃的粥了，昨儿晚上吃的都给吐了。怎么我母妃吐得这么惨？补吐倒也是排湿气的一种，只是一副药也看不出效果来。这是让继续服用的意思，我不同意，赶紧换方子。没事，继续用。这是王妃亲自熬了，让丫鬟送来的，放了不少滋补的药材。大少爷世子妃多喝些，不要辜负王妃的一番心意。大晚上的吃的这么补，身子骨怎么架得住啊？但王妃一番心意，确实不好辜负。够了，够了，不能再喝了。再好的东西也不能贪多呀，吃的时辰不对，蜜糖也能成砒霜。苏唐实在不肯再吃，许妈妈就盯上了谢百婷，不仅又盛了碗鸡汤，2只鸡腿也都放在了谢百婷碗里。看谢百婷生无可恋的把2只鸡腿都吃光，许妈妈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还好没让你把整只鸡都吃光。你还笑？我不笑，难道你想看着我对着你哭啊？现在啊，这女人的伶牙俐齿，生平仅见啊！一会儿吃完饭多去花园走2圈。你不去花园？要去的是你，我又不用。药浴已经够补了，在那2碗加了那么多料的鸡汤下去，你晚上别想睡了。虽然身体虚，但再虚也是男人啊。那你怎么不阻拦我？我觉得我这年纪不应该懂那么多。就算病治好了，也要被他气死。哼！补过头了，真的没事吗？嘿，倒也不至于到那程度。你要干嘛？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说我要干嘛？我帮你放血降降火吧。不必，现在知道求饶了，晚了。确实用不着了。要不要帮忙？不用，你要是真心想帮忙，就没这么多事了。你身子骨比我想的要好得多，也泡了几天药浴了，正好我给你再逼回毒血。衣服脱了躺好，我去拿银针。一逼毒就是2刻钟，苏唐累得够呛，谢百婷就更惨了，毒血才放到一半，人就晕了过去，在小榻上过的夜。翌日醒来，苏唐疲倦尽消，谢百婷虽然人醒了，但头晕乎乎的，几乎站不住，缓了半天才略微恢复了一点。苏唐就不让他陪着去松鹤堂请安了。婷儿怎么没陪你一起来？昨儿那鸡汤相公补过头了，晚上流了不少鼻血，我就没让他陪我来了。是母妃好心办坏事了，婷儿没大碍吧？母妃别担心，相公没大碍，就是他不忍心母妃亲自熬的鸡汤浪费了，才多喝了些。哎，我这死心眼的儿子，以后还是不给儿子炖什么鸡汤了。大嫂，昨儿你去康王府，康王妃还好吧？哎，情况不太好。那就是真的了。什么真的？哎，听说昨儿康王妃吐惨了，半夜人吐晕了过去，大半夜的还把赵院正请了去，怕是凶多吉少了。母妃别担心，母妃别担心，康王妃吉人自有天相，呕吐并非都是坏事，许是药方子起作用了呢。嘿嘿，咱们家世子妃就是会宽慰人。昨儿你去康王府探望了青阳郡主，就直接回府了吗？青阳郡主和云儿姑娘的马车相撞，青阳郡主伤得那么重，云儿姑娘只怕也难免受伤。你去探望了青阳郡主，却不回信王府看看。昨天春桃被许妈妈撞见，错失良机，今儿又准备把我支去信王府呢。这么费尽心思，不成全她，都对不起她。这么关心云儿姑娘，怎么会不去呢？信王府为了相公冲喜，是操碎了心，只是我不敢离开相公太久，再加上信王府也没给我报信说云儿姑娘伤得重，我便打算今儿再回去。康王府送的血参，我看大少爷身子虚弱，虚不受补，还是不要吃为好。当初百庭遇刺，若不是信王府云大少爷及时发现，只怕他救命丧寿猎场了。如今云大少爷生死未卜，大少爷理应尽些小心，那支血参就送去给云三老爷补身子吧。
这南康郡主上辈子莫不是个算盘，打得那么响，动动嘴皮就想拿我手里的血参卖信王府3房人情，想太多。如何报答那是谢百庭的事，还轮不到他来安排吧？他又不是谢百庭的亲爹亲娘了。王府还有差不多的血参吗？你舍不得？不是舍不得，昨儿回来我就把血参切了，如今血参只剩半根了，既是送礼，送半根实在不像话。你给婷儿吃血参了？要是还吃了血参，那流鼻血就不一定是鸡汤吃出来的火气了。我家的那些药材加起来也比不上血参一根参须的威力。没给相公吃，我听说人参酒不错，想着没准对相公的病有帮助，就切了半支泡酒。你拿血参泡酒？你竟然拿血参泡酒？你可知道血参有多珍贵，有多难得吗？你就这样泡酒了？我知道血参珍贵，泡之前我问相公了，相公说连康王府都有，咱们靖南王府肯定少不了，让我放心大胆的泡，还是我自己舍不得，只泡了半支。可怜谢百庭人在屋子坐，锅从天边来。王妃已经想象出来自家儿子歪在轮椅上一本正经吹牛的样子。难道靖南王府没有吗？没有，相公骗我呀，也不知道信王府有没有，那我把剩下半支送去。送半支实在不像话，严三老爷也未必能吃，还是从库房选支人参送去吧。就是再珍贵的东西，送吃过的用过的难免被人视为羞辱，不如不送，剩下半支可别浪费了。我一定收好，要是人参酒管用，我就再接着泡。既然要回门，苏唐就起身告退了。他前脚回静默轩，后脚人参就送来了。我回门，午饭应该不回来吃了。我陪你一起去。他陪着去干嘛？行吧，人家要去看心上人，也不能拦着，只要别让我没面子就成。我不会每次回信王府你都陪着吧？每次我不敢保证，但只要我有时间，我都陪你回去。你这是什么表情啊？还能是什么表情？自然是感动了。这要是感动，我就把感动2个字吃下去。马车敢稳一点。我赶马车一向很稳啊，上回那是出了意外，哪能次次都不凑巧，车轮子从石头上滚过去。陈清打起12分精神，不一会马车很平稳的在信王府前停下。这回够平稳了吧？我这马车赶得还不够好吗？也几时变得这么挑剔难伺候了啊？我不过是回个门，一个个这么诧异做什么？莫不是我不该回来？我们只是觉得不凑巧。刚刚二姑娘坐马车去康王府探望青阳郡主去了，姑娘姑爷难得回来，我们在想要不要去把二姑娘先叫回来。太好了吧，今天绝对是个出门的黄道吉日，就是某男会不会后悔陪我走这一遭？不必。有时候说反话，别人未必听得出来。谢百庭暗咬了下牙，握着苏唐的手加重2分力道，疼得苏唐额头打颤。你握疼我了？疼才好呢。我陪你回门，为什么总觉得我是来看别人的呢？我要真想看谁，用得着这么费劲吗？哦，刚刚爷说的是反话啊。爷喜欢世子妃，直说不行吗？都成亲了，不管世子妃心在哪儿，至少人现在还是他的，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吗？怎么今儿回来了？云二姑娘和青阳郡主马车撞上，我昨儿去探望了青阳郡主，今儿回来看云二姑娘的，就是回来的不巧，她出府了。小婿见过岳母大人。娘皱眉做什么？娘只是有些奇怪，姑爷比上回见气色差了些，但精神更好了。岳母大人明鉴，小婿病情这些日子确实有所好转，都是娘子冲喜的功劳。冲喜能有什么功劳？不过是忽悠人的罢了。到底怎么回事？娘问什么？冲喜秘法呀。骗人的呀，是相公骗人的，不是女儿。不是堂儿骗人的就好，好端端的靖南王府大少爷打着女儿的幌子骗人做什么？身后谢百庭皱眉，他是习武之人，耳聪目明。苏唐和许氏的谈话，就算声音再小，他也听得见，除非他刻意不听。堂儿，你和娘来，一会儿别在老王妃面前提二姑娘和青阳郡主的事。为何不能说？二姑娘打着出府散心的幌子去了靖南王府，还指使小厮撞康王府的马车，把青阳郡主撞得头破血流。老王爷知道后，气得犯病了。老王妃也为这事气了整整2天了。哼，原来信王府知道呀。娘知道你受委屈了，就算给你爹一个面子，给信王府留点脸。都这么说了，能不答应吗？果然嫁了人就懂事了不少。老王妃，堂儿回来看您了。
堂儿回来了，听说你们在庆玉轩差点被砸伤，可吓死祖母了，万幸都没事。让祖母担心了。哎，府里事多，你娘忙的都走不开，都没去靖南王府看你们。我陪娘子回来也一样。三叔身子骨可好些了？我和娘子去看看他。慧慧，你就陪姑爷去吧，一会儿再来陪祖母说话。我脸皮没你想的厚，习惯就好了。这又不是什么好事。这么喜欢牵姑娘的手，看来以前没少牵云儿姑娘的手了。男女7岁不同席，我哪来机会牵人家姑娘的手？那7岁之前呢？7岁之前连门都难出，吃醋了？吃醋？吃你个大头鬼还差不多。我还想谁给你养成的恶习，让你找谁去呢？我真想掐死你。我回门应该多和我娘待在一处说说话，谢百婷却要带我来探望云三老爷。谢百婷在狩猎场遇刺，是云大少爷救的她。你不会是想我救云三老爷吧？你觉得我有这么大度吗？人家女儿恨不得饮我的血淡我的肉，还指着我救人家的爹，脑子秀逗了吗？谢百婷知道苏唐没那么好说话，但她要比她想的还要善良。但云三老爷的命还关系着苏红山能不能继承信王府，让苏唐救云三老爷，确实太为难苏唐了。只是云逸救过他的命，他不能明知道苏唐可能能救云三老爷却什么都不做，他会一辈子心愧难安。10万两？什么10万两？治好云三老爷，我给你10万两。你还真是财大气粗啊！呵呵，让我救云三老爷都给我10万两了，我救你一命，你打算给我多少钱？你救我不是不要钱吗？我改主意了，不行吗？确定不要休书了？我不能都要吗？没见过这么贪心的，既要休书还要我的钱，怎么不连我人一块要了？命没了，再多的钱也没用。你就说10万两愿不愿意救人吧？救了你，你的钱就已经是我的了，你哪来10万两？这女人脑袋瓜到底是怎么长的？就凭她的医术，她这辈子都不会缺钱，只怕人家想把钱送到她跟前都没有这个机会。你给我站住！这云二姑娘不是去康王府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还以为能避开她呢，结果还是碰上了。百婷哥哥来了，你来探望我爹，我欢迎，但是他不行。可惜了，人家女儿不愿意。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作为大夫有救无类，我不是铁石心肠的人，能做到见死不救。何况我娘说过信王府有仇敌的事，但我也得尊重家属的意愿，不是？他们一家抢我大哥的爵位，我爹已经病得那么严重了，我怕我爹见到他会气死过去。不要把你爹想得这么狭隘，接回岳父一家的是老王爷老王妃，难道他们不盼着你爹好吗？白婷哥哥，你以前从来不吼我的，都是你。嘿嘿，你要真带我见了云三老爷，他指不定会和我拼命，把云三老爷气出好歹来的罪名，我也担待不起。人你自己见吧，我先走了。跑这么急做什么？姑娘给茯苓的药膏被二姑娘给抢了。姑娘给你的药膏，你为什么不用？难道你还想留着，等下回断腿再用吗？姑娘为了调制药膏，都没午睡，晚上还熬了夜。我不是故意骂你的，我就是生气。姑娘的药膏还有许多，你别舍不得用。可姑娘并没有给我送药膏来啊。怎么可能呢？姑娘让顾夜的护卫送来的呀。真的没有。半夏知道茯苓不会骗他，把陈青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真的把药膏送到了，爷还指着世子妃救命，我敢不把世子妃的话当回事吗？借我几颗胆子我也不敢啊！再说了，治断腿的药膏我要了也没用，我还能留着那药膏等自己哪天断腿用吗？这不是吃饱了没事咒自己？可药膏没到茯苓手里啊。陈青解释不清，干脆带半夏去问李管事，问了一通才知道药膏被送到云二姑娘手里了。好歹也是信王府上嫡出的姑娘，怎么这么喜欢抢人东西，这么的讨人厌呢？我说要亲自送吧，你信誓旦旦说没事，结果呢？你当真抢了他丫鬟治断腿的药？那不是百婷哥哥你送给我的药膏吗？我把药膏送到的时候，一再声明是给世子妃的丫鬟用的，不知道信王府下人怎么就送错了。陈青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不放心，多说了一遍，信王府接药膏的下人才想歪了。竟然是给丫鬟的药，还是治断腿的药？把药膏给我。许氏扶着信老王妃来看云三老爷，进院子就听到这事，气得浑身颤抖。老王妃保重身子，还不赶紧去把药膏拿来？你不是去康王府赔礼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青阳郡主去靖南王府找苏唐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就先回府了。
堂儿回门了，青阳郡主见不到他，自然就回康王府了，还处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去！今儿不求得青阳郡主原谅，就别回来了。是祖母没管教好他，叫你受气了。习惯了。要没问题，我们去找福林。那姑爷怎么办？让他哪凉快哪待着去。姑娘，姑爷跟出来了。他出来做什么？我不去看云三老爷，他就不准备去看了吗？怎么，现在还想我帮你救人？湖边凉快，我去吹吹风。这姑爷也太听话了吧！湖边风大，万一姑爷着凉了就不好了。我拿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去的吗？没有，那不就结了？苏唐没搭理谢百庭，从另外一条路往明月院走去。福林在翘首以盼，看到苏唐和半夏一起进来，眼眶就红了起来。药膏拿回来了。你我主仆这么见外做什么？早日把腿伤养好，我接你去靖南王府。气色比上回见好了不少。苏唐检查了福林的腿伤，亲自上了药，又问了问苏红山和许氏在信王府的情况。老爷和夫人都很忧心信老王爷的病。娘，你瞪女儿做什么？娘真该好好向你讨教一下，是怎么管教夫婿的。让姑爷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他还就真去了，还不快去哄哄人家，没得叫人笑话。爷，世子妃过来哄你了，走了，免得我这个外人在，世子妃放不开，嘿嘿。还真是会选位置。走了。这世子妃哄人哄的也太生硬了吧？你就是这么哄人的？多大人了还要哄？更应该生气的人不是我吗？轮得到你生气吗？看我恶心不死你！行，别喊了，我走。你知道我要喊什么吗？你自己都喊不出口的话，我耳朵能受得了吗？这回默契怪好的，我娘让我们去给信老王爷请安。还是抬不起来吗？你就是如实告诉我，我这胳膊是不是废了？我也不知道原因，但不至于这么严重。我给您施针看看。连云三老爷都让我去医治了，怎么信老王爷他反倒不吭一声了？别是担心被我敲诈10万两。老王爷胳膊怎么了？半年前，老王爷胳膊突然不能抬起来了，到现在也没治好。赵元正已经在给信老王爷施针了。苏唐上前看了几眼。你要害怕就先出去，一会儿就好。语气慈爱，就是祖父对疼爱孙女儿的态度。苏唐心下动容，走到谢百庭身边。你是认真的？我会砸自己招牌吗？如果施针效果一般的话，赵院正一会儿不妨往老王爷调口穴扎一针试试。我堂堂太医院院正被一个久病不愈的人指点医术，但调口这穴位谢大少爷倒是没说错，就是位置距离胳膊有点远。那就听他的，扎一针试试。哎呀，我肩膀疼，给我扎腿，能有效果吗？你看，谢大少爷还懂医术。碰到个脾气古怪的大夫，想起老王爷的病，就问了他几句，这办法是他教的。你脾气才古怪呢。老王爷胳膊久治不愈，没想到只一针就能好。我学艺不精，枉为院正，叫老王爷多吃这么多苦头。赵院正收拾要箱子退下，信老王爷动着胳膊走去内堂。彼时丫鬟正向信老王妃禀告信老王爷胳膊被一针就扎好的事，传得神乎其神。胳膊真的好了，这还能有假？真的是一针治好的。这回是托了百庭的福。那大夫都没给老王爷把脉就能断症开方子，医术必然不一般，能不能请进府来？百庭连我胳膊疼这么点小毛病都记着，要是能请进府，能不请进来吗？就算那大夫脾气再古怪，我和老爷多去请几次，总能用诚心感动他，不管有没有用，总要把人请进府给三老爷看看。岳父岳母大人很关心云三老爷，执意给你娶妻冲喜的南康郡主，当真有那么关心你吗？说说而已，不必当真。一有那大夫的下落，我就告知岳母大人。咦，别动！还以为你是个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呢。还有怕死吗？你把我最喜欢的头饰送给青阳郡主，你是什么意思？信王府给我的陪嫁就是我的东西了，我想送给谁就送给谁，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你就是故意的，你要不要脸？那些都是我的东西。闭嘴！嘿嘿，让他闭嘴做什么？他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就是了。你再说一遍，你要认定那些陪嫁现在还是你的，我立刻马上让人一件不落的都给你送回来。你
十里红妆，出嫁的时候风光无限，抬回来那阵仗也惹眼。既然你不要脸，那就让大家好好看看你云儿姑娘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哼，现在给你机会拿回那些陪嫁，你不要，以后就别再让我听到半个字。丢下这一句，苏唐回头朝谢百庭伸出了手，这是苏唐第一次主动向谢百庭伸手。哼，这摆明了是要利用我气人。你就不能管管她吗？她是你堂妹，你做堂姐的都管不了，我这个堂姐夫能管吗？你算他哪门子姐夫？你是我靖南王府八抬大轿迎回的世子妃，不能因为我没和你圆房，就不算是他姐夫了吧？我是这个意思吗？他再找我茬，我不会心慈手软了。想忽悠我，没门！如果娘子有一点心慈手软，为夫希望你都放在自己相公身上。我不是故意的，惹你的是他，又不是我。你们是一伙的。我是你相公，到哪里一伙的都是我们俩。世子妃和大少爷生气实在太有趣了，哈哈哈！来的时候，大少爷叮嘱我好好赶马车，一定要好好表现，让大少爷满意。嘿嘿，正好前面有个坑，驾！哎呀，世子妃，您没事吧？我没事。我有事。爷能有什么事啊？在世子妃跟前还装上瘾了？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砸的你流鼻血的。不是吧？爷被砸得流鼻血了？你赶的好马车，做下人真是太难了。你瞪陈青做什么？我不是故意的，他就更不是了。哦，世子妃还帮我求情，多好的世子妃呀！你额头没事吧？能没事吗？都把你鼻子砸出血。我没事，我给你止鼻血。不好失真，苏唐抬手给谢百庭捏鼻子上的穴位，他的手微凉，捏在鼻子处，一股异样的感觉传遍全身。走吧。你做什么？我不放心你们俩，我不想鼻子毁在你们俩手里。啧，爷是真不要脸，想抱世子妃你倒是直说啊，居然还倒打一耙。咦？别动！还以为你是个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呢。还有怕死吗？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又上火了？没有了。上午世子妃和大少爷回门，你们走后没多会儿，康王府青阳郡主就来了。知道了。王妃让世子妃你回门后去他那儿一趟。好的。怎么还流鼻血？药劲还没过去吗？母妃给你请个大夫进府看看。太丢人了。是身子骨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当然是面子。这厮太欠揍了。母妃别担心，相公这回流鼻血是撞出来的，他不小心撞马车上了。都能撞马车上，确实丢人。母妃找我有事吗？青阳郡主说你是福星，母妃看也是。可是康王妃有所好转了。康王妃昨吐了5、6回，人都吐晕了过去，大半夜还请赵院正进府，什么都没做，结果今儿一早康王妃人瘦了1圈，病情大有好转。青阳郡主高兴，说都是托你的福，你昨送了他一套昂贵首饰，他特意给你送回里来，只是不巧碰到你回门了。我特意问了青天剑，青天剑说信老王爷新接回来的孙女儿福气在云儿姑娘之上，不仅不是守寡的命，而且旺夫，走到哪儿旺到哪儿，她是婷儿活下去唯一的希望。没想到南康郡主还说对了，苏唐真是走到哪儿旺到哪儿的命格。是康王妃福大命大。累了半天了，回去歇着吧，改日你再陪母妃去康王府探望康王妃。是母妃。世子妃你们不在的时候，春桃那丫鬟又进屋了。好，我知道了。帮我看看春桃趁我们不在换的银票。你的计划又落空了，这几张假银票都出自一人之手，虽然造的能以假乱真了，但假的就是假的，骗过南康郡主的可能性不大。骗不过就骗不过，他折腾这么一通，结果什么便宜都没占到，够他气半天了。我只要不吃亏就成了。那这2张假银票怎么处理？万一混到真银票里，就分不清了。放回去吧，没准哪天能用上。绝对是有人在骂我。该死的苏唐，都是因为你，200遍家规，就我这速度，也要在佛堂待上5、6天。姑娘是成了。哼哼，要送去给郡主吗？送给我娘做什么？人家欺负我，她都不帮我。不是郡主不帮，实在是帮不了啊。家规抄的怎么样了？奴婢找人照着郡主的笔记抄了100来篇，算上郡主抄的也差不多了。好，
姑娘，您这是要去哪儿？出府。才受罚过，现在出府不合适啊。上回我出府给他买手镯，没挑到合适的就赶紧回府了，我不得赶紧去买了赔他，迟了以为我想拖着不赔了。掌柜的怒气好不容易消了一点，靖南王府大姑娘又来了，摘星驾到啊！哟，大姑娘来了。谢柔一般都在2楼调首饰，但这回揣着1万两银票就直奔3楼了，绕着柜台转了2圈，就挑了3套头饰，外加几只玉簪。姑娘，今儿就挑到这里吧，回头等沁玉轩上新了，咱们再来不迟。行吧，就这几样吧。总共9200两，找您800两。谢柔离开，小伙计把1万两银票送到内院，这么大的数额不敢直接放在柜台，刚把银票送到掌柜手里，掌柜就发现了异样。这手感不对劲啊！我看看，欺人太甚！谢大姑娘害沁玉轩死明折立，南康郡主只肯赔1万两，沁玉轩忌惮靖南王，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倒好，只赔1万两，还想用假银票把1万两套回去，真当我们沁玉轩是你捏的好欺负了？你哪来那么多钱？他害娘赔了沁玉轩1万两，我当然要想方设法的把损失拿回来了。你胆子可真肥，拿了银票也不知道给娘，就这么花掉，这般招摇，府里一堆人盯着呢。只要娘替我兜着，父王都没辙，其他人女儿才不在乎呢。郡主，沁玉轩大掌柜的求见。又是何事？让他在正堂等我。哈哈哈哈，笑死我了。有什么事值得你这么高兴的？你不是笃定我的计划会失败吗？没准结果会比我料想的还要成功。这么拙劣的计划都能成功，苏唐是天生就克南康郡主吗？大掌柜来我靖南王府做什么？这1万两，我沁玉轩不能收。大掌柜几时有这觉悟了？我知道靖南王手握重兵，在朝堂上说1不2，但我沁玉轩也不是好欺负的。上回的事，我沁玉轩认栽了还不够，郡主还让大姑娘拿1张1万两的假银票去我沁玉轩买首饰，就欺人太甚了。什么假银票？欺人太甚的是你们沁玉轩。哼，就算靖南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真把人逼急了，郡主你讨不了便宜。我相信沁玉轩大掌柜不至于为区区1万两污蔑你。南康郡主当着沁玉轩大掌柜的面问谢柔拿银票的经过，这是把沁玉轩大掌柜当自己人，谢柔也不隐瞒，一五一十的说清楚。这是靖南王府家事，我一个外人不便智慧。既然郡主不是故意，那些首饰我要悉数带回。爸娘，那么多大家闺秀看到女儿挑首饰，要是现在全还回去，女儿丢不起这个人，我会被人笑死的。南康郡主自然知道这是有多丢人了，可她已经赔了沁玉轩1万两，再买1万两的首饰，便是她也吃不消。可看着谢柔一脸委屈，南康郡主就心软了，让丫鬟去拿1万两来。你让丫鬟拿假银票换真银票，怎么换回来的还是假的？女儿不知道了。下手偷银票的是云二姑娘的丫鬟春桃，云二姑娘舍得把真银票给你吗？没准人家食言了，快去静默轩找春桃，真银票可能还没送出府。什么事跑这么急？姑娘，你的计划可能成功了。奴婢刚刚去小厨房沏茶，听小厨房的丫鬟在议论大姑娘出了佛堂，就直奔沁玉轩，一口气买了9000多两头饰，用那1万两假银票买的。大姑娘前脚回府，后脚沁玉轩，大掌柜就来了。奴婢端茶回来，碰到了春桃，她笑容满面，理都不理我。结果一小丫鬟凑到她耳边嘀咕了2句，春桃就变了脸，然后就火急火燎的出去了。谢百婷都笃定会失败的计划，是怎么又成功了？我捋一捋，那假银票是瞒不过南康郡主的眼，但谢柔吉可能压根就没见过真的1两银票，然后就拿去沁玉轩花了。沁玉轩也不敢直接揭穿靖南王府大姑娘用假银票结账的事，然后登门找南康郡主。找春桃去应该是怀疑银票拿错了，再不就是被黑吃黑了。哈哈哈哈，笑死我了。有什么事值得你这么高兴的？你不是笃定我的计划会失败吗？没准结果会比我料想的还要成功。这么拙劣的计划都能成功，苏唐是天生就克南康郡主吗？2万两，一人1万两，这是事先说好的啊。云二姑娘的那1万两，在我把银票交给碧兰之前，就已经派人送回信王府了。你没有骗我，奴婢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骗您和郡主啊。是不是偷换的时候拿错了？当时我确实比对了几张银票，看着都一模一样，不会真是对比的时候弄混了吧？应该不会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点小事都办不好。云二姑娘当初是怎么挑的陪嫁丫鬟？
娘，现在怎么办？是不是这丫鬟把事办砸了？找机会看一眼苏唐手里的银票就知道了。许妈妈怎么来了？好险，差点让许妈妈看到大少爷在泡药浴了。王妃让世子妃去她那儿一趟，丫鬟敲了书房门，半天也没人应，不敢擅入，我就亲自来了。世子妃可在？我这会儿正忙，要一会儿才能去王妃那儿。许妈妈让丫鬟回一声。世子妃有什么事忙的连王妃找都要让王妃等会儿的，我不能进去。世子妃在给大少爷捶背。大少爷也真是的，哪有这么使唤世子妃的？他也不怕世子妃回进王府告他的状。苏唐啊，可是叫三婶和你母妃好等，又没人叫你等我。相公让我给他捶背，不肯放我来。平儿怎么这么不听话？你别惯着她。不知母妃叫我来是？先坐下，让你三婶与你说。吏部尚书夫人和长春侯夫人想合伙开间绸缎，商议的时候正好我在，就想入一股，他们分了我12000两的份额。只是我进来手头紧，就问王府宫中入不入。老夫人心疼你，让我想着你这个新进门的世子妃点儿，这不我就来找你母妃来了。哼，这哪是开什么铺子，这是借口入股，想看我手里的银票。长春侯夫人还不错，你要想入一股，应该不会亏。岂止是不会亏，2年准回本，不然我也不会豁出脸去开这个口。都是自己人，世子妃有话就直说。我想入股，但我没钱。怎么可能没钱呢？信王府不是把给云二姑娘的陪嫁都给你了吗？我记得礼单上明明白白写着2万两银票的呀，这还是明面上的，私下压箱底有多少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没钱？我也看到礼单上有2万两，但我不知道信王府给我放在了哪口大箱子里。今儿回门之前还记得要问，结果一回去就给忘了。快到王府才想起来不好回去，左右用钱的地方也不多，便准备下回再问。那可是2万两啊，有钱都不知道放在了哪里，回去问都能忘。他怎么不连自己姓甚名谁一并忘了？一看就是娇养长大的，没那么看重钱财。不像在撒谎，毕竟出嫁当日还上吊自尽了，醒来就被塞进了花轿，不知道陪嫁钱放哪的也正常，但不知道不会问吗？脖子顶着的那是脑袋，不是榆木疙瘩，哪里用得着回去问？信王府的陪嫁丫鬟都在静默轩，你不知道，总有丫鬟知道，问一下不就成了？你快回去问一下。那拿多少来？就5000两吧。这么大数额，没有小一点的吗？只有2张，都是万两的。给三婶吧。只有12000两的股，三婶只能给你5000两啊，以后有机会再带你。多谢三婶，有好事都想着我。哎，怎么了？这银票看着不对劲啊，你瞧瞧。我瞧着也像是假的。这是信王府给我的陪嫁，怎么可能是假的呢？也是，但这银票真的不像是真的。你们再好好看看，我不信是假的。不说苏唐了，就是他们也难以置信啊！那可是信王府，当朝皇叔的府邸，使用假银票是犯法的行为。信老王爷一生正直，绝不可能临老了为了区2万两让人戳几两骨。没人说话，苏唐更急了。别急，别急，许是哪里出岔子了。下人手脚不干净也是有的，要真是被人偷梁换柱了，总能找到。信王府给世子妃的陪嫁，连世子妃都不知道藏在哪儿，知道的人只有信王府的丫鬟。要么真银票被人偷换了，要么信王府给的就是假银票。唉，不论是哪种，都够丢人了。2万两不是笔小数目，肯定要查。王妃亲自到静默轩查这事，南康郡主也闻讯赶来，他亲自检查了那2张银票，都是假的。忙活一通，赶紧用了2张假银票换了2张假银票，还被云二姑娘分去1张。云三太太藏的可真够深的。这女人演技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她是怎么做到一哭这么半天不带血的？站在这里看别人掉进她挖的坑里而不自知，还使出浑身解数帮她找银票，能忍住不偷着了就很难得了，她还能哭？我想起来了，那天绣房送错熏香，这丫鬟借着进屋拿熏香翻过世子妃的梳妆台，当时被我撞见，就有些慌乱。熏香匣子很大，就算放梳妆台上，也肯定是一眼就看到的地方。丫鬟行为鬼祟，必有问题。是不是你偷换了世子妃的陪嫁银票？我冤枉呀！咦，这是怎么做到面无愧色喊出口的？不会是觉得没偷到真银票就不算是偷换吧？看来不用刑是不会招供了。来人，给我打！慢着，要用刑吗？我没打过人，我听母妃的。
没打过人。世子妃说这话不会信吗？嫁进来当天就裹掌了李妈妈，不但打了，而且是亲自动的手，都不记得了吗？那就用刑吧。王府管钟馗的是我发话不管用，还得王妃点头，这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吗？春桃的嘴到底比不上板子硬，20大板后他就扛不住了。我说，奴婢没有偷世子妃的银票，是大姑娘让我换的。好你个刁奴，竟然把脏水泼到我女儿身上，给我往死里打！我看他说不说实话。春桃气南康郡主这般过河拆桥，趴在凳子上哭，只觉得自己太蠢。大姑娘让我拿2张1万两假银票换走世子妃的真银票，我不肯帮忙，她就让我回信王府问二姑娘，二姑娘让我帮大姑娘2万两，他们平分。但世子妃梳妆匣里的银票本来就是假的。呵呵，不但往我女儿身上泼脏水，连允二姑娘也不能幸免。到底是谁指使你的？心可真黑，怎么好像背后指使之人是苏唐？可别看我，这些丫鬟都是信王府的，我身边只有半夏一个是从青州带进京的。信王府的丫鬟听我的抹黑云二姑娘，可能吗？春桃说银票本来就是假的，那问题就出在信王府了。把这丫鬟给我送去信王府。如此太不给信王府面子了。王妃是打算让世子妃咽下这哑巴亏？我不是这个意思，毕竟梁府还是亲家，不好让信王府面子上太难堪。你多哄哄他。苏唐回屋把绣帕扔在了罗汉榻上，过去洗眼睛。谢百婷手欠拿起来闻了闻，就吓得他跟烫手山芋似的扔了。你是什么东西？效果这么强？催泪粉啊，就是没想到药劲这么强。你调制的，你不知道？我也就是托了你的福，才用上这玩意好吗？真话不投机半句多。世子妃，苏夫人来看您了。苏夫人，我娘吗？娘，您怎么来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娘怎么能不来？让你受委屈了。见过岳母大人。这是老王爷老王妃让我给你送来的。这是丫鬟不懂事，恼你推云二姑娘落水，趁着府里手忙脚乱之际偷换了银票，已经招供了。三太太御下不严，老王妃夺了她的管家权，如今信王府内宅归娘管了。这倒是意外啊，一石几鸟了。老王妃怕你晚上会气得睡不着，说什么也要让我把银票给你送来，再劝你几句。这银票你收好了，今儿时辰不早了，我就不去见靖南王妃了，改日我再登门。我送我娘就行了。岳父大人登门，我理应去见个礼。娘，爹也来了。这时辰，岳父大人怎么可能放心让岳母大人一个人来？你这厮表现倒是积极得很，但有必要衬托的我这亲生女儿跟缺心眼一样吗？你爹确实来了，没进内院，和王爷在书房说话。等苏唐和谢百婷送许氏到外院，正好王爷送苏红山出来，谢百婷上前给苏红山行礼。时辰不早，只边送出府边聊了几句。哈哈哈，姑娘什么都没做，只往自己梳妆匣暗格里放了2张假银票，就到手了2张真银票。若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敢相信。我得仔细看看，不能跟谢柔似的，拿着假银票就跑。得亏去的是沁玉轩，要换个铺子，不认得她是靖南王府大姑娘。她拿假银票买东西，脸的掉一地。你看什么？看自己娘子。别说话，只说一半。看自己娘子是怎么立于不败之地的。姑爷可真欠揍。郡主，刚刚信王府许氏给苏唐送了2万两来，还夺了云三太太的管家权。果然是云三太太在背后搞的鬼。这边南康郡主怀疑是云三太太搞鬼，那边云三太太更是气得要吐血。她没做过的事，却有口难辩。南康郡主觊觎信王府爵位不成，连区2万两都不放过，好歹也是赵王府郡主，又管着靖南王府钟馗，竟贪心到这种程度。得亏我女儿没嫁，不然还不得被这样的人吃得骨头渣都不剩。三婶找我入股什么绸缎铺子，母妃说可靠，真的可靠吗？可不可靠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没人能占你便宜。我谢谢你这么抬举我。三婶这个人我看不透，没事尽量不要和她打交道。虽然接触不多，但不至于连谢百婷都看不透吧？她不明显和南康郡主是一伙的。她还是母妃的表姐。真的，这关系我可一点也没感觉出来是亲戚啊，甚至连妯娌都不像。三婶经常在你觉得她会向着南康郡主的时候，她偏偏向着母妃；在你觉得她会向着母妃的时候，她又向着南康郡主。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母妃和南康郡主都很信任她。
看来我对靖南王府还是知之甚少。三婶有一套啊，博得王妃信任不难。王妃性情温和，但南康郡主不好相处，这样的人生性多疑，想在取得王妃信任的同时，还让南康郡主信任就太难了。这样的人还是敬而远之的好。哼，大姑娘这么不甘心，不会还打姑娘银票的主意吧？这很显然，银票藏在哪个箱子里都不放心了，怕被偷，可随身带着又怕丢，这可怎么办好？傻丫头，人家是想好了两全之策，才帮我要拿银票的。啊？什么两全之策？嘿嘿，投资有风险，参股需谨慎。姑娘知道有风险，她还准备入绸缎铺子的股。上回三弟妹就允诺有好事想着我，结果苏唐一嫁进来就想着苏唐，早把我抛诸脑后了。这可不能怨我，是老夫人想着苏唐，我也没想到入个股会牵扯出这么多事来。得亏左儿把这事捅出来了，不然过1、2个月，这事就说不清楚了。这倒也是。左儿心情不好，都没有向三婶道谢。都是一家人，言谢就太见外了。不过我一会儿就要出府，把银票拿给长春侯夫人了。我想了一晚上，还是决定不入股了。你不信任三婶？母妃都说绸缎铺子可靠，我怎么会不信任呢？只是三婶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份额，又是显然挣钱的铺子，我怎么好占三婶的便宜？左儿若不是三婶，我都不知道手里的银票是假的。三婶手头紧，缺5000两，我借5000两给三婶，算作答谢。投入绸缎铺子的钱可能会亏损，但借出去的钱是不会的。堂堂靖南王府三太太，苏唐可不怕他赖账不还。但三太太没想到这辈子还有人主动要借钱给她，一时间诧异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南康郡主坐在那里，眼底是隐藏的愤怒，十分不喜有人游离在她的计划之外。可苏唐一番话又挑不出毛病。这么好的机会，你当真要错过？我深思熟虑过，相公也赞同我这么做。你念着三婶的好，三婶就心满意足了。你不愿入股，三婶也不强求，借钱就不用了。来的时候，二太太还怪三太太偏心，这会儿我退出，她倒是一个字不吭了。平常叽叽喳喳，片刻不停，怎么今儿成句嘴葫芦？来这么半天也没听你说几句话。苏唐回门一口气买了几万两的首饰，昨大姑娘又去庆玉轩买了不少。威尔知道后就吵着要，吵得我都头大了。祖母，您看看我娘，一点都不疼我。
还不疼你呢，你娘是给不了你太多，不然心肝都掏出来给你了。祖母，把我那只红玉簪拿来。谢谢祖母。谢柔气得手中绣帕没差点扯碎，要是平常，她说什么也要一只差不多的，但她昨天买了那么多了，就没法开口要，连她都不能开口，二房四房是庶出，更只有看的份了。昨儿大姐出府挑玉镯赔给大嫂，都不带我一块儿去。哼，要你多嘴。娘觉得赔礼该送去静墨轩才够诚意，我原准备一会儿送去，既然三妹妹当着大嫂的面提起，我就让丫鬟拿来，也省得我跑一趟。还以为她们姐妹感情有多好呢，原来也不过如此。看着还挺漂亮的，绝对价值不菲，少说也要1000两了吧？好漂亮的玉镯，挺贵吧？当然贵了，花了我整整500两呢。脸疼，三姑娘喜欢这么漂亮的镯子，谁不喜欢啊？送你了。啊，大嫂，你不是和我开玩笑吧？怎么会呢？昨儿要不是三婶想着我，我也不知道银票是假的。如郡主说的，再过些日子，没准儿就找不出换我银票的丫鬟了。我要借三婶钱，三婶不要，我不喜欠人情。这玉镯就当是我给三婶的谢礼了。500两的玉镯，这谢礼可不轻了。你大嫂大方，还不快谢谢她？谢谢大嫂。应该的，应该的。三太太是帮南康郡主，又不是真心让姑娘入股，姑娘为什么送三姑娘那么贵重的谢礼呀？人家是真心的，送了也就送了，可人家不是啊。可恶的苏唐！老夫人，太后贬了信王府三太太为五品诰命。好端端的云三太太怎么会被贬？郡主，皇上派人查封了万柳斋。皇上怎么会查封万柳斋？听说是今儿早朝，信老王爷向皇上请罪，并禀告皇上今都有人制造假银票并售卖。太后知道了云三太太拿假银票给世子妃做陪嫁的事，把她从3品诰命贬为5品。皇上则听大臣禀告万柳斋卖假银票，派官兵搜查，果然从万柳斋搜出了假银票，然后就把万柳斋查封了。这，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们信吗？万柳斋被查封了，这事你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买张1万两面额的假银票多少钱？不知道。你买的，你不知道？谁告诉你我是买的？不是买的，难不成是偷的？拜托，偷东西也犯法好吗？你的假银票是偷来的，那大姑娘的呢？万柳斋有胆子制假银票，也没胆子公然卖。我会知道，完全是凑巧，但他能轻易拿到，可见南康郡主和万柳斋关系也匪浅。如今万柳斋被查封，背后的东家一个都跑不掉。都说父王跺一下脚，朝廷抖3天，我看娘子抬抬手，朝廷要震半个月。相公谬赞了，这是没给你机会出手，不然朝廷都要震他掉。你以后没事不要奉承人。为什么？我怕人直接就被你奉承没了。哼。唐儿人呢？他被贾大夫留下帮着煎药了。这厮诚心的吧？就不知道找个好听一点的姓吗？贾大夫，贾大夫的喊，听得我心惊肉跳，好吗？贾大夫，请。快和我走。出什么事了？云三老爷病危，要见你和我。你确定他要见我？你回世子妃。三老爷没说要见世子妃呀。信王府来传话的小厮就在前院，云三老爷要见大少爷世子妃。只要不是诓我去救人，闲着没事去信王府一趟也没什么。三老爷怎么就突然病重了？三老爷病情一直不好，这回假银票的事不知怎么被三老爷知道了，再加上新安郡王他们回京了，三老爷又气又悲痛，就姑奶奶姑爷快去吧，迟了怕赶不及。爹爹，那只用1针就治好老王爷疼了半年的胳膊的戴夫人在哪里？我问你，戴夫人在哪儿？你看他儿做什么？岳父大人是真心想救三老爷的吗？一句话问得苏红山脸黑成锅底色，在苏唐的记忆里，从来没见苏红山这般脸色过，感觉要答谢摆平了。只要能救三老爷，就是要我苏红山这条命，我也绝不皱眉。可有话就直说。唐儿似乎不愿救他。唐儿气性重，不懂事，你也不懂吗？云大少爷对你的救命之恩，你不该偿还吗？要是我儿子，就直接打了。我冤啊！我是想还云大少爷的救命之恩，可心有余力不足啊。还站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去请大夫！你还真想去见云三老爷最后一面吗？唐儿跟着我，你还担心谁能欺负他不成？不把大夫请来，你也别来了。我再不走，可能真的要成为京都第一个被岳父打的女婿了。爹，我还是和相公一起去请大夫吧。看
看什么？我不是和你说过，我娘都不知道我会医术吗？我爹能知道？你是如何瞒过岳父岳母，学得一手高超艺术的？现在是问这个的时候吗？这么突然，我上哪儿找理由忽悠你去？给我一套男装，一张面具。在前面停下。陈青将马车赶到一无人处，买来苏唐需要的东西。还没好吗？我不会束发。世上竟然还有女子不会束发。谢百婷扶了下额头，人家成亲帮媳妇画眉，到他这里却是帮媳妇束发。换好男装，陈青就赶着马车回信王府。唐儿人呢？他被贾大夫留下帮着煎药了。这厮诚心的吧？就不知道找个好听一点的姓吗？贾大夫贾大夫的喊，听得我心惊肉跳，好吗？贾大夫，请。赵元正正在给三老爷施针，丫鬟禀告信老王爷大夫来了。赵元正银针都要扎下去了，当即收了手，起身给大夫腾位置。这大夫年纪这么轻。苏唐坐下给云三老爷把脉，把得很仔细，而后把赵元正扎的针拔起，又给云三老爷扎下，手法之快，穴位之精准，赵元正肃然起敬。尽快把药煎上。贾大夫，您这药方子是不是写错分量了？我虽不懂医术，但经常给三老爷抓药，知道附子是剧毒之物，用武前都要小心谨慎。您这方子上写着5两，用5两附子，便是恩师用附子救人，也只用过3两的药量啊！这药方之盛吗？生平仅见。是你？咦，赵元正为何突然说这话？难道我写个药方子还能把自己暴露了？我在别处也没留下过墨宝啊。药方有问题？这药方用药很猛，我之前未曾见过，是以药效如何，我也不敢说。不过这字迹，之前康王妃病重，青阳郡主不知从何处弄来张方子，用药就很大胆。康王妃吐了一晚上，看似很惨，但效果确实极好。几副药下去，康王妃已消肿不少。没想到医治康王妃的就是贾大夫，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暴露了。这附子用量是不是再斟酌一下为好？治大病用猛药，云三老爷已经病到这种程度了，若寻常方子还对他有用，我也不会在这里了。不过赵渊正的谨慎也没错，这方子虽然是我开的，但附子用量之大，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对云三老爷的病，我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本来这话苏唐是打算服药的时候再说的，附子有大毒，一旦用量超过寻常，没有人能敢打包票说万无一失。云三老爷已经病到只能死马当活马医的地步了，这是眼下唯一能救他的方法。现在知道担心我了，晚了。治好云三老爷，我最多收些诊金，可要是服药后云三老爷死了，信老王爷信老王妃讲道理不会把我怎么样，可云三太太和云二姑娘就未必了。药方我开了，若信王府担心，可以不用。当真一点别的法子都没有了吗？府上三老爷还剩多少时间？您问赵元正吧。你就和我说句实话吧。即便我拼尽全力，也难保三老爷能活到太阳落山。当真是一点活路都没有了吗？你这方子有几成把握？至多4成，连一半的把握都不到啊！去扎药。信老王爷气哀，苍老又不失力量的声音在屋子里传开，没有人接话，因为这个决定只有信老王爷能拿。一般药铺很少有这么大量的附子，这一位要多派个小厮单独去买。屋子里气氛压抑，苏唐待不住，迈不出去了。谢百婷和他一起。你看什么？你有没有觉得那贾大夫的背影很像咱们唐儿？天下之大，容貌相识都有，何况只是背影？咱们唐儿要能有贾大夫的医术，我做梦都能笑醒。这倒也是，唐儿打小就不大爱看书，更何况是寻常人都不看的医书，只怕见都没见过。许是进屋，苏红山朝凉亭走过来。怎么过来了？待久了可别露馅呀。我看你气色一天比一天好，可是病情有所好转？不瞒岳父大人，这些天贾大夫一直在帮我医治，病情已大有好转，能痊愈。好，唐儿是个有福之人，能娶到唐儿是小婿的福分。我看贾大夫年纪不大，医术却这般过人，不知师从何人。苏老爷夸赞的过早了，等云三老爷病愈了再夸我不迟。就凭你一针就让老王爷胳膊恢复，这夸赞你就当得了？小女娇生惯养，从未做过煎药这样的粗活，贾大夫为何留下小女煎药？苏老爷要听实话吗？请说。我嫌他跟来碍事。他这实话可真够实诚的。开玩笑的，令爱对医术颇有兴趣，也颇有天赋，我留他在药炉帮忙打打下手而已。我去煎药了。
竟然怀疑我的身份，姑奶奶不伺候了。三老爷的嘴已经张不开了，药根本喂不进去。你用嘴喂三老爷服下。药就这一碗，没时间煎第二碗了，务必让三老爷一滴不剩全服下。云三太太手沉甸甸的接过碗，坐到床边，含一口药，俯身为云三老爷服下，一口接一口，苦得他舌头都想扔掉。给三太太多煮些绿豆水，以防中父子之毒。药服下后，苏唐施针以助药性。苏唐一起身，赵院正就坐下给云三老爷把脉，眼底满是震惊和惊艳。赵院正，我儿情况如何？贾大夫用药如神，三老爷病情大有好转，这条命是保住了。有贾大夫出手医治，三老爷病愈是迟早的事。多谢贾大夫，多谢贾大夫。云三老爷的病情暂时稳住了，我就先告辞了。这几日劳烦贾大夫住在我信王府，药铺一切损失，我10倍补偿于你。我没有分身之术，剩下的赵院正足以应付了。若实在需要我，让谢大少爷再找我便是。我还赶着去救治别人，恕我不能留在信王府。信老王也很想苏唐留下，但苏唐这么说，他也不好强求。看了赵院正一眼，赵院正点了点头，信老王爷便没再说什么。我送他回去。贾大夫这是震惊，请您收下。2000两真金为什么贾大夫不要？可要说生气也没感受出来啊。姑爷，贾大夫这是……他是我带来的，真金只收我的。对三老爷治病，自然由信王府付真金。就算姑爷大夫了，信王府也还是会给他的，为何不收呢？10万两。我就知道，这回要你医治云三老爷的，不能算是我吧？至少不能全算是我。你想过河拆桥？你就不想知道在凉亭岳父大人和我聊了什么？聊什么了？岳父大人怕你真跟贾大夫学医，让我拦着点儿。10万两可以给你，但你得告诉我你的医术从哪里学来的。我从哪里学来的医术有那么重要吗？我天赋异禀不行吗？天赋异禀，就他这年纪和这一手高超医术，天赋异禀都难形容。岳父大人口中的爱女和我所认识的苏唐隔了10万8千里都不止，两人除了是女的，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你不是真的苏唐。我不是真的苏唐，但我又确确实实是。我不仅拥有人家的身体，还拥有人家过往的记忆。别说质问我的是谢百庭了，就是许是和苏红山，我也能糊弄过去。停车！你下车做什么？我处心积虑才混入靖南王府，这么轻易就被你识破了，我还跟你回去做什么？被你送去见官，还是准备私设刑牢把我关起来？竟然怀疑我的身份，姑奶奶不伺候了。走路也不看路，撞疼没有？没事。你怎么不问问我撞没撞疼？你撞疼了？疼死了。活该。你和他认识几天了？8、9天吧。才8、9天？你太过分了！我和你认识10几年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还比不上一个才认识8、9天的人。什么时候回京的？昨天傍晚，我们几个离京去找云逸，你居然不等我们回来就成亲了，我们连喜酒都没喝上一杯。还有，大家都说你移情别恋了，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10几年的兄弟比不上一个才认识8、9天的，10几年的未婚妻比不上新婚妻子，不很正常？以前真是看走眼了，没看出来你谢百庭竟然是这样的人。我自己的喜酒我也没喝上。这次是我错怪你了，下回喜酒一定要叫我们。没有下回了，我这辈子只成1次亲。你不是真的喜欢上那什么苏姑娘了吧？不打扰你们聊天，我先走了。你要去哪儿啊？走什么呀？别走了，你是百庭兄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一会儿一起喝2杯。信安郡王这喜欢和人勾肩搭背的习惯，真是爷这能忍上啊！这什么味啊？这么酸？不就搭一下他新结识兄弟的肩膀吗？至于这么对我吗？压得我肩膀酸死了。他打你肩膀，你都不反抗，我好歹也是你名义上的夫君。我是不反抗吗？还没反应过来呢，你就先出手了好吗？不会是吃醋了吧？他是谁？安王府信安郡王。他成亲没有？你问这么多做什么？我觉得他性格挺有趣的，他要是还没成亲，也没有心上人，回头你帮我撮合一下。我真想掐死你！大庭广众之下有胆量，你倒是掐呀！走去醉仙楼吃饭。不去。我请客。不去。齐兄和穆兄也在。不去。你主子今天吃错药了？没吃药，吃醋了。也有事，没法陪郡王爷几个喝酒。原来是有事，还以为对我有意见呢。你有没有时间？我有啊。走去喝酒。他也没空。百庭兄绝对是吃错药了。你干嘛？
他已经成亲了，你少打他主意。唉，又一个英年早婚的。你这都什么形容？就算成亲了，也还是能一起吃个饭吧，我饿呢。回府吃。我要在街上吃，好不容易上街一趟，怎么能不尝尝京都的美味佳肴？大家闺秀不能进酒楼这样的三教九流之地，就更要珍惜穿男装的机会。你想吃什么？先看看，就吃面吧。你不是要吃美味佳肴吗？打卤面也是我的喜好之一，都好些天没吃过面了，来一碗。让堂堂靖南王府大少爷吃路边摊，确实有点为难你了。你去醉仙楼吧，我吃碗面，在附近逛逛，然后就回府。穆兄，你来看一下，那在小摊子上吃面的是不是百庭兄？嗨，你什么眼神？百庭兄能吃路边摊？不信你来看啊。哎，还真是他。你们在看什么？百庭兄和一男子在路边摊吃面。那男子是不是穿着一身月牙色锦袍？你怎么知道？别提了，我心痛。我在醉仙楼请客，他说有事忙不能来，结果转过头就有时间吃路边摊了。我们几个才离京2个月啊，他就这么移情别恋了，痛心，十分的痛心。走，下去看看。你们俩把手拿开。还不信我说的，这回自己感受到了吧？谢百庭极力把想打人的冲动压下，然而新安郡王、齐萧还有木直已经坐下，并热忱地和苏唐介绍自己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果然说的一点不错。谢百庭这几个兄弟长得是一个比一个好看。新安郡王明曹有主了，这2个应该还单着吧？想都别想。刚刚鲁莽了，你是百庭兄的兄弟，就是我们的兄弟，还不知兄台高姓大名？我叫贾。我记性不好，经常忘记自己叫什么。我叫什么来着？百庭兄新结识的兄弟果然不同寻常，毕竟一般人也做不到自己叫什么都忘记，还一点不尴尬。假男人。够绝，怎么不直接告诉他们我是女人呢？男人秀。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去找云逸是否有什么消息了？谢百庭他们和云逸关系一向不错，云逸出事的消息一传回京，新安郡王就向皇上请旨离京找人，齐萧和木指一起。谢百庭是身体虚弱，不然肯定少不了他一份。我们把云逸出事的地方方圆100里都搜了个遍，只找到云逸一只鞋，没有找到他的人，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回京途中，我倒是看到一人影像劫了云逸，等我回头叫他们俩，就没再看到他了。他们俩都说我是看花眼了。你还提呢？就因为你那一眼，我们在那小镇子上来回找了7、8天，小镇都翻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你说的酷似之人，还成功把百庭兄的喜宴给错过了。没找到云逸的尸体，他就还有一线生机。百庭兄说的不错，不过这一趟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齐萧从怀里摸出半支断剑，谢百庭只看了一眼，脸色就大变，飞快地拿过那半支断剑，越看脸色越难看。苏唐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子。这断剑有什么奇特之处？唉，这剑出自百庭兄之手。靖南王府是武将世家，靖南王更是手握重兵的将军王。谢百庭作为靖南王的嫡长子，从小就熟读兵书，更喜欢舞刀弄棒，钻研兵器。齐萧的父亲齐国公府大老爷在军器监任职，齐萧在谢百庭的书房看到谢百庭画的剑时，觉得杀伤力更强，就软磨硬泡从谢百庭手里要走了图纸。最近3个月军器监造的剑都是这种。云逸出事的地方距离七峰山不过10里，我们都认为伤云逸的是七峰山的水匪，直到在云逸乘坐的船上找到这半支断剑。在云逸出事之前，这新造的剑矢只往边关运送了一批，根本没可能落到七峰山水匪手里，更不可能拿来伤云逸。我们找了有幸活下来的船夫询问，云逸坐的那是条新船，开船不过月余，没有出过任何事。那支断剑出现的时间和在船上留下的位置，矛头直指刺客。也就是说，云逸出事根本就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是倒霉遇到了水匪，而是个阴谋。谢百庭看着那段剑，眼底寒芒闪烁。其实从云逸出事后，京都发生的事，谢百庭就有此怀疑了。这段剑正好证实了他的猜测。你们把这事告诉云三老爷了？云三老爷都病成那样了，要让他知道伤云逸的案件是出自你之手，怕云三老爷会当场气死。这是这案子目前唯一的线索，不能打草惊蛇，得从军器间着手，看都有哪些将军领走过这种剑，顺藤摸瓜，替云逸报仇。这案子我们来查，你要做的事是养好身子，我们已经失去一个兄弟了，不想再失去你了。明知道百庭兄不能操心，你还和他说这些是做什么？亏得之前还一致决定瞒着他。不说这些了，难得一聚，又新结识了个好兄弟，聊点高兴的。你有内伤啊？你只听他咳嗽一声就知道他有内伤。你们去找人，怎么会内伤？别提了，回京途中和人打了一架，对方武功极高，要不是我们3个一起打，一准得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回京。 3个打1个，还没赢。什么3个打1个？我们是3个打2个。你要不要脸？别提这么丢人的事了，赶紧说正事。
刚刚说云逸遇刺的事，现在还有什么正事？找你借点钱。好吧，借钱也是正事。借多少？3万两。你们要这么多钱做什么？正经事，开铺子。3万两数额不小，回头我帮你们问问。问谁？你们大嫂。你借我们钱，还要大嫂同意？虽然我们打小一起长大，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了，但这么没面子的话，百庭兄是怎么说出口的？这话一说，不就跟把剧那2个字刻在脑门上了一般吗？我的钱都给他了。论富庶，百庭兄绝对是京都世家子弟之首。才成亲几天，钱就没了。我们不在的这些日子，百庭兄都遭受了什么惨无人道的对待，惨的面色都红润了不少。还要大嫂同意，还不如我们自己去向大嫂借，免得你家在中间为难。嫂夫人好说话吗？不好说话。当着我的面就敢败坏我的名声，我哪里不好说话了？10万两银票，一个铜板都还没见着呢，怎么就在我手里了？没事，可以走了。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嫂夫人让你跪搓衣板了吗？滚！你另外2兄弟长得也很养眼啊，都成亲了吗？他们有我好看吗？不一样，你的容貌那是无可挑剔，但新安郡王他们长得也不赖。回府。大庭广众之下，2个大男人牵手，你想轰动整个京都啊？我要逛街，你先回去。你不跟我回去，我就把你扛回去。不信你可以试试，名声这东西我不在乎的。这厮竟然学会威胁我了，你不怀疑我是假的了？你身上有胎记，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检查一下不就知道了。臭不要脸！你仔细点看路。公子走路可得看仔细点儿，撞到我们最多也就赔点医药费，要是不小心撞到哪个娇滴滴的姑娘，你可是要对人下半辈子负责的。抱歉，抱歉。刚聊到哪儿了？想起来了，你说靖南王府大少奶奶抠门的事，这是什么怪癖？喜欢抠门玩，门得罪他了？你喜欢抠门玩？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抠门玩？就是抠门，抠抠索索的意思。铁公鸡一毛不拔。我抠门，铁公鸡一毛不拔。怎么可能呢？大家闺秀哪有这么抠门的？抠门的大家闺秀多了去了。谢大少奶奶不仅抠门，她是抠着门还要别人说她一句大方呢。她送了一只假玉镯给谢三姑娘，据说价值500两。谢三姑娘高高兴兴地带出门，结果被人看出来了，听说都气哭了。那这也太丢人了！以谢大少奶奶的身份，别说500两了，5000两也送得起啊。所以说她抠门啊，气死我了！人家假意帮我，我假意回礼，也算是礼尚往来了。怎么转个手的功夫就落一个抠门的名声？真正抠门的谢柔却屁事没有。我又没有惹你。我要不嫁给你，我能认识他们吗？嘿嘿，世子妃对大少爷的影响太大了，都让爷怀疑自己容貌好看的程度了。有什么办法变丑？得，爷不是怀疑自己的容貌了，他是过于自负了。让世子妃介怀的又不是爷您的容貌，是您有心上人这事。我哪来的心上人？你想挑拨三婶和南康郡主，仅靠一只玉镯是不可能成功的。一只不行，那10只呢？或许你可以试试。府外传我抠门，送你假玉镯是怎么回事？你送我的这只玉镯是假的啊？这怎么可能呢？不是大姑娘花500两买的吗？谁知道呢？我找大姐了，但是她不承认，你去找她问吧。你和她关系那么好，她都不说，我就更不可能问出来了。我被人笑话不识货，把榆木当珍珠，大嫂更被人说抠门，假玉镯的事不解决，我们俩以后都没脸出去见人了。你放心，这事我一定摆平。有什么事世子妃不能过来当着爷的面说的，要把我叫过去。苏唐吩咐了陈清几句，并把那只假玉镯交给了他，陈清就走了。你让陈清去做什么了？听你的，试试。爷，世子妃让属下拿那只假玉镯换了10只真玉镯。人家换了。陈清把匣子打开，谢百庭就看到匣子里10只成色都很不错的玉镯，每只的价格都在400两之上。这女人还真不只是嘴上说说。我看看，哇，还挺舍不得的。不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这些玉镯留在手里也是祸害，送出去才省心。半下走。属下就没见过世子妃这般聪慧的人，她想做的事肯定能成功。踢到世子妃这块铁板，有南康郡主受的了。苏唐的聪慧，谢百庭不否认，但陈清的话让他想起了苏唐执意要和离的事，心情就不快了。再加上苏唐还觊觎上了他几个兄弟，心就更堵了。还从来不知道爷吃醋是这样子，这醋味也太大太浓了，等会要气坏身子呀。
爷，去拿面铜镜来。世子妃，大少爷让奴婢来拿铜镜。他要铜镜做什么？照镜子啊。真没看出来，那厮竟然这么自恋。要不是赶着去送礼，我还真想偷窥一下他能自恋到什么程度。嘿嘿，世子妃对大少爷的影响太大了，都让爷怀疑自己容貌好看的程度了。有什么办法变丑？得，爷不是怀疑自己的容貌了，他是过于自负了。爷不会觉得世子妃是看上新安郡王和宁阳侯世子他们的丑了吧？要他们也能用丑字形容，那京都世家子弟就没一个好看的了。至于变丑的方式，不谦虚地说，我会810种，但怕说出来会被爷打死。让世子妃介怀的又不是爷您的容貌，是您有心上人这事。我哪来的心上人？可世子妃又不知道，不仅不知道，还坚信不疑。不过说了世子妃也未必信，只能说爷要想俘获世子妃的芳心，还任重道远。爷，你可抓点紧，万一世子妃真喜欢上别人了，就迟了。成个亲竟然这么麻烦，还好我是个暗卫，这辈子不用娶媳妇。姑娘，世子妃来了。她来做什么？说是来让姑娘你消气的。消我的气？我的气可没这么好消。大嫂怎么来了？给你送玉镯来啊。大嫂是准备让我从中挑一只吗？我怎么会这么小气呢？这10只都是送你的。世子妃一口气送三姑娘10只玉镯。世子妃是被气疯了，还是这些玉镯不会都是假的吧？不会吧，一只假玉镯都把三姑娘气到眼泪写不住了，来4只不得把三姑娘直接气死啊！大嫂，你和我开玩笑的吧？怎么会呢？别看这10只玉镯多，其实我1两银子也没花，就用你还的那只假玉镯换回来的。啊，这怎么可能？那只假玉镯已经让我名声受损了，你在街上没抖出大姑娘来，我想就不为难她了。问了车夫，这玉镯大姑娘是从哪家铺子买的，直接去要人铺子赔了我10只真的，人家就赔你了，岂敢不赔？我不信大姑娘就那么倒霉，随便一买就是只假玉镯，那铺子要不赔我直接状告他铺子卖假首饰，到时候一抓一个准，别说损失10只玉镯了，他铺子都得关门大吉。霸气，世子妃果然霸气。可世子妃有没有想过，那铺子都敢卖假首饰给大姑娘了，可见后台硬得很啊！一个个这样反应做什么？做生意讲诚信，假一赔10，我又没多要。没多要，这可是4只啊！大嫂可知道那铺子叫什么名字？好像叫什么金什么阁，金月阁，好像是这个名儿。世子妃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那可是南康郡主娘家赵王府的铺子，但大姑娘一只玉镯都不肯赔给三姑娘，世子妃却从金月阁要了10只，还一股脑都给了三姑娘。这要叫南康郡主和大姑娘知道，还不得气吐血？这些玉镯是陈青随手拿的，我也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假的，我看不出来。你仔细看看，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南康郡主午睡才醒，丫鬟一边扶她起来，一边禀告府外盛传世子妃抠门的事，惹得南康郡主笑声阵阵。这名声可不好听，一经传开，想洗刷可不容易。让她嚣张了这么久，总算栽了回跟头。三姑娘就这么散了。如实说，三姑娘要大姑娘赔她1只真的，大姑娘不同意，两人在花园吵了几句，不欢而散。柔儿争强好胜，别的都不在乎，就喜欢珠宝首饰，让她赔三姑娘玉镯，难比登天。但三太太为人深沉，又与我有恩，为了1只玉镯惹她不快，不划算，给三姑娘送去。郡主，世子妃送了三姑娘10只玉镯。真不知道该说她蠢还是该说她聪明了，为了一个抠门的名声，竟然送10只玉镯出去。有话就说，10只玉镯是世子妃拿那只假的从金月阁换回来的。郡主，赵王妃来了。大嫂可是为金月阁的事来的。金月阁怎么了？那大嫂来找我是，你们都下去。你这回帮谢大少爷娶的世子妃不简单，皇爷才刚知道万柳阁一共只造了10张万两的假银票，柔儿要了2张之后，不翼而飞了2张。柔儿和云三姑娘联手的事早被人家识破了，还将计就计，坑了信王府2万两，夺了云三太太的掌家权。以为是螳螂捕蝉，却没想到人家是黄雀在后。一个姑娘家才多大的年纪，就有这般手段了。还有一件事，刚刚王爷从宫里出来，正好碰到赵院正向皇上复命，听说云三老爷的病有的治了。谢大少爷领了位医术高超的大夫去信王府，那大夫用药如神，康王妃就是那大夫治好的。那大夫姓贾，你可曾见过？闻所未闻。
好吧，时辰不早，我先回去了。等一等，金月阁的是瞒不住，南康郡主就直接和赵王妃说了，这下赵王妃的脸也是能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了。你帮谢大少爷娶了一个这么好的世子妃，靖南王妃欠你不小的一份人情，让他帮你把那10只玉镯拿回来。我也正有此意，你去天香院给王妃传个话。王妃说她欠郡主您的人情，也欠了三太太的，这忙她不好帮，然后让奴婢把这只玉镯转交给大姑娘。姑娘，南康郡主以帮大少爷娶了您为由，让王妃帮他找您要回那10只玉镯，王妃没帮忙，但送了大姑娘1只玉镯。可真够不要脸的，憋着坏心还有脸邀功，也亏得王妃好骗。南康郡主和谢柔也算是睚眦必报了。王妃占着靖南王正妃的名头，南康郡主竟然忍了王妃10几年，一边容忍着王妃，又对她穷追猛打。按理说王妃完全不是对手，却又活得好好的。南康郡主不会让姑娘你去要回玉镯吧？他来找我，我就再去三房一趟呗。要得回来，那三太太恼南康郡主过河拆桥，不可与谋；要不回来，南康郡主恼他脑子缺根弦，顺带恼三太太做人太贪心。反正我和南康郡主的梁子已经接到这种程度了，不怕多加10只玉镯的账了。只要扛到谢百庭病愈，我拍拍屁股走人。难道南康郡主还能派人去追杀我？还真有这种可能。以后离开靖南王府去哪儿还真是个问题。苏唐，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你说呢？你信？这货是化妆了吗？实在是太养眼了，哪怕就是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挑剔劲，也找不出哪点有欠缺。哦，他性格不好。10万两。你说什么？我让你把10万两给我，费9牛2虎之力才把人治好，最后还不是得便宜别人？人带不走，带走钱给人留个穷光蛋，多少心底好受一点。做人不能言而无信。陈清，爷，那银票给他。让你那几个兄弟早点来借钱啊！世子妃，您可真敢说啊！您不能占着自己能解爷的毒，就这么把爷往死里头气呀！大少爷长得可真好看，长得再好看有什么用？谁说的？长得好看的要饭都能多要1碗，哪个乞丐要长大少爷这样都能要到3菜1汤了？见过不少夸赞大少爷长得好看的，但真的没见过这么别具一格的夸赞。得亏大少爷不在，不然绝对会气到毒发。让世子妃来给我捏肩。我上回对你手下留情了，你还敢让我给你捏肩呢？我是你们靖南王府8抬大轿娶回来的世子妃，给你治病已经是分外之事了，现在竟然拿我当丫鬟使唤了。快点。行，不就是捏肩吗？看来上回没让你过瘾，这回让你好好尝尝捏肩的滋味。得站远点，怕世子妃出手，大少爷飞溅出来的血沾到身上。上回苏唐捏肩，开始的时候很轻柔，疼在后面，这会苏唐一上手，谢百庭额头疼得一颤。你这是捏肩还是要我的命啊？急什么？这才刚开始呢，要不了你的命，就是在给你捏肩。这回答，我为什么要这么想不开，自找痛苦啊？这女人一点也不好说话，想她按照我的想法走，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还是捶腿吧。你可想好了呀？又捏肩又捶腿，真当我是小丫鬟呢？喝茶吧。捏肩抬不起胳膊，捶腿可能3、5、7、8天走不了路，还是算了。哼，这还差不多。世子妃，那是陈清，你要说什么？没什么。世子妃脾气可不好，要叫她知道这茶是大少爷喝过的，不是大少爷倒霉，那就是我倒霉啊！这么尴尬的事，还是不说了好。苏唐见谢百庭没再作妖，放下茶盏就去药房了。身后，谢百庭看着茶盏，满腔怒气尽消，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半天也没弯下去。喜怒无常，一会儿生气，一会儿高兴的，真难伺候。晚饭后，苏唐没事到书房看书打发时间，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想要看的书。苏唐，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你说呢？你信？说完，把掉在地上的几本书捡起来，看了眼书名，与共《地狱图难书》《地理志》《河源志》，还有另外2本都是苏唐要的。苏唐抱起书就赶紧走了。刚刚差点吓死奴婢，姑娘没事，拿这么多书做什么？好拿的地方都不要，偏拿够不着的地方的，说不是故意砸的大少爷，我都不信啊！苏唐抱着书回屋，看得很认真，一边看还一边在图纸上写画画，半下看得都恍惚。
姑娘几时这么爱看书了？平常不是一捧到书，不到半盏茶的时间就犯困打盹吗？这都看了2本了，我都困死了。你去睡吧，奴婢不困。明天再看了，还有许多时间呢。谢百婷走进来，那纸正好落在她脚边，她弯腰捡起，才看了一眼，就被苏唐抢走了。然而谢百婷还是看清楚了纸上写的什么。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和离吗？才嫁给我多少天，就准备和离之后去哪儿散心了？大少爷这话什么意思啊？大少爷姑娘不是感情很好吗？好的我都觉得过不了多久就能抱小少爷了呀，到底怎么回事？我竟然这么不称职，都不知道姑娘在想些什么。火气这么大，早点走给他把世子妃的位置腾出来，不是好事吗？他居然还不高兴了。你不会舍不得我走吧？你觉得可能吗？窗外树上陈青听到这一句，都恨不得往屋子里丢石头了。爷到底是怎么想的啊？世子妃本就倔强自尊心强了，爷还说这些气人的话，他是想打一辈子地铺吧？嘿嘿，既然没可能，那我做攻略。你这么生气做什么？我没生气，这还没生气呢，怒气都快要掀翻屋顶了。我为什么要在乎这些？他就是把明朝地图烂熟于心，没有我的允许，他哪儿都去不了。两人一个躺床上，一个躺地铺上，熟睡得很快，就是都做了梦。一个梦到谢百婷和云家举案齐眉，红袖添香，耳鬓厮磨，气得他肝疼；一个梦到苏唐和信安、郡王他们在游船赏月，寻欢作乐，气到他胃痛。还有树上某暗卫难得打个盹，还做了个噩梦，梦里世子妃富可敌国，大少爷穷困潦倒，衣衫褴褛，要饭到世子妃门前，靠着脸要到了3菜1汤，外加2个大馒头。从噩梦中醒来，陈青靠着大树反省了很久很久。做梦没什么，可要是哪天不小心被爷知道他在梦里过得这么凄惨，还不得把我打个半死？平常做梦醒来转过脸就忘了，但这一回苏唐非但没忘，还越来越清晰，以至于怒气越来越大。躺在地铺上醒来很久的谢百婷也一样。大少爷世子妃不会打起来吧？这一整天，不是后面3天，再不和谢百婷说一句了，说一句话我就是够。大少爷，信王府苏老爷派人来传话，让您立刻马上请贾大夫去信王府一趟。信王府出什么事了？我只负责传话，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来人特意叮嘱世子妃您别回去。这不是刁难我吗？快点啊，救人如救火。是云三老爷病情恶化了？应该不是他，云三老爷的病昨天服了药，大有好转，绝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恶化。再者，云三老爷病得严重，我爹没道理特意叮嘱一句不让我回去。云三老爷似乎有话交代我和谢百婷，只是昨天我救他没时间说，也没必要说，但这回就不一样了。万一真恶化，同样的方子加大药量，希望也渺茫了。我爹找谢百婷用了，立刻马上，可见情况之急。匆忙洗漱完，丫鬟端来饭菜，苏唐拿了2包子，又塞了2个给谢百婷，就抬脚出门。大家闺秀怎么能边走路边吃东西，还这么狼吞虎咽的？走。世子妃，老夫人让您去她那儿一趟。信王府出了事，我赶着回去，等我回来就去给老夫人请安。可老夫人急得很。再急能有救命急吗？让开！站住！苏唐现在一颗心都快飞到信王府了，他是半道来的，可他拥有原主全部的记忆，也包括他对苏红山和许氏的感情。只要一想到可能是他们出事，他就心慌不安。这时臣也该去给老夫人请安了。老夫人不是有要紧事，不会派丫鬟来请你。信王府是出了事，但也传了话，不让你回去，你却枉过老夫人回去凑热闹。是我要带他回信王府的。谁带都不行，苏老爷是你岳父，你要忤逆他吗？爹为什么要加那么一句？这不是天事吗？偌大一个靖南王府，太太姑娘这么多，有什么事非我去不可的？谢百婷想了下，还真没有。如果硬要说一件的话，玉镯之事，玉镯也不在我手里。三太太是老夫人嫡亲儿媳妇，三姑娘是她嫡亲孙女，不比我这个才嫁进来的人亲吗？老夫人想做什么，还要我从中周旋。我爹娘的性子我了解，是怕我担心，才不让我回去。本该尽孝道的机会，却因为几个破镯子脱不了身。这一耽搁，万一出点什么事，我要金月阁名声扫地，关门大吉。南康郡主拿老夫人施压，又拿着他爹的鸡毛当令箭，他拿他没辙，但他要掐金月阁，谁也拦不住。假一罚10，金月阁也赔了你10只玉镯。再出什么事，与金月阁何干？你以为自己是信老王爷的孙女啊？我靖南王府世子妃就能不守王法了吗？
谢柔的怒气匆匆砸来，苏唐没什么反应。南康郡主先变了脸，大概也是觉得自己女儿够蠢吧，往他手里递画饼。既然玉镯和金月阁再不相干，那些玉镯我是扔是砸，还是送给三姑娘，也不妨碍别人的事，还要找我做什么？你就是老夫人要你去捏肩捶背，也容不得你不愿意。我先带他去信王府，老夫人那怪罪下来，我一力承担。把他们给我拦下！让开！大少爷还是听郡主的吧，您去信王府，世子妃去老夫人那。走，你抓紧马车，我帮你拖。我肯定是昨晚气得没睡好，才说这样的话。陈青，找个偏僻的地方换衣服吧。爷，有人跟踪，杀了。爷，是二少爷的人。南康郡主母子几个到底想干什么？我回不回信王府，与他们有半毛钱关系吗？感觉只要能给我添堵的机会，都不会放过。苏唐回信王府的路注定不会这么畅通，马车往前跑了一会儿，几辆拉粮食的马车倒了，米掉了一地，把去路挡住，逼得他们只能改道。这回又怎么了？谁家被抄了？这是郑国公府。国公府被抄，怎么事先一点没听说？国公爵一般都是占公封的，明朝建立没几十年，倒一个国公必定朝廷动荡，不可能没点讨论。我的消息是有多闭塞？怎么了？你回头还是恶补一下京都世家大族都有哪些吧。可这阵仗不像是在查抄吗？郑国公府确实在16年前就已经被查抄了，但皇上看在过世皇后的面子上，一直留着郑国公府大宅，没有赏赐给臣子。按说郑国公府里什么都不会有了，现在被官兵包围，还抬出这么多箱子，确实奇怪。姑爷可算来了，苏老爷等您和贾大夫半天了。姑爷这边。小厮指的是信老王爷书房的方向。这下苏唐和谢百庭心都往下一沉，担心是信老王爷出了什么意外，但小厮神情并不急切，要出事的是信老王爷，小厮绝不会这样。到书房门口，苏红山迎出来，他双目赤红，看得苏唐心惊肉跳，等进屋就知道等着救命的是谁了，是李叔，是苏红山最信任的人。怎么会伤得这么重？还能不能医治？我尽全力。苏唐上前替李叔检查伤口，才发现剑上还有毒，当即给他把脉，越把脉眉头越沉。怎么样？他中的是剧毒，活不过113克，但因为剑伤和后背上伤紧挨着，反倒因为失血过多，大部分的毒血都流了出来，反倒保住了他一命。苏唐先是让李叔服下解毒药，然后缝合伤口上药，用纱布裹好，再处理剑伤。哪有人把伤口当衣服缝的啊？我久经沙场，见过太多受伤的将士，最起码的止血包扎我都会，但从未见过这样止血的。这箭头咋那么像昨天新安郡王给谢百庭看的那只？我设计的剑还没在边关用上，却一而再的伤自己人。先是云逸，再是李叔，能活下去吗？止血的效果还好，有90%把握会没事。好，这么重的伤又还中了毒都能活下来，这缝合之术若是带去军营，能救下成千上万的将士。当年若是军医会这缝合之法，我的次子就不会死了。老王爷，他不会武功，可经不起您拍肩膀。一高兴就忘了，你这胳膊手上还不知道吸了多少人命，万不能受伤。堂儿他爹也伤了，你也给他看看。爹也受伤了？我只是一点皮外伤，已经包扎过，不碍事。李叔中的毒，从毒发时间来看，应该在天麻麻亮的时候，那时辰按说应该睡得正香才是。爹和李叔却都不在信王府，披星戴月的时辰出府做什么？还受这么重的伤回来。信王府现在被害的死的死，病的病，实在不想看到苏红山和许世汤这趟浑水。但眼下我这身份也不能说什么，估计说了也没什么用，能做的不多。这是我调制的解毒丸，不说能解百毒，至少大部分的毒能延缓毒发的时间。万一再受伤，至少能扛到找我来救命。还没见过大夫连药箱子都没有，用包袱装药的。苏唐待了半个时辰，李叔后背止血了，毒也解了，他才放下心来。苏唐和谢百庭出书房，只见到那边树荫下的云家。多谢贾大夫救了我爹，拿钱办事不必言谢。这态度我又没有得罪他，我和百庭哥哥单独说几句话，我让丫鬟。你做什么？避嫌，我与他不便再私下说话，你得陪着我，给我作证。云家摆明了想和他花前月下，他还要我在一旁看着，他何不再过分，先让我在一旁给他们伴个奏。没话说就请让开。
这厮是不是知道云家不肯嫁给他，不想替他守寡，才把我推出来的，因此又爱生恨了。但这事我没和他吐露半个字，但信王府不少人知道，传到谢百庭耳中也很正常，但没见他表露一丝啊。谢百庭说他看不透三太太，又有谁能看懂他呢？啊，真是书可忍审不可忍了。半夏，把他抓过来。你们敢抓我？我是赵王府小少爷，我让我姑母打你们板子。贾大夫医术高超，你的毒是不是能解了？有90%希望能把体内余毒清除干净。至于你们希望是看到90%还是1成，那就与我无关了。可惜家儿与你有缘无分，不过到底还是我信王府的女婿，往后还是一家人。堂儿本该在京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长大，却流落青州，吃了不少的苦头，好好待他。这话还算有良心，没白救他。不过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我跟在爹娘身边，爹娘在哪儿，家就在哪儿，谈不上是流落吧？还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拜托，我爹就是个私生子，这么受人唾弃的身份，我跟着不遭奚落就算不错了，怎么受宠啊？云三老爷露了疲乏之色，谢百庭就告辞，带苏唐离开。你站住！爹，家儿没那么不懂事，何况还有人贾大夫在，你养好身子才是要紧。你惯出来的好女儿，作为母亲，不想女儿一辈子守寡，我错了吗？谁知道谢大少爷的毒还能解？这么大的事，没人和我吭半个字。我要知道，能纵着女儿吗？老夫人不会刁难我们吧？若找你是为玉镯的事，老夫人不会刁难你的，但别的就不敢保证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狼子野心，料准了皇上念着先皇后的旧情，留着镇国公府不赏赐臣下，竟然偷偷把兵器和黄金都藏里头，没想到会被发现，还被一锅端了。据说光是黄金就有10大箱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继儿应该是已过世的镇国公府老夫人的寿辰吧？10几年前我还未出闺阁的时候去道贺过。10几年前的旧事，三嫂还记得呢。哪是我记性好，我记得给镇国公府老夫人贺寿完，没几日就是保圣佛的寿诞，紧接着就去祈福，遇到了我家老爷。唉，那时候的镇国公府有多风光，便是我们靖南王府也难及一二，谁能想到会那么快就倒了？不过镇国公府不是没剩什么人了吗？怎么还有人记着镇国公老夫人的寿辰？而且就算要祭拜，也是去坟前，怎么去镇国公府？老爷可知镇国公府的事？是信老王爷府上的人一大清早出府办事，看到有人在镇国公府外鬼鬼祟祟，就进去看了一眼，结果发现里面藏了兵器。信老王爷怕打草惊蛇了，当时就派人包围了镇国公府，又向皇上请旨搜查，才一锅端了。一大清早出府办事，那不就是我爹和李叔了？婷儿给老夫人请安。是云三老爷病情恶化了吗？岳父大人不放心，让我领贾大夫去看看，换了张方子而已。信老王爷一生功绩无数，信王府却接连出事，云三老爷能好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我担心信王府出事，急着和相公回府，也没先来给老夫人您请安，还请老夫人原谅苏唐不敬之罪。百善孝为先，以爹娘为重是好事，只是你懵懵懂懂，不知道金月阁是谁的，就贸然让人去要了10只玉镯，还一股脑的全送给了威儿。你为了不落抠门的名声这么做也情有可原，但金月阁说卖假玉镯给柔儿，只是考验柔儿的眼力，这事就不好办了。我和三姑娘并不是在乎什么玉镯，只是觉得名声受损，咽不下这口气。既然是误会，那金月阁当众澄清这事，挽回我们受损的名声。我也不让三姑娘把玉镯退回去，金月阁的损失我如数赔偿。能考验谢柔的眼力，谢薇也没看出来是假的。金月阁造假功力之深，一定会让那些没把握的贵夫人和大家闺秀敬而远之的。就这么办吧。这是让我拿回10只玉镯的损失，赔进去一整间铺子呢，这算哪门子解决办法？话是他说的，老夫人也觉得苏唐说的办法可行，其他人也没意见，他反对没用。虽然他掌中馈，但王府这么大，也不是他想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再有半个月就是婷儿的生辰了，过几天又是多宝佛寿诞，你抄几篇佛经，到时候去替婷儿祈福。
能出府玩呀，但是抄佛经还没抄呢，就觉得手腕疼了。郡主，赵王妃来了，一起来的还有迦南郡主和小表少爷。你过多少岁生辰啊？20。你这么是什么表情啊？不敢相信啊，我居然嫁了个20岁的男人。你这是嫌我老？20岁就叫老了，我前是27，还在相亲的算什么？我居然老牛吃了嫩草了。这些日子也还算相处愉快，我就不吝啬的给你准备份礼物吧。那边的花我能采一点吗？我说不能，你是不是就不采了？半夏去拿竹篓来，我采一篮子。难怪要和离了，姑娘说话也忒气人了。没事要采花做什么？要说泡澡，时辰还早啊。静默轩里的花也够用了。去拿吧。多好的姑爷呀！要什么依什么，姑娘还想和离，要不是姑娘不带我回去，我都要和老爷夫人告状了。打中了，打中了！哪家熊孩子那么大的鹅卵石也是能打死人的，爹娘也不知道管教。好像不是府里的少爷，府里最小的也有9岁了，是四房庶出的7少爷。本来苏唐还想替他爹娘管教一下，但既然不是府里的少爷，那就是来者是客，被打一下也只能忍了。但他忍了，熊孩子变本加厉，鹅卵石不停地打过来。真是书可忍，审不可忍了。半夏，把他抓过来。你们敢抓我？我是赵王府小少爷，我让我姑母打你们板子。对，原来身份这么尊贵呢，有南康郡主这么个姑母护着，在靖南王府确实可以有恃无恐。不过不好意思，我连你姑母都没放在眼里。我招你惹你了，要拿弹弓打我？我打你是你活该，谁让你爹抢我爵位了？知道南康郡主拿云家的亲事和云三太太谈判，要云三太太过继赵王府小少爷的事，但这是大人之间的事，这么点大的孩子居然也知道，还觉得别人抢了他的东西，赵王府的家教也是绝了。把我的弹弓还给我！谁告诉你你要继承信王府爵位的？哼！不说，我可就把弹弓丢湖里去了。你敢？我姑母会让你下去给我捞起来的。是丫鬟姐姐告诉我的。什么时候？半年前啊！苏唐和半夏齐齐一愣，熊孩子正脱开，一把从苏唐手里抢过弹弓，撒丫子就往那边跑。不是云大少爷出事后才有过继的吗？怎么半年前就……还能为什么？算计呗。赵王府已是王爵，还嫌不够，还要替幼子谋划爵位，当真是父母爱子，为之计深远。可为了自己的小儿子，就去害别人的儿子，就太过歹毒了。姑娘，你和姑爷不会还没圆房吧？要圆了房，不可能上药，还避着姑爷。可新婚夜，姑娘不是扒了姑爷的衣服吗？我那是为了救他好吗？这丫头不会以为我那是趁着谢百庭人还没咽气，对一个将死之人霸王硬上弓吧？小少爷，你跑什么？这可怎么办？是他们追我啊！这是盆子，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一个才6、7岁大的孩子，就这么会污蔑人了。我和半夏都没挪一下，听到哭声才过来的，何来追他一说？谢柔和迦南郡主听到哭声，快步过来，看到熊孩子满嘴的血，嚎的一声比一声凄厉。迦南郡主心疼弟弟，看苏唐的眼神恨不得将他凌迟。我弟弟要有个3长2短，我跟你没完。呵呵，有些人倒搭没落，这才让赵王府损失了4、5千两，现在又伤了赵王府小少爷，今天怎么也要他脱一层皮。不知死活的丫鬟，把他给我拉开！我看谁敢动一下！把他给我丢到佛堂去！没有我的允许，不许任何人探望。这样就定我的罪了。窝囊的话，你们没听见吗？世子妃得罪了，居然栽在了一个熊孩子手里！放开！我自己走，不就是关进佛堂吗？我要让你南康郡主知道，关我容易，求我出来难抵登天。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怎么能把世子妃关进佛堂？我不管他有什么理由，他都不该追安儿，追的安儿摔倒，磕掉2颗大门牙。苏唐不是这样没有分寸的人，这其中肯定有误会。是赵王府小少爷自己摔倒的，世子妃没有追他，反倒被赵王府的小少爷拿弹弓打了好几下。事情还没查清楚，就把人关佛堂太草率了。先让苏唐回静默轩，等查清楚了再处置不迟。王府是我在掌钟馗，怎么处置这事，还轮不到王妃你来教我。把人给我带走。
正心急呢，就听到一阵熟悉的脚步声。王妃瞥头就看到王爷大步流星的走过来。王爷今儿怎么这么早就回府了？放了世子妃。王爷把内院交给我管，我也只是依照家规处置世子妃罢了。他采花园的花，还追得安儿摔伤，我只罚他去跪佛堂，已经算是轻的了。难道王爷要为了大少爷，就让我们靖南王府家规变成摆设吗？先前一再的纵容，已经纵得他无法无天了。父王顾着赵王府的脸面，想放了我娘子息事宁人，但可惜没人领情，我也不愿意委屈我娘子，还是叫暗卫现身，把花园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说个清楚明白的好，免得两头都不落好。平常花园没暗卫看守，但王爷在的地方至少有2暗卫在暗中守护。他知道这是赶来，王爷人都在了，说明进内院有一会儿了。花园里的丫鬟婆子不敢忤逆我，王爷的暗卫可不会帮我骗王爷，尤其在王爷都让放人的情况下。母妃，咱们快走吧。王爷久经沙场，身上已经带了肃杀之气，这眼神便是苏唐看着都内心发怵，何况谢柔和迦南郡主了。赵王妃也急着带儿子去看大夫，当即转身要走。冤枉了我一通，就想这么一走了之吗？你还想怎么样？呵呵，我想怎么样？今儿要不是王爷恰好在内院，我只怕要在佛堂待上好几天。现在知道错不在我，连句赔礼道歉的话都没有，就想走人，哪有这么便宜的事？真当我是软柿子，想捏就捏了。我想问问赵王妃，府上小少爷说我爹抢了他的爵位，是怎么回事？童言无忌，这么点大孩子一句话，世子妃何必较真？许是哪个丫鬟多了句嘴，叫安儿听见，记住了。府上小少爷年纪小还不懂事，我不怪他。但赵王妃作为母亲，自家儿子闯祸，觉得把儿子带走就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吗？还是养不教，父之过。赵王妃准备让赵王亲自来靖南王府给我赔礼。世子妃她可真敢说啊！赵王可是南康郡主嫡亲的兄长，让赵王来给他赔礼，这怎么可能？安儿摔伤成这样还不够吗？他自己跑摔倒的，还要别人为他负责吗？郡主管钟馗，查也不查，问也不问，就要国掌我。今日不给我一个交代，就别怪我以后有样学样。我不想惹事，但架不住事情接二连三的找上门来，如此还忍什么？世子妃这是让南康郡主给他赔礼。这府里敢这么要求的也只有世子妃一个了。不过继儿这事，世子妃确实倒霉，要不是丫鬟忠心，她就真挨南康郡主一巴掌了。南康郡主气到浑身颤抖，王爷看着他，眉头紧锁，这神情意味着什么？南康郡主心知肚明。今日之事确实是我处置不周，看到安儿伤成这样就失了理智，让世子妃受委屈了。这丫鬟忠心为主，善20两。苏唐见好就收，谢百庭要带他回去上药。把世子妃给我关佛堂去，要人人都如世子妃这般随意采花，这花园还能看吗？今日我若不严惩，他日还不知道多少人有样学样。这么快就把我说的话还了回来？念在是初犯，踩的又是少人去的地方，还被砸伤了，这回就算了。以后你要什么花要多少，派人告诉赵管事一声，让人出府买回来就是。多谢父王，如此倒省得我亲自采摘了。这杏子，但愿婷儿能吃得消。婷儿，快带堂儿回去上药。快坐下，我给你上药。姑娘先上药。快，你忍着点儿。福灵为了救姑娘，都摔断了腿，奴婢皮糙肉厚，只是挨一巴掌，受得住的。实在想不通，苏唐有疼爱她的爹娘，身边还有这么2个忠心耿耿的丫鬟，为什么就选择了上吊自尽呢？太傻太蠢了。姑娘快坐下。我来。被个孩子欺负成这样，我都不敢相信。赵王府小少爷不只知道自己要继承信王府爵位，而且是半年前就知道了。谢百庭手一滞，碰到苏唐的额头，疼得苏唐想杀人的心都有了。你是怀疑要云一命的是赵王府？我也不知道赵王府小少爷知不知道半年是多长时间，我本想细问，但让他跑了。我知道京都不少皇室宗亲想把子嗣过继给信王府，其中赵王府的可能最大。为了争权夺利，骨肉兄弟都能自相残杀，何况是别人家的子嗣了。只是这么好的机会被我错失了。不过赵王府小少爷才6、7岁，就算闹到刑部，也不一定会算作证据。要我说，信王府就该迟一点接回我爹。云逸一死，谁对信王府志在必得，那谁的嫌疑最大？毕竟不可能花那么大力气要云逸的命，最后给别人做了嫁衣裳。我爹一回来，这案子都不好查了，因为当初各方都在蠢蠢欲动。还有哪儿被砸伤了？没有了，后背和胸前都被砸了。我说的是实话吗？半夏给我上药就行了。姑娘，你和姑爷不会还没圆房吧？要圆了房，不可能上药还避着姑爷。
可新婚夜，姑娘不是扒了姑爷的衣服吗？我那是为了救她好吗？这丫头不会以为我那是趁着谢百庭人还没咽气，对一个将死之人霸王硬上弓吧？老爷夫人不会同意姑娘你和离的，而且姑爷病都好了，和离不是便宜二姑娘吗？便宜谁都不能便宜二姑娘。爷，谢安郡王他们来了。让他们去醉仙楼等我。爷，他们是来向世子妃借钱的。爷也不可能一辈子不让世子妃和他们见面。再说了，世子妃没看上他们，也可能看上别人，也总不能不让世子妃上街了吧？我去堵他们，你一会儿就告诉他，就说母妃找他。今天是绝不能让他们见面的，怕晚上再做噩梦。世子妃，王妃刚派人请您去他那儿一趟。王妃不是才让谢百庭带我回来上药吗？才没一会儿又找我去做什么？母妃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找你。那陈青怎么说母妃找我？许是婷儿和你开玩笑，真不懂事，女人上有伤还这么胡闹。姥姥的，母妃没事找我，那我就先回去了。王妃，大少爷让您把世子妃留在天香院半个时辰。不早说，这会儿苏唐已经回去了，这已经来不及了。谢百庭，你太过分了，居然耍我！我的形象。这是世嫂吧？谢百庭没想到苏唐会回来的这么快，不过看到兄弟们震撼，还带了一点点同情他的眼神，他心情别提多好了。这么凶悍的女人，这几个兄弟是不会喜欢的。这是内子，见过世嫂。你们好，你们好。要不是亲眼所见，实难相信百庭兄那般性子的人娶亲后被媳妇压得死死的。太尴尬了，再不走我就要当着他们的面对谢百庭施暴了。你脚怎么了？你还有脸问？这女人气性大，可不好哄。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嫂夫人脾气也太火爆了吧！踹门，这脾气已经不是一般的差了。哎，习惯了。爷你可长点心吧，信安郡王他们嘴一向不牢靠，回头不小心捅到世子妃跟前，想过后果没有？娶妻娶贤，怎么也要娶一个端庄大方又小意温柔的姑娘，红袖添香，浓情蜜意，这踹门也太吓人了些。等等，我娘说过，男人的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啊！百庭兄的钱都在大嫂那儿了，心能不在人家身上吗？你不会喜欢上大嫂了吧？这话问的是想挖我墙角吗？她是我媳妇，我不喜欢她，喜欢谁？那你惨了。你怎么说话的？不盼着点百庭兄好？你不知道，我出门的时候还听我父王说起，百庭兄带了位医术高超的贾大夫去信王府医治云三老爷。云三老爷的病情大有好转，治愈的可能很大。本来朝廷上只三两两人，只以苏老爷私生子的身份。今儿早朝，一大半的朝臣都不赞同让苏老爷上皇家玉牒。听我父王说，皇上只让信老王爷给苏老爷一个义子的身份。那百庭兄救云三老爷，岂不是把苏老爷给坑了？所以才说惨了呀！要不喜欢嫂夫人就算了，偏还喜欢，这要叫嫂夫人知道了，就这踹门的火爆脾气，能不和百庭兄吵闹吗？拳打脚踢都可能啊！这事远比你们想的还要复杂。谢百庭怎么也没想到云三老爷病好，会让苏红山没法认祖归宗，那苏唐一家当初火急火燎的赶回京，就成了一场笑话。送一只去给世子妃。一整天了，没一件高兴的事。世子妃，大少爷让奴婢给您送一只烤鸭来。一只烤鸭就想消我的气，没门儿！大少爷让您尝尝味道如何？这也叫烤鸭，又柴又腻，端走。半夏，去拿4万两银票给信安郡王他们。虽然信安郡王他们只借3万两，但3万两肯定用得很紧，多借一点，争取挽回一下形象。他们不收。不是专程为借钱来的吗？他们不是来借钱的。本来是，现在不需要了。什么意思？他们回京途中遇到一家烤鸭店，觉得味道很不错，胜过醉仙楼的烤鸭。正好那铺子出了点事，他们就把人带回京，准备开间烤鸭铺子。今儿特地送来给你我尝尝，但你说又柴又腻，他们哪好意思再开口借钱？他们已经打消开铺子的念头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告诉你了，还能得到又柴又腻的评价吗？我的评价重要吗？我只要借钱不就行了？不是比醉仙楼好吗？醉仙楼是京都最大的酒楼，新安郡王他们身份尊贵，肯定是醉仙楼的常客，嘴一定很刁。而苏唐给的评价是和他吃过的比，标准太高了，不能作数。烤鸭确实比醉仙楼的要好几分，但还没有好到仅凭一道烤鸭就能在京都立足的地步。我不能成为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啊！本来就没给人留下好印象了。咦，你是故意的吧？明知道我气头上没好话。只要我活一天，你休想打他们的主意，更别想左拥右抱。
果然是故意支开我的。要你的命很难吗？这哪是夫妻，这是冤家剧头了。本来新安郡王他们是要留下来吃饭的，怕一会儿要下大雨走不了，只能先告辞了。等脚崴伤好了，就亲自下厨弥补过失，挽回形象。更重要的是，不让谢百庭得逞。人生在世，不争馒头争口气。地上时，小厨房又有烟重，世子妃怎么来了？我用下小厨房。世子妃要吃什么菜，只管吩咐一声就是。这也怕是停不了一会儿。世子妃还是回屋吧。我只用烤炉，你们该做什么做什么，不必管我。话虽这样说，但一个敢让南康郡主和赵王妃给他赔礼的世子妃，哪个下人敢不当回事？经过昨天花园的事，以后世子妃和南康郡主对上，下人们都要掂量一下向着谁了。世子妃人呢？世子妃去小厨房做菜了。她还会做菜，不过连医术都会，会做菜也没啥稀奇了。不知道她的厨艺如何？世子妃做的烤鸭太绝了吧，也太香了。就是大厨房做的烤鸭也没世子妃烤的香啊，勾得人肚子里馋虫直打滚。烤鸭是做好了，可怎么给新安郡王他们送去是个问题。爷，世子妃让我去小厨房一趟。这是奴婢吃过的最好吃的烤鸭了。陈青呢？被我使唤去安王府、齐国公府，还有宁阳侯府送烤鸭去了，你不知道吗？你当然不知道了，我可严令不许陈青告诉你，不然烤鸭就送不出去了。我的烤鸭呢？我就做了4只，没你的份儿。专门为他们几个做的，连丫鬟都有份，却唯独没我这个夫君的。姑爷生气了，他昨天害我那么丢脸，我气还没消呢。这是什么？属下给您要的烤鸭。他们都知道世子妃烤鸭有他们的份，没我的份了。端走。爷，您真让我端走啊？那我可就吃了啊。放下。书房里又没外人，何必呢？这么酸，哪好吃了？酸，这么好吃的烤鸭，咸淡适宜，肥瘦适宜，我恨不得骨头都嚼碎了吃下，怎么会酸呢？嘿嘿，爷，您是吃醋了吧？照这样子，得是酿了整缸的醋，都能开铺子了。你说什么？得，吃醋了还不让说？您喝口茶消消气再吃。世子妃不是故意不准备严宁的份的，世子妃要了5只鸭子，是大厨房只剩4只了。幸安郡王他们不好送了这个，落了那个，只能委屈严宁了。你倒是帮他解释得清楚。不解释能行吗？不解释还不知道爷要酸到什么时候去。难道我真的吃醋了？不可能，我只是生气了而已。连下了5天的雨，苏唐也有5天没去松鹤堂请安了。吃过早饭后，苏唐就准备出门，谢百庭陪他一起。从出房门，苏唐就感觉不大对劲，丫鬟婆子们在窃窃私语。没想到云三老爷病已好转，皇上会不让姓老王爷认私生子归宗，只肯给个一子的身份。原来丫鬟们议论这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了？哼，世上还有我这样的坑爹女儿吗？坑岳父的不止我们俩，还有岳父他自己。医治好云三老爷病的贾大夫可是百庭领去的，他往后还怎么见苏老爷？云大少爷对百庭有救命之恩，他要顾着自己的岳父而罔顾云三老爷的生死，那真要被人戳脊梁骨了。我想苏老爷也不会要一个无情无义的女婿。听说是云三太太找了好些朝中大臣施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云三太太这么做，倒也无可厚非，就是一点没为百庭着想。百庭这一报恩，保不齐把自己岳父到手的爵位和万贯家财给报没了。苏老爷能轻饶了他？这要是我女婿，我能当面骂他个3天3夜都不带喘气的。还有世子妃的暴躁脾气，从床上打到床底下都不稀奇。大嫂好像一点也不生气。我爹娘本就没打算继承姓王府，认不认祖归宗无所谓。呵呵，这话说出来骗鬼的呢。亲老王爷贵为皇叔，备受皇上信任，手握兵权，跺一跺脚，京都都要抖3天。这样的权势富贵，会有人不想要？不过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罢了。不想认祖归宗，那赶着进京做什么？这人可真够讨厌的。我爹只是怕信老王爷气坏身子，也不想有心之人得逞罢了。我爹比谁都希望云三老爷恢复。啧，这漂亮话说的可真好听，也得有人信啊！亏得他能说的脸不红气不喘。听府里的丫鬟说，世子妃还会烤鸭，甚至比大厨房的厨子烤的还要好。
哟，京都的大家闺秀能分清韭菜和蒜苗的都没几个，没想到咱们靖南王府世子妃还做的一手好菜，那我们可得尝尝世子妃的手艺。那要等多宝佛寿诞之后了。前几日胳膊被砸伤，没抄几篇佛经，这2日正忙这事。明日就是多宝佛寿诞了，去礼佛也不宜吃得太荤腥，等祈福之后再吃也不迟。老夫人也去啊，还想只抄几篇佛经糊弄一下，这下回去真得认真抄了。老夫人，信王府云三太太带着云二姑娘来了。你去迎接一下吧，信王府是你的娘家，娘家来人，没人比你去迎接更合适了。这娘俩算我哪门子娘家人啊？存心膈应我是吧？我陪你去。苏唐去迎接就成了，让你2手牵手去迎接云三太太和云二姑娘，还不把人气死？他对王府的熟悉程度还比不上云三太太，他去迎接还不知道把人迎去哪儿。不用去了，我已经让宁妈妈去了。许久未见，老夫人比上回见还要硬朗了。快坐吧，都说云三老爷病情大好，看来是真的了。嘿嘿，我就是为这事来了。多亏了婷儿领了位医术高超的大夫去，我家老爷才有好转的一天。他把我家老爷的安危放在心上，我姓王府实在不好让他垫付医药费，今儿特来道谢，顺带把垫付的诊金送来。纵容女儿逃嫁，把我推进火坑，现在我嫁了，云家又后悔了。她云三太太作为母亲，就这么纵容女儿不要脸吗？这厮是要做什么？这是给你的诊金，你给我做什么？我的不就是你的？这厮是什么时候背着我去南德学院进修了吗？你给我，不怕我花完？就是给你花的，不够再找我拿。这厮是想气的云三太太母女被抬出靖南王府吗？那就谢谢相公了。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凝固了。云家几辈子没这么难堪过。自打苏唐出嫁后，谢百婷就一直拒她于千里之外，但还没有哪回像现在这样把她的脸面放在地上践踏。苏唐到底对百婷哥哥做了什么？百婷哥哥对我这么狠心？佳儿，坐下。佳儿，南康郡主说他们是天作之合，我原还不信，看来缘分的事，当真不是3言2语能说明白的。南康郡主脸上笑容僵了僵，知道云三太太因为那2万两误会她了，又没了脸，故意气她呢。苏唐小坐了会儿，就以要回去抄佛经给谢百婷祈福为由告退了。你气云家就算了，你连云三太太都气，你不想好了？我就是想好才这么做的。云三太太留步，云三太太可是为假银票的事恼我。做人不要太贪心。你我都被人算计了，万柳阁被偷了2张万两银票，柔儿和二姑娘的合谋早被识破，掉进了人家挖好的坑里。我这辈子就看走了一回眼，栽了这么个大跟头。我靖南王府这位世子妃也不知道耍了什么手段，大少爷对她几乎是言听计从，便是王爷为了我摔断一只胳膊，也不曾这样。哼，婷儿是我和我家老爷看着长大的，他是什么性子的人，我一清二楚。他要真对苏唐言听计从，就不会救我家老爷了。府上还有事，我就先告辞了。郡主好心提醒，云三太太一点也不领情，迟早有吃亏的时候。等吃了亏，他会来找我的。连女儿都这么难缠了，做爹娘的还不知道多厉害呢。京都世家子弟那么多，比他谢大少爷好的又不是没有了。我的女儿还嫁不出去吗？女儿只喜欢百婷哥哥，可他眼里没有你了。你有什么话想说就说，吞吞吐吐做什么？太太，有件事奴婢一直没告诉您和姑娘。谢大少爷真的很听苏姑娘的话，苏姑娘不让他领贾大夫医治老爷，他就没有领。要不是苏老爷发话，老爷只怕已经……不可能，百婷哥哥不可能不顾我爹的死活。这是奴婢亲耳听到的，没有半个字虚言。我不信苏老爷会救我爹，人家巴不得我爹死给他腾爵位还差不多。谢大少爷当面问苏老爷是不是真心，接苏老爷几颗胆子，他也不敢说不是。谢大少爷就信以为真，真的把贾大夫领去了信王府，我家老爷才捡了一条命。一个女婿半个儿，这么多年，我和老爷一直拿他谢大少爷当半个儿子看，一儿更救过他的命，可他竟因为苏唐的阻拦就不救老爷了。太太，那不是出靖南王府的方向？去见南康郡主。苏唐，你抢我百婷哥哥，还盼着我爹死，我要你的命！怎么了？没事，去药房，我给你逼毒。姑娘，云三太太没出府，去了牡丹院。
云逸的死，赵王府和南康郡主的嫌疑最大。云三太太不怀疑，反倒和南康郡主走得这么近，别哪天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姑娘，该起床了。这么早叫我起来做什么？要去大昭寺上香祈福，许妈妈特意让我把姑娘叫醒，不能让老夫人他们等。只是去祈福而已，用得着这么早吗？他们不睡，人家菩萨还要睡呢。他都还没起呢，这么急的催我做什么？姑爷不去，替他祈福，他不用去。世子妃，前院派人来传话，1刻钟后就启程去大昭寺了。知道了。来，让哥哥疼你。以后祈福这样的事，还是我们小辈来吧。你要累着了，可怎么办？趁着现在还来得了，多来几次，再过2年就真有心无力了。今儿香客多，住持忙不过来，让我来迎接靖南王府贵客。大昭寺乃宁朝第一寺庙，太祖皇帝曾御赐得大昭寺相救，建立宁朝后拨重金扩建，并每年上香祈福。这么巧，我还想过2日去府上给老夫人请安，没想到在这里就碰上了。怎么只召香夫人一人？嫣儿那丫头没一起来，满京都的大家闺秀，也就嫣儿入了我老婆子的眼，就拔不出来了。嫣儿喜欢热闹，祈福完就带丫鬟去逛集市了，一会儿让她来给老夫人您见个礼。苏唐从谢薇和谢启闲聊中得知，赵相夫人想为儿子求娶谢柔，但南康郡主意愿不大。老夫人想为3房4少爷谢伯允求娶赵相女儿赵嫣，赵相夫人也意愿不大。双方都以女儿还小为由未明确拒绝，处于骑驴找马的状态。做爹娘的总想给女儿挑个最合适的，像我这样被赶鸭子上架，匆匆忙嫁了的并不多见。老夫人这边请。他们年纪小，没这份耐心坐在那里听枯燥的经文，你们出去玩吧。1个时辰后用斋饭就回府，别玩的忘了时辰。女儿知道了。到集市人极多，苏唐转眼就找不到谢柔他们。逛了没一会儿，半夏的荷包不见了，不知是挤掉还是被偷。他气得鼓起腮帮子，丢个荷包就气成这样了？荷包里还有2两银子，那也没什么。出门的匆忙，奴婢只带了那2两银子。我那么多钱，你出门就带2两，还被人偷了，你是想气死我吗？姑娘是有钱，可都是1万两的，奴婢就是带来了，也没人能找得开。而且只要身上揣超过100两，我的注意力就都在银票上了，生怕弄丢。1万两打死我也不敢带身上。唉，还有比出来逛街身上没钱更惨的吗？不带钱还逛个毛线的街呀？还想大买特买犒劳一下自己啊？现在的我连串糖葫芦都买不起，以后出门不带钱，我就不带你了。百庭兄来了，这么晚才来，叫我们好等。怎么就你们俩？木指呢？别提他了，约好了在醉仙楼见。谁想宁阳侯夫人得知户部尚书夫人请了钦天监刘大人的夫人去大昭寺帮忙相看未来儿媳妇，宁阳侯夫人觉得机会难得，就逼着穆兄陪她去大昭寺了。大少爷最怕的就是世子妃和他们碰上，怕世子妃要跟来醉仙楼，都没告诉他这事。谁想到宁阳侯世子去大昭寺了，真是防不胜防啊！没钱，走看风景去。那姑娘是有什么奇特之处，让你看得连脚下台阶都不注意了？刚刚那姑娘的面相之好，是我生平仅见，也不知道是哪家府上的姑娘，瞧着面生得很。钦天监刘大人的夫人出身商贾之家，婚后被笑有铜臭味，刘大人不满，刘夫人自学占卜超越刘大人，刘大人自此惧内。2年前，刘夫人为一姑娘相看亲事准确，在京都炙手可热，如今对一姑娘高评价，实属难得。有这么好吗？那姑娘一身云锦缎子，身份必然不差，可惜我刘家高攀不上。刘家高攀不上，户部尚书府可不一定攀不上。咦，不知道是谁落了块玉佩在这里。这块玉佩不错，玉佩的主人丢了必定急着寻找，你送去给大昭寺的和尚，问问是谁丢的。姑娘不和奴婢一起去吗？我去那边凉亭等你。那姑娘别跑远，奴婢快去快回。我哪还有力气跑啊？这桩买卖不亏，这么漂亮的女人，滋味一定很好。她是不是吓傻了？看到咱们都不知道跑。
这是识时务，要叫他从我们俩手里跑了，以后我们也不用在道上混了。来，让哥哥疼你。我来这里没几天，也没主动招惹过什么人，只是被动还手了而已，就对我用这样下三滥的手段。你们是什么人？谁派你们来的？等哥哥疼完你，再告诉你。做梦！两男子虽然及时挡住了眼睛，但还是飘了一些到眼睛里，刺疼的他们一阵恍惚，跌坐在地。这娘们居然随身带毒！快追，别让他跑了！苏唐卯足了劲跑，两男人在后面穷追不舍。现在是又饿又累，跑不快，便丢袖派引开他们，自己躲到了假山后。半盏茶功夫，黑衣人未追来，苏唐盼他们晚点反应过来，1刻钟后他们就会毒发。哎呀，你别这样！不这样，那哪样啊？讨厌！别告诉我，这两人是来这里偷情的。这要发现我在这里，还不得杀我灭口？真是人倒霉，喝水都塞牙缝。你什么时候去我家提亲？你都是我的人了，还怕我不娶你吗？这两人对神佛能不能有一点敬畏之心？大白天在哪儿偷情不好，跑大昭寺来？还有这姑娘傻不傻？人家要真心想娶她，能不登门提亲，而是把她哄到这地方来那啥吗？这两人最后要能成才有鬼了。那娘们到底跑哪儿去了？坏我兴致，找死！宋世子，哼！男子杀了人后走来，苏唐透过假山小洞看到男子容貌好看，却不干人事。苏唐只盼他们早点离开。未等苏唐缓口气，那边传来半夏的呼唤声：“姑娘，你在哪儿啊？不要过来啊！快点走啊！姑娘，不会被人发现吧？发现了不正好，我把你娶回家，天天疼你。讨厌，我娘肯定找我半天了，我先走了。总算是走了。苏唐路过战场时，发现了块碧色莲花玉佩，背面刻着7月18。苏唐只看一眼便原样放回，怕玉佩主人来寻。苏唐不知自己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来找玉佩。姑娘，你跑哪里去了？叫奴婢好找。我就四下转了转，刚刚吓死我了。这里不安全，咱们快走吧，也快吃斋饭了。没想到在这里碰到师嫂，我正想找师嫂告状呢。告状？告谁的状？自然是百庭兄的。之前班门弄斧，让师嫂看了笑话。师嫂赠我们几个烤鸭，但都被陈七要了只烤鸭腿，以致没能吃上一只完全的烤鸭，怎么能不告百庭兄一状？谢百庭居然还做这事，不就是只烤鸭，至于吗？回头我帮你骂他。大少奶奶，该用斋饭了。那我先走了。师嫂慢走。刘夫人口中面相极好的姑娘，不会就是她吧？刚刚和你说话的是哪家姑娘啊？娘，她是靖南王府大少奶奶，百庭兄刚过门的媳妇。是那位把云二姑娘推落水，昏迷了好些天，最后不得不替云二姑娘出嫁给谢大少爷冲喜，还送给谢三姑娘贾玉琢的抠门谢氏子妃。这名声和刘夫人口中的心地善良、聪慧过人、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大富大贵、权势滔天，差的也太远了点吧？是传言有误，还是刘夫人看走眼了？你们大嫂来京都没多少时日，人生地不熟的，即使人又多，你们几个只顾着玩，也不知道带着她点儿。今儿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吗？还是南康郡主吃错药了？居然这么关心我，还是这话是在铺垫，撵得我在大昭寺出事，王爷怪罪谢柔谢薇，他们没把我看好。看他的表情，应该不是他计划的，但他知道这事。你跑哪儿去了？丫鬟在集市找了你好几遍，也没看到你人。早上出门的急，忘了带钱，想找你们借点，但没找到你们，我就带丫鬟四下逛了逛。用斋饭吧。四弟妹怎么来的这么迟？苏唐回府后，记得把发髻梳起来，以后出门再带支桃花簪。这是为何？苏唐从青州进京也没多久，就嫁进了咱们家靖南王府，京都的贵夫人都不认得她。今儿钦天监刘大人的夫人受户部尚书夫人的邀约来大昭寺帮她相看未来儿媳妇，结果你猜怎么着？刘夫人一眼就看中苏唐了。户部尚书夫人到处派人打听是哪家姑娘。郡主当时找了钦天监刘大人合八字，刘大人是怎么说的？但要刘大人像刘夫人那样夸苏唐命好，南康郡主是绝不会让她进门呀。王爷要苏姑娘过门，你知道该怎么说吧？苏姑娘和谢大少爷八字不合，不宜成亲。
你告诉王爷，他们是天作之合，只有娶苏姑娘，大少爷才有一线生机。刘大人不是说八字不合吗？刘大人只说大少奶奶是大少爷活下来的唯一希望，别的倒没说，我也没问。刘夫人擅长看面相，她看出什么了？伏羲谷。母妃，伏羲谷是什么？伏羲谷是天下第一谷，主大富大贵，大名大寿，可享帝王之福。最子也是将相之才，英明神武，大勇机智，消息于全国有安危，喜怒于百姓有祸福。当今皇上就有伏羲谷。不说还没注意，大少奶奶额头确实挺像皇上的。当今皇上只是先皇的庶出皇子，还出生就丧母，虽然也有实力，但更多的还是靠着逆天运气才登上的地位。伏羲谷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我对大少爷可真好，竟然给他挑了个有伏羲谷的媳妇，我倒要看看伏羲谷是不是真有这么神。南康郡主眸光扫向一旁站着的丫鬟，丫鬟轻点了下头就出去了。老夫人挺喜欢大昭寺的素斋，等她放下筷子，这顿饭才算用完。1刻钟后回府，你们几个小辈想逛就再去逛会儿，不用陪着。你别跑！才上身的新衣裳就这么毁了，我可带了更换的衣服。带了，在马车里。苏唐去马车换衣服，半夏没上马车，怕苏唐换衣服的时候有不懂事的乱掀马车帘子，在马车外望风。苏唐把包袱拿起来，衣服就散落一地，正准备捡起，马突然发起狂来。姑娘！这一天意外就没断过，我怎么就不长点记性呢？觉得那半大少年一碗绿豆汤只是单纯的意外呢？马一路狂奔，所到之处，人人避之不及，没人阻拦，也阻拦不了，往山脚下奔去。这回死定了！啊！夫人，没事没事，我不就是一跤摔到这里来的，没准又回去了呢。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帮谢百庭把毒解了，才帮他逼了一半的毒，最多只能再活3年。苏唐把眼睛闭上，等着死亡的降临。别怕，没事了。你还要押为夫到什么时候去？我没事。不好了，世子妃出事了，马车受惊，带着他狂奔下山了。快带人去救世子妃！赵管事已经带人去追了。苏唐有伏羲谷，必会逢凶化吉，王妃别太担心。缺胳膊断腿的人，照样也能活个7老80。王妃，世子妃没事了，赵管事怕您和老夫人担心，让小弟先来禀告一声。苏唐没受伤吧？大少爷及时赶到，救了世子妃。世子妃只是受了些惊吓，并未受伤。平儿，前些日子在沁玉轩救苏唐都吐血晕倒了，怎么可能从失控的马车下救人？确定是大少爷救的人？确实是大少爷救的世子妃，我们都看见了。大少爷没事。大少爷只是吐了口血，已经骑马带世子妃先回府了。王爷说婷儿大有好转，我还不信。现在婷儿吐血而不晕，王爷没骗我。只是世子妃金马没事，有事的是左相夫人。左相夫人怎么了？世子妃马车狂奔下山的时候，正好碰到左相夫人坐软轿上山，车夫赶着避让马车，不小心把左相夫人从轿子里甩了出来，摔得很严重。哼，左相夫人可是当朝贤妃的母亲，苏唐连累她出事，贤妃绝饶不了她。吃午饭的时辰，左相夫人来大昭寺做什么？爷，查清楚了，马车失控并非是意外，马眼睛被暗器射中，流了不少的血。你知道不是意外？这是今天的第2波了，目的不只要我的命，还要我身败名裂。先前2黑1人自是不必说，刚刚马车出事的时候，要不是衣服散落耽误了时间，快的话衣服没穿好，慢的话衣服没完全脱掉，那种情况被从马车里甩出来，我就算命大没摔死，身为大家闺秀，衣不蔽体，我也没脸出去见人了。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要对我一计不成，再施一计，赶尽杀绝？今日我侥幸不死，此仇不报，我都不叫苏唐。是我不好，以为你跟着母妃一起的，不会出事，便没派人跟着你，以后不会了。2人骑马往城内走，引来不少人驻足观看，有羡慕的，有唾弃的。大庭广众之下，就这么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2人旁若无人的进了城，穿街过市，到了靖南王府，谢百庭把苏唐抱下来，迈步进府。
没事，我没事，胳膊疼，你先松开我。姑娘今天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姑娘身上哪里受伤了？我去给你请大夫。我还用请大夫吗？哦，是哎，一点皮外伤，养2天就好了。有什么话就说。左相夫人摔断了胳膊，与我金马有关。婷儿，小厮说你吐血了，你没事吧？我没事。万幸都没事，你去大昭寺替婷儿祈福，自己出了事，母妃怎么和信老王爷交代？让母妃担心了。世子妃果真不是一般的女子，马车发狂，把去大昭寺一路上的人都吓了个半死，她自己反倒跟个没事人一样，说出去只怕都没人信。左相夫人摔断了胳膊，虽然只是意外，但到底因我们靖南王府而起，你去赔个不是，为表诚心，把贾大夫一并请去。左相夫人受伤，会请太医。母妃，相公会带贾大夫去左相府的。好好休息，母妃先走了。左相不是不通情理之人，左相夫人有太医医治，你不是非去不可啊。我已经没事了，我去看看也安心些。去左相府赔礼，只带贾大夫去不够。谢百庭让冯妈妈准备探望礼，陈清出现在谢伯庭耳边低语了2句。身首分离。刚听他说，我下意识以为是被他毒死的。你在大昭寺还欠了谁的人情？一会儿我一并去还了。欠人情？我还能欠谁人情？我没欠谁人情。是谁帮你杀了那2黑衣人？不知道。是木指。不信任我就算了，自己的兄弟也不信任。不是他。那是谁？不知道，是个长得还不错的男人。哎呀，你想疼死我呀？疼死你也比气死我好。有事没事就夸别的男人长得好看，当我这个夫君是死人呢。基于我那几个兄弟就算了，出门一趟又看上别人了。臭男人，我去大昭寺帮他祈福，九死一生。不想我夸别的男人是吧？我还就夸了。那男子不止脸生得不错，身材更好，有8块腹肌。你再说一遍。是那男子和个姑娘在那里偷情，那2黑衣人坏了他的兴致，才被他当场掐断了脖子，和我没关系。你干嘛？把眼睛给我洗干净。祈什么屁的福？去一趟大昭寺，我要被气得少活大半年。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就听了一场活。春宫，大少爷，东西准备好了。不是金马了吗？怎么瞧着一点事都没有？我们听说大嫂金马了，特来陪你说说话。大嫂这是要去哪儿？母妃让相公请贾大夫去医治左相夫人，我不想一个人待在屋子里，顺带去找贾大夫把个脉。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时辰不早了，我们就先去了。大嫂也太厉害了，要换成是我遭遇金马，绝对会吓个半死。你又没遭遇金马，怎么就这么肯定自己不如他？哼，不过就是个私生子的女儿，居然拥有和皇上一样的伏羲骨，这简直是对皇上的羞辱。世子妃受惊，谢大少爷该留在府里陪着她才是。内子只是受了些微惊吓，反倒是连累左相夫人摔断了胳膊。贾大夫医术不错，请来给夫人看看也安心些。贾大夫的医术，赵院正都自惭形秽，有他帮着医治，乡野夫人定能早日康复。有劳贾大夫了。苏唐轻点了下头，过去给左相夫人检查，就看到左相夫人胳膊肿老高，看得苏唐都于心不忍。他倒霉，左相夫人更倒霉。夫人忍忍。贾大夫，你医术高超，胎位不正，横胎你有没有办法保证母子平安？谁胎位不正？小女。今日赶去大昭寺，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小女，求菩萨保佑我女儿能平安诞下小孙儿。一连3位稳婆都不敢接声，因是横胎，顺产希望渺茫。玉国公府和左相夫人用尽办法也无法正胎位，难怪左相夫人吃午饭的时辰往大昭寺赶了，爱你心切。我没有十足的把握能保证您女儿母子平安，不过我尽量试试，至少我能保证令爱和您的外孙儿活一个。尽量保小女吧。我先给您接骨。你快去玉国公府救我女儿，有太医给我接骨就行了，哪怕要我用这条胳膊，不就是用我这条命换女儿一命，我也绝不皱眉。贾大夫，请。好。这位是贾大夫，快让丫鬟领他进产房。贾大夫，这边请。谢大少爷要有事忙，可以先回府，等着便是了。我会派人送贾大夫回去。我在玉国公府等他。苏唐进了产房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血腥味，其实他真的没什么把握，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他尽人事，剩下的就看天命了。苏唐先开了2张方子，让丫鬟抓药煎上，以备不时之需，然后才给方大少奶奶施针，再用独特手法正胎位。可以继续接生了。
胎位正了。如何？胎位已经正了，快的话半个时辰就能生下来了。还请贾大夫多留些时候，等小女生了再走。贾大夫的大恩大德，我秦某没齿不忘。左相放心，我既然来了，会等方大少奶奶母子平安再走。这一等就是2个时辰，眼看着天黑下来，苏唐还真有点着急了。我在府外过夜，靖南王府中人肯定有微词，要谢百庭和我一起的还好，偏我现在是贾大夫的身份。来，你这是在玩火，你知道吗？你早就醒了。可喜可贺，大少奶奶生了个小少爷。得来不易，得来不易呀！在娘胎里就遭这么大的劫，还扛过去了，将来必是人中龙凤。可以走了。再等等。不好了，产妇血崩。把先前煎的药端来。苏唐进屋，让丫鬟把药一滴不落的为方大少奶奶服下，然后施针帮着止血。彼时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血止住了，苏唐也累得够呛。我替人接生这么多年，还没人像大少奶奶这样能活下来的。大少奶奶今天真是捡了条命。不过可能以后都没法再生孩子了。不生了，不生了，就是能生也不生了。这话还算有良心。左相一直看着自己的女婿，但凡方大少爷有一点犹豫，估计他就抬脚踹上去了。教养得好，一个儿子足矣；养得不好，就是生10个儿子也没用。女儿没事了，母子平安，我先告辞回去报喜了。街上已宵禁，我让小厮送你们回府。也好，不用了。苏唐累得根本不想动弹，但男装得换下来。只是这边才换上女装，就听到一阵脚步声传来，陈青勒紧缰绳，马车停下来。是你？碰到个硬茬，看来今晚得在巡城司过夜了。啊，你可是靖南王府大少爷，巡城司都不卖你个情面，碰到巡城司会被抓。玉国公府怎么不留我们过夜？要碰到别人就算了，巡城司骆大人是出了名的铁面无情，别说是我了，就是我父王也行，只怕也得被抓去巡城司。谢大少爷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想回靖南王府，想去巡城司过夜？那我只能铁面无情了，带去巡城司。真的要抓？抓！巡城官一个个眼睛放光，抢了陈青赶马车的活，牵着马车往巡城司走去。大晚上的，爷是抽风了吗？难道巡城司的床比静墨轩的睡得舒服？爷回去得打地铺，在巡城司好歹还能睡床，嘿嘿。抓归抓，得给我和内子安排一间上房，再换2床新被褥。上房？这是把巡城司当成客栈了吗？去把我的房间收拾出来，再搬2床新被褥。是。巡城司抓人还住这么好吗？我以为要住牢房。宵禁之后抓人是巡城司分内之事，但我好歹也是靖南王府大少爷，总要在规矩之外给我行点方便。确实，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是不抓权贵，只抓百姓，那宵禁也形同虚设。今晚只能委屈你和我睡一张床了。总不能让你睡房梁上吧？苏唐默默上了床，爬到里间，谢百庭直接躺下。虽然成亲第一夜就睡了一张床，但那时候我晕着，谢百庭也晕着，现在可是2个清醒的孤男寡女啊！怎么不睡？你脑袋怎么了？没什么，就是白天经马的时候不小心磕了2下。我看看，你没上药。谢百庭拿出药膏，小心地替苏唐抹上。他没见过这么对就别人上心却不顾自己的。夜深了，睡觉了。谢百庭和他一个姿势，离得很近，近到呼出的气体都喷在他脖子处，有点发痒。你睡外面去点儿。不，我怕掉下去。竟然说得这么理直气壮，那我睡外面。不行，我怕你掉下去。这厮绝对是故意的，一间屋子住那么久，他睡觉老不老实，我一清二楚好吗？晚上怎么睡的，早上怎么起，根本不可能掉下床，自己不往外睡，还不让我睡外间，到底想哪样啊？谢百庭往这边挪动时，不小心碰到苏唐后脑勺，疼得他一抽。苏唐一口气还没呼完，就被翻了个身抱在怀里。他挣扎了2下，可他那点力气根本无法与谢百庭抗衡，以前就不够，如今谢百庭能稍微动武就更不够了。今晚就这么睡吧。刚刚是什么声音？谢大少爷谢世子妃才成亲没多久，大晚上的你说还能做什么？你们能不能说的小声一点，听得很清楚好吗？我操！煎熬啊！我怎么说也是一个成年人，白天听了那么一场活春宫，
不可能一点不受影响，必须要把持住，绝不能做出霸王硬上弓这样的事来。苏唐一脸的尴尬，哪还敢再动？然而就感觉到身侧之人呼吸紧促了些，他就更不敢乱动了，未免胡思乱想。苏唐在脑中过了一遍为谢百庭抄的祈福的佛经，效果奇好，默念一半便熟睡过去。醒时苏唐会克制，睡后却苦了某难，暖玉在怀却不能碰不能吃，他不禁后悔来寻程思，还不如打地铺。你这是在玩火，你知道吗？你早就醒了？我是压根一宿就没怎么睡。天已经大亮了，我看你还在睡着，想叫你起来呢。你就是这么叫人起床的？不行吗？这女人嘴硬的本事一流。谢大少爷客气了。有事？左相知道您被抓了，特来寻程思解释您昨晚宵禁之后夜行的原因。您和世子妃可以回府了。这么一大早，左相就知道了？岂止是左相知道了，大半个京都都知道靖南王府大少爷世子妃宵禁之后穿街过市，被巡城司抓了的事。昨日谢大少爷领着贾大夫去玉国公府救了小女一命，却不曾想连累你被巡城司抓了，我这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左相不怪罪那次金马车，伤了左相夫人就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要没左儿的意外，那子虽然毫发无伤，我们却要白发人送黑发人，比起侍女之痛，这不算什么了。我就先走了，还得赶进宫向皇上请罪。骆大人骆瑶走过来，他昨晚想一夜也没想明白谢百庭脑子里是哪根弦没搭对，要到他巡城司来过夜。左相一来他就明白了，帮谢世子妃善后。谢百庭同骆瑶告辞，然后就带着苏唐坐马车回府。郡主，大少爷他们回府了。这么快就回府了？巡城司抓人，怎么也要王爷去捞人。王爷不可能为了他们不去早朝。是左相去了巡城司。绝了！他金马导致左相夫人摔断了胳膊，结果左相府不仅不恼他，还感激他。这说出去都没人信啊！这已经不是福大命大能说得通了，这就是老天爷他亲女儿啊！你这是哭了多久？姑娘不带奴婢出门，结果一晚上没回来，怎么能不叫人担心？我和你家姑爷出的门，你还怕我会出事啊？当然怕了，姑爷也没多靠谱啊，身上的毒没解，谁知道还会不会吐血就晕倒啊？要真遇上什么事，姑爷可能帮不上忙，还指着姑娘救他呢。不过好在都平安回来了。昨儿姑娘和姑爷走后，不到半个时辰，老爷和夫人得知姑娘你在大昭寺金马赶来看你，你不在，他们就走了。那么急赶来，可见对女儿有多担心了。可惜我不是真的苏唐，你没和他们透露我会医术的事吧？奴婢一个字也没说，因为说了，老爷和夫人也不会信。丫鬟把早饭端来了，苏唐坐下和谢百庭用早饭，吃过饭后就去松鹤堂给老夫人请安。昨儿没受惊吗？相公及时赶到救了我，我就没那么害怕了。满京都还没哪家的少奶奶被巡城司抓过，大少爷去左相府赔礼，你跟去做什么？没得叫别人以为我靖南王府冷血，逼着受惊的世子妃去给人家赔不是？我只是不想和相公分开。郡主言重了，满京都也没哪个大家闺秀能做到受惊还能跟没事人一样出门的，说到底还是受了些惊吓。婷儿一离开就惶惶不安。墙头草，左相府管事给大少爷送了一堆谢礼来。谢百庭领贾大夫去医治左相夫人是本分，但请贾大夫去救左相女儿不是，左相府道谢是应该的。我救了你，还要谢谢你。那为夫就谢娘子，你给机会让为夫救你。谢礼都是给你的，倒霉受惊的是我，辛苦救人的也是我，谢礼却没我的份。他们又不知道你就是贾大夫，可谢礼也没贾大夫的份。因为贾大夫是我带去的。那你要怎么谢我？我救了你，还要谢谢你。那为夫就谢娘子，你给机会让为夫救你。丫的，这是在提醒我，他救了我，我也欠他一份谢礼吗？姥姥的，我干啥了？到处欠账。大少爷，宫里来了人，贤妃娘娘有赏。连贤妃都要赏你？苏唐明白贤妃为什么赏谢百庭，不只因她救贤妃的胞妹，更因她身子健好。靖南王虽宠爱南康郡主，但谢百庭是嫡长子，身体恢复后世子之位会归谢百庭，值得拉拢。哇，这么多，一堆催命符而已，没什么好羡慕的。苏唐都看出谢礼背后冲着爵位，靖南王府之人更为敏感。那咱们三房帮谁？谁都帮，谁都不帮。鹬蚌不相争，渔翁又怎么得利？
不看看贤妃送了些什么？不看又没我的份。万一有呢？贤妃有那么缺心眼，送东西感谢我撞了他娘吗？把这些东西都搬库房去。你不看看？没什么好看的，比起这些，我更想知道你会怎么谢我。不就是谢礼吗？我又不是给不起了，一会儿给你。你才精马，不要累着自己，要谢我，等撞伤好了再谢不迟。放心吧，累不着。嘿嘿，就写几个字，能把自己累到哪里去？烤鸭得要一会儿呢，去书房等。喏，给你的谢礼。这是什么？姐你读的方子啊，一张是药方，一张是失真的方子。你就拿这个谢我？我这谢的还不够诚意吗？有这2张方子在手，就算我现在挂了，对你也没什么影响了。你干嘛？我写了半天的。谢的一点诚心都没有，有你给我解毒，我还要什么方子？你不怕再发生昨天那样的意外吗？我就没见过你这样不盼着自己好的人。我这不是怕有万一吗？没有万一，另外谢我。谢百庭的声音前所未有的霸道，带着毋庸置疑。苏唐心底却生出一丝异样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你什么都不缺，除了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谢你了。那就给我做只烤鸭。啊？你说什么？给我做2只烤鸭。救命的药方不要，要烤鸭？这人脑子是被驴踢了吗？你不是已经吃过了吗？我什么时候吃过？装还装？我让陈清给信安郡王他们送的烤鸭，你不是扣了只腿下来吗？陈清告诉你的。我可没在大少奶奶跟前吐露半个字啊。不是陈清，是你的好兄弟木指告诉我的。还好大少奶奶帮我澄清了，不然也绝对饶不了我。只是大少奶奶这一解释，肯定踹翻了爷的醋坛子。唉，你和他在大昭寺都聊了些什么？这么大声做什么？我又不是听不见你说话，我们就聊了这个。不信我，你去问他好了。让陈清懂事点儿，把药方粘好。谢百庭不怕万一，我还怕呢。我死了没准儿可以回去，谢百庭挂了，那没准就是真挂了。好歹相识一场，那么妖孽的脸，死了太过可惜。大少奶奶，康王妃带青阳郡主来探望你了。苏唐直接去迎接康王妃和青阳郡主了，把康王妃和青阳郡主迎接懵了。身为大家闺秀，苏唐会那么一手高超医术，据说还有伏羲蛊，必然不是一般女子。苏唐姐姐，我和母妃听说你经了马来探望你，你怎么出来迎接我们了？一个个这么诧异，看来我不在床上躺个3、5天都不正常了。我没怎么受惊，倒是康王妃大病初愈，还需静养。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在府里闷了几个月，也趁机出来透透气。既然苏唐没受惊，至少没像他们以为的那样吓得脸色惨白，卧床不能起。康王妃就没去静默轩了，直接去了王妃的天香院。你可算是好了，我原还想等唐儿受惊好些了就带她去看你。平儿娶了个好媳妇，连带着我都跟着沾光。是婷儿带贾大夫去医治你的吗？他都没和我说这事。苏唐姐姐救了谢大少爷，为何不坦白相告？而且她还救了云三老爷，导致自家亲爹都没法认祖归宗。更气人的是，云家还记恨他。要换成是我，绝不会有这么大度。不过母妃说，聪明人是不会把所有底牌都展出来，而是隐藏实力，在必要的时候给敌人致命一击。苏唐姐姐是我见过的大家闺秀中最聪明的。王妃与康王妃谈笑风生，心情愉悦。康王妃恢复，谢百庭病情转好，让王妃对生活重燃希望。苏唐和青阳郡主饮下半盏茶后，前往花园赏花。刚至花园口，便与谢柔、谢启相遇，两人直勾勾地盯着青阳郡主额头。你们看什么？青阳郡主额头上的伤好了，传得那么严重，分明就是点皮外伤，但凡重一点也不会好得这么快。贾大夫医术高超，连我母妃和云三老爷都能医治，还能保佑国公府大少奶奶母子平安，我一点重伤还在话下。也是，贾大夫医术那么神，连大哥的病都能治，不然大哥昨儿也救不了大嫂。大嫂给大哥冲洗没看出效果，大哥可是实实在在救了大嫂你2回。大少奶奶可旺夫了，听说贤妃赏了一点好东西给大少爷。夫妻之间算得这么清楚，事过不长久的，不携手相助，怎么白头偕老？白头偕老？大哥和云二姑娘定亲10几年，大嫂一出嫁，大哥就移情别恋，把云二姑娘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样的人也配白头偕老？大姐姐笑什么？那就祝大嫂和大哥富贵双全，白首偕老。那就承大姑娘吉言了。
谢柔臭脸离开，苏唐和青阳郡主赏花，情趣相投，聊得欢心。康王妃大病初愈，小作后告辞，青阳郡主只能不舍得随其离开。我家郡王爷派我送2只烤鸭来给大少爷大少奶奶尝尝味道如何。郡王爷他们商议铺子3天后开张，让我叮嘱大少爷大少奶奶到时候别忘了去。3天后就开张，这速度未免也太快了些吧？好的，知道了。我一会儿给母妃您送只烤鸭去。谢安郡王特意派人送来给你和婷儿的，你们吃吧，母妃也不喜油腻。烤鸭做好了，我是来问你是在书房吃还是回屋吃？回屋吃吧。忘了叮嘱他们低调一点，但也用不着这么高调吧。你尝尝味道如何？怎么样？马马虎虎吧。你这评价也太低了吧？半夏，你尝尝。奴婢的意见不重要。挺好吃的呀，你是嘴太刁，还是对我有意见迁怒这2只烤鸭呀？你就说是这回的好吃，还是上回的好吃？这回怎么了？你说的是实话吗？你自己吃吧。你主子怎么了？这2只烤鸭是谢安郡王派人送来的。这不是他做的。康王妃带青阳郡主来了，姑娘都没进小厨房。半夏大着胆子把苏唐吃了一半的烤鸭拿了，尝一口到底哪个好吃。虽然这也很好吃，但比姑娘做的还是要差一点，不怪姑娘生气。爷，这比不上大少奶奶做的啊。爷呀，上回是含了醋吃的，这回心里塞了蜜糖，哪怕就是炭，也是这回好吃啊！哪曾想烤鸭是信安郡王派人送来的，这不是撞大少奶奶枪口上去了吗？以大少奶奶的脾气，爷以后都别想吃她做的菜了。这样阴差过来阳错过去，也想俘获大少奶奶的心，真是太难了。最后那2只烤鸭都便宜了陈青。吃午饭的时候，谢百婷2次给他夹菜，苏唐都没理他。我都还没生气呢，你还先生气了。你有什么好生气的？你去给我做烤鸭，结果拿别人做的打发我。我要说这回的不好吃，你还不得把烤鸭糊我脸上？再说了，就算上次的更好吃，那也不是给我做的。我娘子给我做的烤鸭不及给别人做的，我不要面子吗？高，照着架势，爷拿下大少奶奶指日可待。学我的烤鸭什么时候做？等我有空再说。这还差不多，你才吃了半碗饭，再陪我吃半碗。我怎么突然就从站里变成理亏了？地铺铺好了，很软。谢百婷没说话，坐下来喝茶，一盏茶喝了2口。半夏端着铜盆进来，半夏一进来，谢百婷的眸光就看着他，看得半夏浑身不自在，连路都走不好了。姑爷这么看我做什么呀？我脸上又没有脏东西。谢百婷眸光落在铜盆上，又扫了眼地铺，那么明显的眼神，半夏想看不出来都难。笨手笨脚的。大少爷息怒。怎么了？怎么了？地铺没法睡了。没事没事，床褥多着呢。底下隔寒的狐狸毛肯定也湿了。狐狸毛也备了2块，我这就让人送来。大晚上的，大少爷就别生气了，谁都难免有失手办杂事的时候。2人就那么看着许妈妈带丫鬟抱来新的狐狸毛毯，再铺上新的被褥，连枕头都换了新的，铺得很厚，不会寒气入体。天色已晚，大少爷大少奶奶早点休息。走，半夏，下回注意些。大少爷平常好说话，可要脾气上来了，大少奶奶可保不住你。我能说许妈妈你坏大少爷好事了吗？大少爷不想睡地铺，他想睡床了，才使唤我泼的水。明天一定好好赏许妈妈。再找个机会把许妈妈赶回天香院。醉仙楼的烤鸭是一绝，专门卖的烤鸭要比不上醉仙楼，那就是给醉仙楼做陪衬了。是信安郡王的烤鸭味道好，还是醉仙楼的更胜一筹？我没吃过醉仙楼的烤鸭。没吃过这3个字竟然说得这么轻飘飘，不丢脸吗？想来应该不比醉仙楼的差吧。牡丹最雍容华贵，也不影响芍药的努力绽放。醉仙楼的烤鸭不错，但不是人人都能吃得起。我相信信安郡王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你和婷儿没入一股？入了，
自家人的铺子今日又开张大吉，怎么也要支持一下。回头让小厮多买些回来，咱们也尝尝口味如何。大嫂之前不是说多宝佛寿诞后就做烤鸭吗？也没做啊。相公不让，马车失控，我虽然没受惊，但也撞出不少淤青。他不让我进厨房，再加上吃了新安郡王送来的，相公3、5天都不想再吃了。这话一出来，大家就对新安郡王的烤鸭铺子不抱期望了，要去看铺子开张，怕错过吉时。苏唐没多待就出府了，待在马车里看就行了。不让我下去，我来做什么？我也不下去。那也不行啊，我还想进去吃半只烤鸭呢。为了这一口，早上还特意留了肚子。人太多了，铺子开张，你还想人少吗？这铺子虽然名义上是新安郡王他们开的，其实苏唐占股最多，他一个人就占了3成，新安郡王他们只有2成。我这个最大的东家都到场了，却不露面，这说得过去吗？不行就是不行。哼，这回我不下去就算了，下回铺子开张，你再拦我，我就不客气了。你还要开铺子？还没想好。忘了叮嘱他们低调一点，但也用不着这么高调吧。今天我们天下第1楼开张，所有客人一律半价。酒楼名字起得这么大，要是烤鸭不好吃，我们可是会砸你招牌的。要是不好吃，还用你砸吗？我自己就先砸了。就冲郡王爷你这话，这烤鸭我今天说什么也要尝尝。这边请。百庭兄和大嫂不进去坐坐。今天就不进去了，我带你们大嫂出城转转。出城？去哪儿啊？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新安郡王他们只和谢百庭说了几句，陈清拎了2只烤鸭过来，然后就赶马车出城。大少爷、大少奶奶到了。这地方太美了，来这里你怎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我要在这里烤鱼、烤肉、烤蔬菜。嘿嘿嘿，姑娘要的东西我都带了。你连鱼都带了，河里就有。你只让我多带些菜，又没告诉我不用带鱼。我家姑娘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别的能不带，鱼肯定不能少啊。你知道也不告诉我。姑爷想吃姑娘做的菜，这不是怕姑娘知道了会不同意要先斩后奏吗？现在还没那么饿，先逛逛再吃东西。走，我们去那边看看。你小心些，别掉下去了。掉下去也没关系，我会浮水。啊，姑娘几时会浮水了？虽然我们住在女山湖边，但姑娘从小就怕水，从来不敢下去啊。那些田能买下来吗？我想在这里建个庄子。不行吗？我早前就有这想法，托新安郡王打听，但这方圆5里地不知道是谁的，出多少钱人家也不卖。你要喜欢这里，我常陪你来便是。也只能这样了。我们打了百庭兄的大小舅子。不是，我们被百庭兄的大小舅子给打了。那弟叫什么？苏北。完了，真的是大嫂大哥和弟弟。姑娘，你内不内急？我和你一块去。你去哪儿？我去采草药。你别过来啊！你们都别过来。这么说，谢百庭就懂了。进了树林，半夏挑个树叶浓密处走去。苏唐随口说采草药，还真看到了猪药草。这药毒性猛烈，用来调制毒药，再好不过了，必须要带回去。呀！怎么了？姑娘别，太危险了。万一人还活着呢，不能见死不救。可万一人是死的，我会吓得夜里做噩梦的。苏唐走过去，就看到一中年男子倒在地上，肩膀还在流血。苏唐看到他心口有轻微弧度，人还活着。苏唐给中年男子把脉，从怀里摸出解毒丸给男子服下，然后掏出银针帮他护住心脉。姑娘，我去叫姑爷来。来不及了，你看着他，我去挖药草。刚刚那株药材，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苏唐走到男子身边，把药汁挤到男子嘴里。他不会死吧？死倒是不会，只是他中的毒不算难解，就是后遗症比较大。若不能及时压制毒性，就算最后解毒了，最多也只能再活10年。碰到我，算他有福气。咦？他的额头和姑娘你的像极了，不会也是伏羲骨吧？我听许妈妈说，整个京都只有皇上有伏羲骨，他不会是皇上吧？皇上在宫里能出现在这里吗？除非是昏君。阿鱼，醒醒，你认错人了。中年男子睁开眼睛，看清楚眼前之人，脸上满是失望。不知姑娘府上时是你们救了，我必有重谢。好眼熟，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重谢就不必了，这块玉佩挺好看，就当做枕巾吧。这块玉佩，
也不知道来的是敌是友，你自求多福了。半夏，闪了。苏唐和半夏匆匆离开，那边几个护卫打扮的人过来，看到中年男子，赶紧过来扶他起身。中年男子一阵晕眩，晕了过去。快带皇上回宫。苏唐看到谢百庭和陈清了，方才松了口气。你采的药草呢？刚刚用来救人了。苏唐说的是实话，但显然谢百庭不信。半夏把菜洗干净，陈清用石头搭简单灶台，两人忙得不亦乐乎。苏唐做的烤鸭很惊艳，不知道做的别的菜味道如何。还准备围观大少奶奶大展身手，结果锅破了，这还怎么做啊？怎么这么不小心？是你的锅不小心好吧？锅坏了怎么办？直接回府吗？附近应该有农家，去买一个。好嘞。苏唐钻进马车内换裙长，但是半夏给他带了衣服，但没给他准备鞋袜。姑爷想吃姑娘亲自下厨做的饭菜，怎么就那么难呢？回府吧。等陈清重金买了锅回来，半夏已经把菜都是收拾好了，他搭的简单灶台也给平了。不做菜了？忘记带鞋了。啊！我这5两的铁锅，心肝儿肉疼，爷没吃上大少奶奶做的饭菜，这账也不知道给不给我报销。放上来。不用。怎么这么凉？找个铺子买双鞋，这样子没法回府，我可不想被谢百庭抱着回静默轩。谢百庭没阻拦，他虽然很想抱，但他不想苏唐的脚被别人看去。姑娘，姑爷，奴婢刚买鞋的时候，听人说天下第1楼被人给砸了，但天下第1楼是谢安郡王、齐国公府大少爷，还有宁阳侯世子开的，其中姑娘战鼓最大，靠山这么大，又开张，第1天就被人给砸了，简直就是太岁头上动土活腻歪了。不会真被人砸场子了吧？去看看就知道了。走，陈清。下。郡王爷，谢大少爷，谢大少奶奶来了。苏唐和谢百庭走到门口，就看到楼里面一片狼藉。开张第1天就被砸了，还能更晦气一点吗？你们在自己的酒楼被人打成这样？别提了，上回不是和你说过木指被人打出内伤来的事吗？和我们打架的那兄弟俩也进京了，酒楼开张要来吃烤鸭，我不肯卖给他们，然后一言不合就这样了。酒楼开张第1天就关门大吉，老板还被人给打伤成这样，以后在京都还怎么混啊？要笑掉人大牙了。和你们打架的人呢？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被我们打伤后被巡城司架走了。他怕是不知道巡城司是我的地盘，待会儿我给他点好果子吃。巡城司是谢安郡王的地盘，谢百庭和谢安郡王关系这么好，巡城司还一点面子不卖。刚刚郡王爷让我们罗大人带走的那一对兄弟，他们自称是靖南王府大少爷的大舅子和小舅子，让谢大少爷去巡城司捞他们。我们打了百庭兄的大小舅子？不是，我们被百庭兄的大小舅子给打了。女婢叫什么？苏北。完了，真的是大嫂大哥弟弟。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在路上，苏唐和谢百庭就知道谢安郡王几个和苏纪、苏北两兄弟打架的前因后果了，还是因为烤鸭。为一只烤鸭也能打架，少吃一口会死吗？都说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就要先抓住男人的胃，可见所言非虚。时隔几日，苏唐又到了巡城司，但上回他和谢百庭没进巡城司的大牢，住的是巡城司的上房，这样的待遇可不是谁都有。姐，大少爷，您没事吧？没事，死不了。一点眼力劲都没有，还不赶紧放人？这可是谢大少奶奶的兄长，姓老王爷的孙儿。大哥，你快帮帮我啊！苏纪从木板床上下来，没理会苏北，直接出了牢房，看向苏唐身边站着的谢百庭。你就是我妹夫，见过大舅子。瞧着也不像是别人说的那样病入膏肓，随时会一命呜呼啊。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去外面说吧。牢房里的味道实在不好闻。我们几个是百庭兄的好兄弟，你是百庭兄的大舅子，就是我们的大舅子了。哈哈哈，这话说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大少奶奶一心想和大少爷合离令嫁，目前却看上他们3个了。大少爷最怕大少奶奶和他们牵扯上，结果他们还来这么一句，撞大少爷枪口上了。小少爷，你怎么还不出来？你以为我不想吗？我被卡住了，出不去。大哥，你到底帮不帮我？姐夫，你帮我吧。说了你出不去，还要试？娘说的，做人要有主见，不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试试，怎么知道大哥你说的对不对？结果呢？不听大哥言，吃苦在眼前。姐，我好想你啊！你也有脸说这话？
一路上磨磨蹭蹭，小半个月的路，硬是被你拖到现在才进京。要真想爹娘和苏唐，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进京才好，哪可能一路吃喝逛，还试图逃跑？我们就不去信王府了，改日再宴请苏兄。酒楼被砸了，我看还是重新挑个黄道吉日再开张，大嫂意下如何？你们看着办吧，我没意见。酒楼什么时候开张？竟然要问我妹妹的意思？我妹妹还能做你们几个的主不成？天下第一楼是大嫂开的。我去，我砸的是自己妹妹的酒楼。苏季向苏唐赔不是，一脸诚惶诚恐，只差把妹控刻在脑门上。苏唐有原主记忆，知晓苏季这个大哥很疼他。若以前的苏唐，兔子被砸会生气不理苏季，并趁机提男伴要求，可如今的苏唐做不来这些。酒楼重新挑个日子开张就行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看大哥伤得不轻，先回信王府上药吧。你是不是训我妹妹了？我训苏唐，我只有被训的份。哪里？我什么时候训过她了？你没训我妹，我妹怎么变得这么懂事了？哎，先回信王府吧。姐夫，你带我吧。今日不便，改日吧。为什么？我的手碰过你姐的脚了。我姐脚臭吗？不想去信王府啊，有爹娘和大哥管着我还不够，现在还要多祖父祖母管我。听说还有一个病歪歪的三叔，这么多人对我耳提面命，还有好日子过吗？这去禀告老王爷、老王妃，就说苏大少爷或苏小少爷进京了。是。你这是和人打架了？没打架，就是随便切磋了下。娘又没下，切磋能把脸切成这样子吗？这明显是往死里打的，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心伤。继儿武功不错，又一向克制，怎么和人打成这样？这样子怎么见老王爷、老王妃？丑孙儿总得见祖母，许是硬着头皮带苏季、苏北进屋。见过祖母。哎呦，这是怎么了？哎，一点不省心，和人打架了。祖母病了。最近几日头有些昏沉，已经看过太医了，没有大碍。伤成这样，得请个太医进府看看。苏季正要说不用，外面信老王爷迈不进来，笑声肆意豪迈。信老王妃已经许久没听见他这么笑了。好小子，一战成名。什么一战成名？信安郡王、齐国公府大少爷还有宁阳侯世子武功都很不错了，继而一个打他们三个还不落下风。老陈将军说的时候，我还在羡慕这是谁家孙儿这么厉害，原来我羡慕的竟是我自己。这淤青不是耻辱，是荣耀啊！苏季和苏北回府，云三太太扶着云三老爷来看诊儿。云三老爷病情大好，已经能下床走动了。不过他们来的时候，苏季和苏北都不在。我那两只儿呢？他们一路风尘仆仆，又进了巡城司的大牢。我让他们下去洗洗再来。都不知道巡城司和我的儿女们是什么样的孽缘，都被抓进去过。母亲，府里就家儿一位未出阁的姑娘啊，如今又添了2个堂兄弟，您就放她来认认脸。不等云三太太把话说完，信老王妃一记冷眼扫过来。三弟妹说的也没错，您老就放二姑娘出院子透透气吧。一个屋檐下住着，他们堂兄妹见面的时候多着呢，让他老是在屋子里反省，什么时候反省好了，什么时候放他出来。信老王妃一脸没得商量，云三太太也不敢忤逆信老王妃，怕气得她病上加病。雷儿一路上可还听话？听话，爹，你自己生的儿子，你不知道吗？我好不容易把人带进京，忘了这一路的艰辛和刺激，又得让我回忆一遍。还好，除了给我下泻药，半夜偷马试图逃跑，还让人误会我是人贩子之外，还是挺听话的。娘，大哥他差点就真的把我卖给人贩子了。哦，为什么最后没卖呀？你怎么不大声告诉娘？人贩子嫌你太闹腾，要我倒贴10两才肯把你收了。王府一向死气沉沉，在大少爷出事之后，更是没了一点鲜活气。现在来了这么2位少爷，府里以后的日子肯定很热闹。比上回见，气色又好转了不少。就是太想您和半夏了。二姑娘怎么被禁足了？我也不知道二姑娘被禁足有几天了，就是姑娘在大昭寺金马那天被老王妃禁的足，说是言语冲撞了老王妃，但信王府下人似乎都不信，甚至背地里怀疑老王妃就是被二姑娘气病倒的。
我不信云家被禁足和我在大昭寺差点没命是同一天，只是巧合。更不信云家只是说了几句过分的话，就气得信老王妃禁足他。虽然现在云三老爷病情有所好转，但还受不得气。信老王妃这时候罚云家，云家这回犯的错，云家气的信老王妃已经不管不顾了。姑娘在大昭寺，金马不会是……没有证据的话，不可乱说。这里是信王府，云三太太的地盘，谁知道隔墙有没有耳？再者，传到我爹娘耳中，他们心底也不好受。眼下没有证据，不可乱言，但我总会找到蛛丝马迹的。二姑娘，请回，没有老王妃允许，谁也不敢放你出去。我只出去一会儿，1步也不行。让开，不然我就死在你面前。二姑娘也不用拿寻死吓唬奴婢，放您出去，奴婢会被老王妃杖毙，反正都是死。二姑娘何不直接把金簪往奴婢胸口上捅，踩着奴婢的尸体出去？婆子的坚决让云家气愤，但更多的还是惶恐。我一旦定了亲，上了花轿，就和百庭哥哥再没可能了。百庭哥哥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都怪那蠢丫鬟花重金找了2个废物，没能伤到苏唐分毫不说，还被人给嘎了。苏唐在大昭寺惊马，信老王妃以为是他所为，严刑逼供他的丫鬟，丫鬟忍不住板子把他收买黑衣人的事供了出来。准备笔墨，我给大姐姐写封信。大姑奶奶也帮不了你啊，大姐姐能进宫，让她帮我找夏贵妃。夏贵妃一向疼爱我，知道我受了委屈，绝不会坐视不管。天下第一楼当真是被大嫂的兄长苏大少爷给砸得关门大吉的吗？都这会儿了，还用得着问吗？要不是我能任由府里府外传得这么沸沸扬扬吗？是我大哥砸的。听说天下第一楼的烤鸭很不错，烤鸭师傅是信安郡王，他们去找云大少爷，路上寻到的，特地请回京来。昨儿但凡进过天下第一楼的客人，对烤鸭都赞不绝口，说是比最先楼的要好吃上10倍。可惜昨大厨房派人去买，已经迟了1步，铺子被砸了，不知天下第一楼再开门是哪天？我也不知道。被退股了吗？没有啊，只是昨儿挑的日子不好，准备再挑个黄道吉日重新开张，具体哪天还未选好。都说人名许得太大，命格太弱会压不住。酒楼铺子也一样，只卖烤鸭却狂妄的叫天下第一楼，会被砸一点也不意外。切，三弟妹既然这么欣赏烤鸭铺子，何不入上一股？你有挣钱铺子都想着苏唐，你要想入股，苏唐就算说服不了信安郡王，也能把手里的股分你一点儿。真好笑，那不是为了帮你验银票？看来之前石之玉镯要白送了，真分三太太1点股，那三太太记得，只怕也是他南康郡主的人情，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三太太就没帮过我什么忙，就敢开这样的口，这要把他胃口养起来，往后还不知道要拿什么喂了，最后得被人啃得骨头渣都不剩。天下第一楼的股份不好转让，相公占股1成，这1成是他借4万两给信安郡王开铺子，信安郡王他们给的，并未花钱。不过我听相公说，天下第一楼不只会开在京都，还另外选了8个地方，都是明朝最繁华的州郡。我知道的就有永州和潞州，生意不会比京都差多少，而且在1年之内都会开起来。那几个铺子，3审要挑1间入上1股，绝不是问题；2审、4审一起也不在话下。我和你4审想入也行呢，你可不能诓2审。相公说过，他的钱就是我的，信安郡王他们也知道这点主，我自然做的。再说了，谁入股不是入啊？2审、3审、4审待我好，我还能不帮你们说话吗？待我好3个字，苏唐咬得格外的清晰。记住了哦，入股的必要条件是这个，心向南康郡主，还想从我荷包里拿钱，爪子都给你剁光光。实在没想到，信安郡王和齐国公府大少爷几个年纪不大，却有这般雄心壮志，这是要把天下之财尽收囊中啊！1年时间，倍数可大着呢。三太太脸色微变，她想到了苏唐在大昭寺的金马，南康郡主恨不得立刻马上就要苏唐的命，哪可能让他活1年之久？苏唐欠了我的人情，谢百庭可不欠，人死如灯灭，难道我还能追去阎王殿找苏唐兑现吗？不过苏唐有伏羲谷，几次交锋，南康郡主就没占过上风，最后鹿死谁手，谁也不知道。这么半天了，怎么没见到威儿来？太后寿辰在即，威儿绣的百寿图还差一点，正努力赶呢，这几日怕是忙得连门都出不了了。也亏得威儿有这份心性，去年我们靖南王府送的寿礼被人压了一头，威儿就下定决心要绣一幅百寿图给太后。我原以为以他的娇生惯养，绣不了2天就会放弃，没想到他竟坚持到了现在，单是这份心意就胜过任何奇珍异宝了。
差点忘了，为了参加太后寿宴，府里的姑娘早就准备了新裙裳。苏唐，你的还没有准备。你是姓老王爷的孙女儿，又是我们靖南王府大少奶奶。太后寿宴，你肯定要进宫，宫规可不比我靖南王府家规。进了宫，可做不得半步。我会找个嬷嬷教你规矩。说的好像我不懂规矩似的，但谨慎些没错。好的。再有几日就是大少爷生辰了，这是绣坊给他做的锦袍，应该是合身的，但最好还是让大少爷试一下。奴婢去书房请大少爷。如何？这么多人夸你还不够，还要我夸？相公穿这一身锦袍，我走在你身边，收到的刀枪剑戟应该足够我开间兵器铺子了。大少奶奶夸赞大少爷长得好看，竟然夸得这么清新脱俗，别具一格。魏夫有这么好看吗？好不好看，你心里没数啊？就这张脸，从小到大听到的夸赞，绝对能听的人耳朵长老茧了，好吗？既然让娘子这么不安，那为夫以后穿丑点出门。可别，万一叫别人误会你娶了我，审美直线下降，我怕走在路上就被人拿石头砸死了。那要怎样才行？离我远点就行了。哎呀，你放开我！还有几天就是我生辰了，你准备送我些什么？哪有这么直接找人要礼物的呀？作为靖南王府大少爷，他缺啥呀？最多缺个心眼，可这玩意我也给不了啊，我就没打算送啊。你说什么？你也没送我礼物啊？谢百婷不知从哪里拿出来一支桃花玉簪，插在苏唐发髻上。服了，这是有备而来啊！有什么想要的，直接去买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我送？不会是没钱了吧？我给你1万两。你要把我给你的银票当做生辰礼物再送给我，还能更敷衍一点吗？你是不是还想送完了再回去？这样也行吗？谢百婷只觉得一口老血涌到喉咙口，要不是她极力忍着，估计就直接喷出来了。她眼底火苗更盛，大有苏唐不说，她就不放人的架势。你送我玉簪之前也没和我透露一点啊？我怕不提醒，这女人根本就不会记得这茬。哎，要来的礼物又有多少诚心呢？你过生辰，我肯定送你礼物，包你满意。哎呀，许妈妈，你打我做什么？你这丫鬟胆子也特肥了些，前些日子才闯祸惹恼大少爷，现在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偷听大少爷大少奶奶说话了。我不是着急吗？姑娘和姑爷至今没圆房，姑娘还一心想和离，我可不想姑娘便宜了云儿姑娘啊！嘿嘿嘿。不过虽然姑娘和姑爷没圆房，但都摆出这么亲昵的姿势来了，圆房是迟早的事，等有了小少爷，还和什么离呀？让他云儿姑娘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吧。之前明明相敬如宾的呀，是什么时候起这司静有事没事就抱我撩拨我可没什么定力，不经撩的好吗？上回四太太提到过桃花簪，还让她梳妇人发髻，可见桃花簪只有出嫁之女佩戴。谢百婷送她这个，目的不言而喻。姑爷生辰，姑娘准备送他些什么礼物啊？姑爷让你帮着打听的？没有，姑爷没让奴婢打听，奴婢就是有点好奇。到时候就知道了。谢百婷从来没这么盼望过生辰过，平常4天眨眼就过去了，这4天比往常半个月还长。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到谢百婷生辰这一天了。来，和往年一样，这一碗长寿面是王妃天不亮就起来做的，大少爷记得一口气吃完。母妃手艺见长了。面条是好看了不少，但味道一如既往的难吃。大少爷福泽深厚，定能长命百岁。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我的礼物呢？嘿，急什么呀？时辰还早呢。都等了4天了。吃过早饭后，谢百婷和苏唐去松鹤堂给老夫人请安。谢伯庭过生辰，老夫人作为祖母送了谢百婷一柄玉如意。等苏唐和谢百婷回静默轩，2房、3房、4房都把生辰贺礼送了来，堆满了一整张桌子。姑娘，你给姑爷准备的礼物呢？作为姑娘的贴身丫鬟，我太不称职了。陈青收买我的那5两银子，就只能从眼跟前溜走，心疼啊！苏唐也觉得时辰差不多了，迈步出门，准备去厨房。误会，写错字了。误会。等了好几天的生辰礼物，迎接他眼神的是4个大字：和离快乐。大少奶奶去哪儿呢？太后寿辰在即，郡主特地为大少奶奶请了个嬷嬷来教大少奶奶规矩。我上午没空，等下午再学了。大少奶奶要辜负郡主的一番好意吗？
好意？是不是在牡丹院下人眼里，南康郡主给人添堵都是好意？岂敢，那就现在学吧。嬷嬷路过苏糖的时候，闻到一股若有似无的香味，那味道她以前从未闻过，极是好闻。待她想再闻一下，然而一切都好像是她的错觉一般。怕苏糖不听话，吴妈妈并没有走，而是留下来看着苏糖。这阵仗就知道规矩不好学了。坐姿不对，要改。还请嬷嬷示范一下。赵嬷嬷就给苏糖示范了，只是一坐下，当即眉头一拧，肚子一阵钻心的疼，疼得她猛然起身，抬脚就走。站住！这就是郡主给我找的教规矩的嬷嬷。我要在宫里突然肚子疼，是不是也不用打一声招呼，抬脚就走？吴妈妈脸色僵硬，接不上话。就刚刚赵嬷嬷的举动已经把规矩2个字抛诸脑后了，自己都没规矩，又如何教别人规矩？去天香院找王妃，让王妃给我找一个能教我宫规的嬷嬷。走半夏。万无一失的计划，为什么一碰到大少奶奶就总是失败？爷，吴妈妈走了。她还在学规矩？怎么可能呢？大少奶奶不想做的事，哪有人能逼迫得了她？那什么赵嬷嬷，没一个上午，怕是都出不了静默轩的院门。大少奶奶去厨房了，应该是给爷您做吃的。爷，您中午要去醉仙楼，谢安郡王他们给您过生辰。去回了他们，就说我不去了。是您约他们在醉仙楼的。怕信安郡王他们来静默轩，特意约在醉仙楼，结果还爽约不去。以我对信安郡王他们的了解，十有八九会杀来静默轩。大少奶奶要什么？小厨房没有的，奴婢派人去大厨房取来。我要的东西都有，你们忙你们的，不用管我。哎呀，姑娘，这样可以了吗？可以了。大少奶奶，云儿姑娘来了。云家不是被信老王妃禁足了吗？前几日回去，娘帮着说情，信老王妃都没放云家出来，这才过去几天啊，不仅能出院门了，还能来靖南王府了。二姑娘肯定是来给姑爷送生辰礼的，咱们去看着点。这有什么好看的？不看着点，姑爷被勾搭走了怎么办？那正好趁机考验他一下。不论半夏怎么劝，苏糖都不为所动，一门心思做吃的。他忙了半天，不能功亏一篑啊！半夏恨不得拽苏糖去，但他没这胆量，只能自己去了。姑娘没空，我替姑娘看着也一样。姑爷太过分了！怎么了？二姑娘送姑爷生辰礼物，姑爷收下了。要送的是什么稀罕礼物就算了，二姑娘送的不过就是把匕首，库房里分明有好几把。之前贤妃给姑爷的赏赐里也有，我也没见姑爷看一眼啊。二姑娘送的，他就爱不释手。谢百庭在半夏心底已经是个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负心汉形象了。或许我还能让他更快乐一点。大少奶奶，信王府来了人，说是奉苏夫人之命给您和大少爷送东西。娘派人来给我和谢百庭送东西，不会也是给谢百庭送生辰礼物吧？过个生辰而已，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把食盒送书房去。好。爷在忙什么？说就是。姑爷在擦拭匕首。为什么要多嘴问这一句？这不是自寻难堪吗？我娘让你送什么来？夫人昨儿去大昭寺，给姑娘和姑爷求了2道护身符，特意让奴婢送来。二姑娘来靖南王府了吗？来了，果然叫夫人猜准了的。怎么了？之前信老王妃禁足二姑娘，但夏贵妃传召二姑娘进宫，信老王妃以二姑娘病了为由回绝了。谁想今儿一早，夏贵妃派了宫人领了魏太医入府，老王妃没办法，就让二姑娘进宫了。二姑娘岂止来了，她还送了姑爷生辰礼物呢。可是一把匕首。哎，你怎么知道的？那不是二姑娘送的，那是二姑娘的兄长云大少爷离京之前准备的，说是怕赶不及回来给他过生辰，提前备下。二姑娘给姑爷准备的是一条腰带，绣了整整3个月，昨儿被老王妃一剪刀给剪了，二姑娘心疼的哭到后半夜。秋葵话还没说完，苏糖已经猛然起身，抬脚往外走了。没有看食盒，没有看食盒，不然就完犊子了。走到书房，苏糖把门推开，一股子寒气扑面而来，冻得苏糖打了个寒战。误会，写错字了。误会。等了好几天的生辰礼物，迎接他眼神的是4个大字：和离快乐。那一瞬间，谢百庭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要是苏糖在当场，他估计就直接掐死他了。苏糖的解释丝毫没有让他消气。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误会能写成和离，唯一的解释就只有你在给我准备礼物的时候，心底想的都是和离这件事。你就这么想和离吗？好，你快松开我！
松开你！要不是舍不得，我直接就杀了你了。这就是你的，包我满意。谁让你收云家送你的匕首的？那是云姨送我的。我又不知道。丫鬟说你爱不释手，我就想早日和离成全你和云家。我都这么大度了，你还冲我发火。苏唐眼泪掉下来，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疼的，那眼泪就像是炭火掉在谢百庭心上似的，哪还记得生气，心疼都来不及了。又没人让你大度，我和他这辈子再无可能，下辈子也没有。有没有可能，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没法吃了。你还让我吃这个，嫌弃我的还不够吗？我做了半天的。只是这个，我也不会满意的。那你要什么？那你要什么？我要你。我的初吻啊！羞死个人了！你刚刚看到什么了？羞死个人了！这说明姑爷喜欢姑娘啊！只要姑爷不和云儿姑娘藕断丝连，就还是好姑爷。秋葵呢？奴婢让丫鬟送她出府了。秋葵说，最近信老王妃一直在给云儿姑娘挑选夫婿，估计要不了多久就定下了。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半夏说的是，你听见没有？什么事？信老王妃在给云家挑选夫婿了。然后呢？还有什么然后？我是说他要定亲了。他定亲与我有关系吗？我不信他能做到无动于衷，也不信云家会这么听话的顺从信老王妃的安排。信老王妃连禁足云家都办不到，有夏贵妃帮她，天知道在云家出嫁之前还会出什么幺蛾子。真想钻进苏唐脑子里，看看他平常都在想些什么。他才是大少奶奶，还想我再娶别人不成？你没做别的菜吧？我约了信安郡王他们在醉仙楼喝酒，中午我就不陪你吃了，晚上在母妃那吃饭。你体内的毒还没有完全解，不宜喝酒。谢百庭眸光复杂的看着苏唐，看得苏唐还以为脸上有脏东西。你看我做什么？这女人做大少奶奶要有做大夫一半的称职，也不至于如此蹂躏我的心。她可知道我比谁都希望云家早点出嫁，云家一日不嫁，她便一日不会信我说的话，就不会从心底接纳我。不过我有的是时间，上了我的花轿，这辈子是别想逃了，下辈子也没这可能。莫名其妙。谢百庭走后，丫鬟进书房收拾，把食盒拎回小厨房。几个丫鬟围过来，有贪嘴的丫鬟伸手挑了点奶油尝了一口，眼睛倏然睁圆。怎么样啊？好吃，好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糕点。丫鬟拿了勺子来，给蛋糕翻了个身，然后就看到蛋糕上的字了，一个个都懵了，因为和离两个字格外的清晰。大少爷、大少奶奶要和离吗？怎么可能呢？大少奶奶嫁给大少爷，虽然不是皇上指的婚，也是得了皇上口谕的。再说了，你没看到大少爷、大少奶奶出门，两人好的那手都跟绑在一起似的。在大昭寺，大少奶奶金马，大少爷还奋不顾身相救，大少奶奶还专程下厨给大少爷做吃的。要换成是你，你会吗？对，都要和离了，还给对方做吃的，除非在吃的里面下砒霜。你别吓唬我，我还不想死啊！该给许妈妈看看的，你怎么给吃了啊？苏唐在药房忙了半个时辰，有些乏了，就回屋睡下了。睡得正香，就感觉到有人在摸他的脸，吓得他一激灵，睁开眼见是谢百庭，又放下心来。半夏，什么时辰了？申时3刻，还有半个时辰才去天香院，够泡药浴了。一定要泡吗？你喝了多少酒？就半壶，不多。就2个月都忍不住吗？有些事是忍不住的。等谢百庭泡完药浴，天香院就有丫鬟来请了，两人一起朝天香院走去。远远的就看到王爷迈步进天香院。父王也在啊。作为父亲，父王还是称职的，除了在边关打战回不来，几乎每一个生辰他都陪我吃晚饭。王爷是个称职的父亲，这一点苏唐很认同。王爷在宠爱南康郡主，为了谢百庭的病，照样让南康郡主给我敬茶赔礼。更神奇的是，王爷使唤南康郡主的时候，没有丝毫觉得会委屈她，使唤得很坦然，好像一点也不担心南康郡主会生气。母妃，我帮你。已经摆好了，母妃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今儿又是婷儿的生辰，母妃就依照她的喜好准备了。你喜欢吃什么菜，告诉母妃，下回母妃让人准备。我不挑食，好吃的我都喜欢吃。你怎么不问问我的喜好？王爷不是不喜欢别人揣测你的喜好吗？吃饭吧。坐上桌，王妃就给谢百庭夹了只鸡腿，谢百庭给苏唐夹了块红烧排骨，也给王妃夹了块。王爷坐在一旁，脸黑的有点厉害。
4个人一张桌子，3个人你夹给我，我夹给你，好像他不存在似的，把他忽视的够彻底。母妃别顾着给我和父王夹菜，你也吃啊。父王20岁的时候就生了你，你什么时候让父王和你母妃抱上孙儿？放心吧，保管让你们3年抱俩。后半顿饭，苏糖是带着满面羞红吃的，好不容易才熬到王爷放筷子，苏糖恨不得逃之夭夭。果然和长辈的饭最不好吃，催生来的猝不及防，我和谢百婷连房都没圆，上哪儿给他们造孙儿去啊？吃完了饭，谢百婷和苏糖准备告退了，王爷拿了本兵书给谢百婷，算作是给她的生辰礼物。你过生辰，父王就送你兵书啊？谢百婷没有说话，那边一丫鬟从回廊路过，听了一耳朵，然后就去禀告南康郡主了。王爷对大少爷还真是一点都不上心，年年送的生辰礼都是兵书，不像二少爷过生辰，王爷送的东西年年不重样。哼，这么容易就摔坏了，这兵书的质量也忒差了点吧？咦，兵书里有房契和地契。每年过生辰，父王都会送我一本兵书，不过都会在兵书里加点东西。在我继承太夫人留给我的东西前，每年兵书里会加2000两。后来我不缺钱后，就给我田产铺子了。不过这些东西我也不缺。你不高兴啊？偷偷摸摸给的东西，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谢百婷知道，不是整个京都都知道父王不喜母妃，但再不喜欢，他也是父王亲生。做父亲的给儿子一点东西，还怕别人知道，这种见不得光的给予，他宁愿不要。父王还怕南康郡主不高兴吗？太夫人临死前说父王这辈子爱的卑微，可见是怕的。卑微？王爷，是他们眼瞎还是我眼瞎呀？我怎么一点没看出来父王怕南康郡主啊？倒是今天父王申晚要母妃给他夹菜，有那么一丝卑微的感觉。这要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王会做那样的举动？说出去都没人信。哇，舒服。苏糖用花瓣遮住眼睛，遮着遮着就睡着了。姑娘，醒醒，等会着凉。苏糖穿上亵衣从屏风后出来，正好谢百婷推门进来，看到她飞快地上床。跑这么快，搞得好像我对他有什么企图似的。这眼神，上回让我往被子上泼水，姑爷就是这么看我的，现在又来。可这会儿被子也没泼啊，而且泼湿了也没用，还有备用的狐狸毛毯和被子。这回泼地上，许妈妈又没法把地给换了。呀，怎么了？不小心崴脚了。笨手笨脚的，拖出去打30大板。半夏又不是故意的。这已经是第2回了，上回还能换被褥，现在地湿成这样，我晚上怎么打地铺？谁又愿意崴脚呢？再说了，静默轩这么大，哪间屋子不能打地铺啊？苏糖的声音越来越弱，因为谢百婷看她的眸子喷火了。快去叫人来擦干净。这丫鬟看着挺机灵啊，怎么这么笨手笨脚呢？上回打翻水也没过去几天，又犯了一样的错，这回还更严重，有点潮湿，但狐狸毛毯厚实，再铺2床被褥，应该不影响大少爷打地铺。大少爷，都退下吧。是，我的小姑奶奶，你是不是让大少爷打一顿板子，你都不长记性是吗？许妈妈，你在坏大少爷的事，大少爷可能要打你板子了。你脱衣服做什么？你又没地方睡。你说我还能睡哪儿？那我去药房睡。药房那地方夜里凉，你要病了，谁给我解毒？哪那么容易着凉？我多盖些被子就是了。我不想冒险，还是你让我给你丫鬟30大板。居然拿半夏的小命威胁我！来人，被子给你就是了。你是准备就这么做到天亮吗？当然不想了，但我也不想和你一起睡。就这么睡吧，我不会碰你的。半夏守在门外，是既高兴又有些瑟瑟发抖。姑爷总算能如愿睡到床上去了，但万一哪天被姑娘知道了，我这么帮姑爷，姑娘会不会打死我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丫鬟啊？大少奶奶真是把这丫鬟惯坏了，惯得皮痒变着花样的找打。哎呀呀，许妈妈疼疼疼！苏糖和谢百婷谁也没说话，也不是第一次抱着一起睡了。苏糖就不扭捏了，就是姿势不大好，睡得人不舒服。你不睡床了？我去冲个冷水澡。等谢百婷回来，苏糖已经睡熟了。她把苏糖拥在怀里，鼻尖萦绕着一股淡淡女儿香，又加了一丝若有似无的药香。谢百婷觉得这才是世间最强的催情药，催心挠肝的折磨人。要只是一晚也就罢了，还不知道要折磨我多久。哎，总算是醒了。早啊！我昨晚睡着的时候，
他人还没回来，怎么睡到他胳膊上去的？你可以把我推开的。我敢吗？不敢吗？谢百婷迈不出去，半夏进来小心翼翼的赔不是。下回长点心。姑娘没生我的气，姑娘最好了。头发梳得不错，赏10两。多谢姑爷。这发髻和昨天的一样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奴婢对姑娘忠心耿耿，日月可见。老天爷，我可没有撒谎啊！我帮姑爷，那也是希望姑娘和姑爷能早点生小少爷，别再想和离的事，可不是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我对天发誓，10两银子。你找错人了，不是找你拿吗？像这样的赏钱都是从宫中账上走，你去找许妈妈拿。大少爷昨晚要打半夏板子，一早上一赏赐他，嗨一下就赏10两，这是在闹哪样啊？苏唐带半夏去松鹤堂请早安，路过花园的时候，远远的看到王爷往外院方向走。苏唐没当回事，但有人当回事了。今儿还不用上早朝吗？我家老爷一大早就进宫了。我家老爷也进宫了。那王爷怎么没去上早朝？起晚了吧？别人起晚了还可能，王爷一向自律，怎么可能会起晚？没什么不可能的。两人往松鹤堂走去，谁也没注意到假山后小道上南康郡主愤怒的脸色。我嫁给王爷快20年了，王爷饮食2克就起，从来不会在床上多待半刻钟。20年如一日，昨儿大少爷过生辰，王爷在天香院吃了饭，人就没出天香院，可见是在王妃那里过的夜。在我这里一向自律的王爷，却在王妃那里破了例。苏唐做了1刻钟就感受到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威力。四太太他们嘴里就没聊一桩喜事。作为一个心软的人，一大清早实在听不得有这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以苏唐准备起身告退了。王妃出门的时候不小心把脚崴了，没法来给老夫人您请安，特让奴婢来说一声。怎么这么不小心？可请大夫了？王妃说不用，养2天就好了。让王妃好好歇养，这2日就不用来请安了。母妃脚崴伤了，我去看看她。去吧。母妃脚伤了，不严重吧？一点崴伤而已，不要紧的，快坐。王妃，南康郡主来了。禀告的这么急，怎么我还能吃了你家王妃不成？郡主怎么来我天香院了？虽然你是王妃，但毕竟内院归我管。你脚崴伤了，王爷不在府里，我怎么能不过问一下？我已经派人去请大夫了。一点小伤，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崴伤听着不严重，却也有人崴个脚从此瘸腿的，还是谨慎些为好。大夫先给王妃请了个平安脉，然后丫鬟才帮王妃脱掉鞋袜给大夫检查。王妃皮肤很白，就越发显得脚腕处的红肿很明显。还真崴脚了，还以为王妃出不了门是王爷的缘故。大少奶奶先回去吧。你回去吧。苏唐告退。王爷在你这里过个夜，竟然错过早朝，你是怎么伺候王爷的？夜里失眠，多点了些安神香，王爷不起，没人敢叫他。今日让王爷错过早朝，是我无心之失。以后郡主不要让王爷来我这儿了。以为我愿意王爷来天香院吗？哼，我真的是气糊涂了。自打谢百婷在狩猎场中毒被抬回府，王妃就得了失眠症，没有安神香根本睡不着。1年前，谢百婷毒发，昏迷了3天，赵院正都说她难挺过去，王妃哭得肝肠寸断。王爷安慰她，也不知道怎么就说出再生一个这样的话。王妃怕王爷不救大少爷，自此不让王爷碰她。南康郡主知晓这些事，却因王爷错过早朝乱了分寸，竟视王妃为威胁，后觉可笑。她恨太夫人，认为若不是太夫人坚持，王妃与她大哥王爷与她本是神仙眷侣，让多人痛苦。若太夫人不是王爷敬重之人，他早让人刨坟，打消对王妃的猜忌。南康郡主趾高气扬地走了。住手！苏唐想杀人的心都有了，他眼神冰冷地看着那婆子。想不到你靖南王也有错过上早朝的一天，是何原因让你这么反常？起晚了，哈哈，温柔乡确实让人难以自拔。昨晚确实放浪形骸，不知节制了些。皇上又为何免朝3日？那就罚你1个月俸禄吧。没什么事，臣就去军营了。王爷刚出御书房，那边信老王爷拎了个食盒走过来。老王爷这是替孙儿善后来了。哦，告辞。多喝点热水。这些日子，三姐姐一直忙着绣百寿图，都没空出门和我们一起玩，少了一个人，无趣了许多。
要不我们去南院看三姐姐绣的怎么样了？没几天就是太后寿诞了，她到现在都没绣好，我们去没得打扰她。不会的，我前几日去给三姐姐送糕点，她说今儿就能绣完，这会儿没准儿已经绣好了。是吗？哼，妄想抢我的风头。送去给王妃，就说是贾大夫调制的，效果不错。静默轩离天香院不远啊，半夏怎么去了2刻钟还没回来？苏唐心底突然窜过一阵不安，担心半夏出事。苏唐放下手里的活出了药方。不好了，大少奶奶，半夏闯下大祸，老夫人要打死她。啊，半夏只是去天香院送瓶药膏，怎么会惹恼老夫人呢？半夏犯了什么事？半夏在花园小桥上撒了参茶油，三姑娘带丫鬟冬梅送绣好的百寿图给老夫人过目的时候，冬梅不小心滑倒了，百寿图掉到了水里。三姑娘娇生惯养，未做过针线活，绣了1年完成百寿图，送去途中却毁于一旦。三姑娘和老夫人气愤不已，换做谁都会气到恨不得杀人泄愤。可半夏哪来的山茶油，还泼在小桥上？苏唐抬脚就走，赶去松鹤堂。他和丫鬟说的话，谢百婷听见了，她放下手里的书，也起了身。住手！苏唐想杀人的心都有了，他眼神冰冷地看着那婆子，看着那婆子连板子都拿不住，连忙后退一步。到底怎么回事？奴婢给王妃送药膏回来的路上，碰到一端着山茶油的丫鬟，她说自己肚子疼，让我帮着拿一下。小丫鬟把装着山茶油的罐子直接塞我手里，人就跑了。我没办法，只能站在那里等。可等了好一会儿，那内急丫鬟没回来，倒等来了个不长眼的丫鬟，不小心撞到我，罐子摔到了小桥上，山茶油流了一地。我和那丫鬟赶紧收拾，谁想到我去拎水的功夫，三姑娘和丫鬟会从小桥上过，还出了意外，把百寿图给毁了。姑娘，我知道我被人算计了，我自己不长脑子，这顿板子挨得不冤。没有我允许，谁敢再打半夏一板子，我要他的命！要杖责半夏的是老夫人，大少奶奶要忤逆老夫人吗？我不想忤逆任何人，但我也绝不允许自己的丫鬟含冤受辱。老夫人，那我自会给交代。祖母，别哭了，哭得祖母心都碎了。三太太看到苏唐进来，看她的眼神冰冷如刀。老夫人大少奶奶不让杖责她的丫鬟，这般护短，不怪丫鬟胆大包天了。非我护短，作为主子，我不能明知道自己的丫鬟被人算计了，还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杖责。杖责，我是要直接杖毙。三姑娘绣了1整年，等着在太后寿宴上大放光彩的百寿图就这么被毁了。大少奶奶却一口咬定丫鬟无辜，感情在你眼里，三姑娘1年的辛苦还比不上丫鬟一条贱命。三姑娘1年的辛苦珍贵，我丫鬟的命一样珍贵。三婶是聪明人，难道真信百寿图被毁只是个意外？要一个无辜之人的命不难，可真正见不得三姑娘好的人却逍遥法外，这是三婶愿意看到的吗？三太太脸青的跟霜打的茄子似的，她在府里一向循规蹈矩，与任何人都交好，没想到她女儿只是想冒个头都不被允许。有胆量算计我女儿毁百寿图的，又岂会那么轻易查出来？现在能逮住的就只有苏唐的丫鬟，我女儿1年的辛苦绝不能白费了。是意外还是有人算计，都不是嘴上说说，我只知道我女儿的心血被毁了，大少奶奶就别怪我心狠。这是要咬着半夏不放啊！三姑娘这幅百寿图绣的确实不错，心意很贵重，但要说稀罕，不过尔尔。三婶高抬贵手，饶我丫鬟一命，我帮三姑娘博得太后欢心。大言不惭，要那么简单？我用得着辛苦1整年绣什么破百寿图吗？想博得太后欢心，谈何容易？三姑娘连我要送太后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就这么急不可耐地否决我？只要太后满意，我可以不追究丫鬟的过失。相公，你让人把我那瓶玫瑰香露取来。陈清，去。这是玫瑰香露，整个宁朝只此1瓶。大嫂是觉得我们没见过好东西吗？就这破瓶子里装的能是什么好东西？我看看。三太太接过，打开轻轻嗅了下，眼底闪过一抹惊艳。毕竟是靖南王府上的太太用的，也是1等1的好东西了。这玫瑰香露，她一闻就知道不寻常。确实没见过这东西，但太后大寿，只送这么1瓶子香露，太单薄了。而且太后最喜欢的是兰花。言外之意，这东西可以送，但不够。苏唐就知道今天他不被扒一层皮，是就不下半夏了。
这瓶子香露我是准备自己用的，所以就没用昂贵瓷瓶装了，只要换个精美绝伦的瓷瓶，怎么就单薄了？太后寿宴还有几日，要准备兰花香露也可以，但我还就不愿意了。半夏被算计，还挨了板子，最后还要被人摁着破财消灾，我会郁闷死的。我会想办法修复百寿图，如果修复不了，这瓶子玫瑰香露也没法让三姑娘讨得太后欢心，我会赔偿三姑娘1万两。不愧是大少奶奶，出手就是1万两。这百寿图已经脏成这样，怕是没法修复了。不试试怎么知道？毕竟是三姑娘1年的心血，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想三姑娘也不会放弃。我就依你一，钱得来的便宜，自然花起来不心疼了。谢薇的百寿图1000两就能买到更好的了，只是心意无价，但苏唐给1万两也足够消他和三太太还有老夫人的怒火了。老夫人，找到在花园让大少奶奶丫鬟端上茶油的丫鬟了，带进来。已经死了。怎么死的？失足掉进了井里，等没救上来，已经没气了。哼，意料之中的事，没有十足的把握。这靖南王府里还真没人敢算计三太太，从三太太咬住半夏不放就看出来了。不过查不出来是一回事，心里有没有数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没再说什么，苏唐从丫鬟手里接过托盘，转身离开。是奴婢没用，连累了姑娘。说什么傻话呢？别说是你了，就是我也想不到，送个药膏的功夫就被人算计了。如果我没猜错，谢薇的百寿图早就被人盯上了。那百寿图绝不可能到太后跟前，只是算计的时候，恰好你路过，便想12鸟把你拖下水，没把你牵扯其中。这一场算计还可能以意外蒙混过去，偏要捎带算计我，结果漏洞百出。哼，你这一场委屈没白受，至少以后用不着我处心积虑的挑拨离间了。南康郡主和三太太关系好不了，三太太想女儿高嫁，南康郡主不允许谢薇抢谢柔的风头，连区区一幅百寿图都没法容忍，何况其他了。百寿图能修复吗？我可不想姑娘损失1万两，我宁愿被打死。至少有5成把握，只要绸缎不变形，丝线不掉色，我有10足的把握。娘，肯定是谢柔算计我的。苏唐为了拉拢我，一口气送了你10只玉镯，这丫鬟几颗胆子也不敢算计你。南康郡主掌钟馗，府里的丫鬟为他侍从，也只有他能这么轻易就杀人灭口。他有今日的尊荣，都是我给的，他就这么报答我。娘，南康郡主的尊荣是王爷给的啊，怎么是娘给的？娘就是太心疼你了，好在这1年的苦不会白吃。3天时间，苏唐没出静默轩一步，好在3天时间没有白费，百寿图成功修复了。一修复好，苏唐就准备送去松鹤堂。你就准备这么送去啊？不然呢？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他这么好骗？你还真信这百寿图是三妹妹绣的？难道不是吗？这幅百寿图有一半是她绣的就不错了。她哭是真的。你用药粉哭的时候，也没人怀疑是假的。说别人就说别人，把我拉出来踩一脚算什么？苏唐明白谢百庭之意，百寿图若为谢薇所绣，修复后他或许高兴，可与1万两相比，他们定会选1万两。若咬定修复不好，苏唐辛苦3天修复一新，谢百庭不想他心血白费。三太太和谢薇焦图后苦等结果，多日也不见百寿图和苏唐人影。虽好奇，但无人催苏唐，因他当众所言有人作证，不敢食言。哎呀，大哥大嫂怎么还没来啊？百寿图都修复这么多天了，就算今天修复好也没法用了啊，晚去一会儿会错过不少热闹呢。就你性子急，再等等。话音未落，苏唐和谢百庭就来了。百寿图修复好了，已经修复完毕，特送来给您和王爷过目。其实前儿就修复好了，怕有瑕疵，还特地送到京都各大绸缎铺子，让绣娘辨别，都没看出来有修复的痕迹。又花了1天时间装裱，刚刚才拿到手，就赶紧拿来了。在大家急切的眸光下，苏唐缓缓把百寿图打开，所有人都看呆住了，真的跟新的一样。父王看看这百寿图可有问题？绣得不错。薇儿绣了1年，自然是不错，但百寿图毕竟掉进了水里，虽然修复的看不出来，但难免对太后有不敬之意。我要修复的时候，怎么没听你说这话？我花这么多力气修复好，他来一句对太后不敬，这不明摆着是亮准了我修复不了，便没阻拦吗？果然还是谢百庭更了解他们，专程挑了个王爷在的时候送来。老夫人思虑周全，我怎么没想到这一茬倒是让大少奶奶吃累修复了这么多天。真的不能用了吗？
怎么不能用？文武百官往年送给太后的东西，要真追究来历，只怕没几件能送到太后跟前了。百寿图送的就是心意，心意在就能送。父王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三姑娘一年的心血，要不能叫太后知道，那就真白费了。时辰不早了，该进宫了。母妃怎么没来啊？她不进宫吗？派人去请王妃。南康郡主脸色一僵，恨不得把多嘴的苏糖皮给剥了。往年王妃都不曾进宫，今年婷儿病情大好，王妃没病没痛，没理由不进宫给太后贺寿。王妃，王爷让您一起进宫给太后贺寿。你刚刚说什么？王爷让王妃一起进宫给太后贺寿。王妃，你快换身衣服。去回了王爷，就说我身体不适，就不进宫了。等等，王妃，你就算不想着自己，你好歹为大少爷着想一二吧。他如今身子骨大好，等他体内的毒完全解了，王爷就该立他为世子了。到时候会不会有变数还不一定。有个不出门的母妃，你让别人怎么看大少爷？王爷定是想到这一层，才派人来请你的。王爷最宠爱南康郡主，但他也听太夫人的话，孰轻孰重还未可知。但南康郡主肯定不会放弃世子之位的。王妃这辈子得不到王爷的宠爱，太夫人为大少爷要来的世子之位，绝不能拱手让人。您妈妈提到谢百庭，王妃才有了一丝动容。您妈妈亲自送王妃出门，生怕半道上王妃会反悔似的，要看着点才放心。王爷眼睛有毛病吧？绝对是把榆木当珍珠啊！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靖南王府权势在朝中数一数二，进宫贺寿的阵仗也不是一般的大。得亏其他大臣府邸没这么多人，不然多来几家这样的，宫殿都容纳不下。进了皇宫，王爷直接去了御书房，其他老爷没有这待遇，被公公带去别处。苏糖他们则被到御花园给皇后请安。看到王妃，那些贵夫人很诧异的，他们都快不记得上回见她是什么时候了。没想到今年太后过寿也进宫了。算起来有2年没见到靖南王妃了，和本宫不用这般拘礼，快坐。王妃坐下后，谢柔他们上前给皇后行礼，皇后夸了谢柔他们几句，然后眸光就落在苏糖身上。果然和皇上的额头生的一样，难怪你出嫁，谢大少爷病情就有所好转了。是相公自己有福气，他中的毒，一般人根本就扛不到现在。这倒也是。皇后娘娘，夏贵妃请谢大少奶奶去花船说话。夏贵妃，信老王妃要进足云家，碰到夏贵妃都只能放人。夏贵妃摆明了就是云家的靠山，我和云家的过节那么大，夏贵妃找我去准没好事啊。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能不去？我敢不去吗？走了小会儿，远远的就看到莲池边停靠了一只精美的花船，走近了就看到花船里的夏贵妃，打扮之华贵，比皇后有过之而不及。贵妃娘娘，谢大少奶奶到了，让她进来。苏糖小心翼翼地上了船，上前给夏贵妃行礼。容貌不错，不在家儿之下。贵妃娘娘谬赞了，不知贵妃娘娘找我来是？谢大少奶奶嫁进靖南王府也有些日子了，你觉得靖南王妃和南康郡主相处的如何？王妃生性淡雅，不爱管事。南康郡主为人干练，把王府打点得井井有条。靖南王府内里和睦，人人称羡。我这么说，你信吗？都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靖南王的内宅这般和睦，我相信谢大少爷也能办到。苏糖听出几分意味来了，他装作不知道的看着夏贵妃。嘉儿和谢大少爷的亲事虽然是靖南王府太夫人定下的，但这其中也有本贵妃的功劳。你推嘉儿落水，抢了她的亲事，念在你冲喜有功的份上，本贵妃不予追究。但嘉儿对谢大少爷一往情深，非她不嫁，他们原本也是一对璧人，本贵妃有意让他与你共侍一夫。啥？你不愿意？我要愿意，除非脑子秀逗了。只要我相公同意，我没意见。这么好说话。苏糖站了半盏茶的功夫，就听到一阵熟悉的脚步声。苏糖刚要挪动，领谢大少奶奶去船头待会儿。不就是谢百庭来了吗？至于把我支开吗？还怕我在？谢百庭不敢表示对云家的喜欢吗？还真有这可能。苏糖随宫女去船头了，这才发现云家也在船头。服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但两人谁都没开口。花船就这么大，一点动静都听得见。谢百庭上了花船，花船就挪动了，往莲花池中心开去。不知夏贵妃找我来是？本贵妃叫你来，是恭喜你和嘉儿能再续前缘。我已经成亲了。谢大少奶奶已经同意和嘉儿共侍一夫。
谢百庭脸黑成锅底色。这时候哗啦一声传来，接着就是云家叫救命！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快下水救人！奴婢不会水。你还愣着做什么？快救佳儿！苏唐站着一旁，感觉手里缺点瓜子，难为她夏贵妃为云家着想到这种程度。信王府嫡出姑娘嫁给人做平妻太丢人了，可有了肌肤之亲就另当别论了。看我做什么，和我又没关系。你救他。苏唐还没有反应过来，谢百庭手一抬，就把苏唐推到了云家身边。苏唐想掐死谢百庭的心都有了，从水里冒出头，就看到谢百庭身子一提，脚在水面点了2下就上了岸。别说不参与夏贵妃和云家的计谋了，他连热闹他都不看。这一幕把夏贵妃和宫女也看呆住了。计划之前想过会失败，但完全没想过谢百庭不仅不救人，他还把苏唐推下水，这是要2个人一块淹死吗？苏唐在水里问候了谢百庭好几声，但云家真不会水，再不救他真的要淹死了。苏唐抓住云家往岸边游去，别问他为什么不上船，夏贵妃这么向着云家，天知道上了船还会不会有幺蛾子，惹不起，躲着点了。我救了云家，不能白救啊，得让大家看到，我绝不是为了让云家多喝几口莲池水才这么干的。苏唐带着云家往岸边游，好一会儿才到岸边，刚碰到岸，谢百庭就伸手过来把苏唐拉了起来，他手里拿着披风，一把将苏唐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把人抱走。你个混蛋，你放我下来！放你下来，我现在只恨不得活活掐死你。你果然想淹死我。你会浮水，淹不死你。谁告诉你我会浮水的？你自己。我好像真的说过自己会浮水，没准儿我是吹牛的呢。吹牛把自己淹死了也不算冤了。你要救云家你自己救，你要我救他，你太过分了。我过分？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过分？你连与人共事一夫你都愿意，这般大度，用不着我推你入水，你就该主动下去救人。夏贵妃问我愿不愿意和云家共侍一夫，我说只要你同意，我没意见。这叫愿意吗？我只是没意见，我不会和云家共侍一夫，我会选择自请离去，给人腾位置。但不论是共侍一夫还是自请离去，都不是谢百庭愿意听到的。云家落水，苏唐下水救人的消息很快传遍御花园。快找个地方换身衣服，小心着凉。那边皇后也过来了，皇后让宫女带路，然后谢百庭和苏唐就被带到一宫殿，宫女拿了套裙长来，让苏唐换上。等苏唐换好衣服到御花园，就只剩几个宫女。人呢？快开宴了，他们都到畅春殿了。谢百庭抓住苏唐的手，朝畅春殿走去。到大殿门口，迎面走过来一男子，见苏唐眸光落在他的脸上，他多看了苏唐2眼。苏唐看男子，不止对面的男子发现了，身边的谢百庭也察觉了。你吃错药了，疼死了。谁让你没事盯着别的男子看的？他是谁呀？谢百庭只觉得自己头顶在冒青烟了，不是绿烟。这就是我和你提过的有8块腹肌的男子。腹肌，我原来也有8块，只是中毒后不能练武，就99归一了。我什么时候能开始练武？再逼一次毒，应该就差不多了。为了谨慎起见，最好再逼2次。你还没说他是谁呢？他是宋国公世子，宋皇后的侄儿。你怎么能推堂儿下水救佳儿？花船上没人会水，我下去救人，最后娘子不只得救云二姑娘，还得救我。你不是会水吗？太久没下水，已经忘了。不要责怪婷儿了，她做的没错。王爷，救错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候会惨重到你无法承受。但王爷作为父亲，怎么也该狠狠训儿子一顿，打一顿罚跪3天都是应该的。结果王爷非但不训斥，还说谢百庭做得对，这不是教坏儿子吗？还有王爷说话的语气和喝酒的架势，好像曾经就错过人似的。他救南康郡主摔断胳膊，不是还传位了一段佳话，快20年了，还为人所津津乐道。娘子手下留情。留情？我只会给你留点淤青。之前秀了那么多回恩爱，结果你这一把我推入水，之前的恩爱都白秀了。之前用羡慕眼神看我的那些人，现在看我都带着同情了。谢大少爷真是好脾气，被掐成这样都不反抗，不对，他才把人推下水啊，活该。这女人有没有点良心啊？在夏贵妃面前不介意共侍一夫，就已经在告诉夏贵妃她并不在乎我了。现在又责怪我牺牲自己的名声保住她的声誉，她竟一点都不领情。我不这么做，你就不担心会被反咬一口，说你推云家落水吗？还真没想过这一茬，还真保不准云家会故技重施。有夏贵妃给云家作证，我百口莫辩。你信我没有推云家落水？你没必要这么做。我问的是上回。你要云家的命，能有180种不被人察觉的方式，不会用这么蠢的办法。哼，还挺了解我。
以你的聪慧，完全能置身事外，甚至压根就不会和云家在湖边起争执，却偏偏上了套。娘子当真不是早看上了为夫，谋嫁于我？谋嫁于你？这厮是自恋到了什么程度？真是一点小心思都瞒不过相公，叫相公猜准了，我就看上你病恹恹的，一嫁给你就能立马守寡，不用像别人似的要等上20-30年，要运气不好，可能一辈子都等不着呢。别看我，你脸上金片太多，闪我眼睛。王爷头疼吗？有时候耳力太好也不是件好事。苏唐和谢百庭俩是针尖对麦芒，可在外人看来，两人是含情脉脉，窃窃私语，都觉得苏唐脾气好极了，被推下水都不生气。换作是旁人，没有10天半个月绝技消不了气。娶了这样的贤惠媳妇还不知道珍惜，也不怕天打雷劈。皇上驾到，都起来吧。谢皇上。苏唐他站起身来，贴了坐在龙椅上的皇上。看着有点眼熟啊，我没进过宫，记忆里也不曾见过皇上，这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苏唐觉得自己应该是见过皇上，不然不会这么眼熟。他又朝皇上看了一眼，这不就是那天在长桥遇刺的中年男子吗？苏唐身子僵住，谢百庭不知道，还拉着他坐下。苏唐一时间没稳住身子，直接摔到了谢百庭身上去。这一下子把所有人的眸光都吸引了过来，尤其是坐在王爷王妃身后，心情糟透的南康郡主。果然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赵嬷嬷教他规矩还嫌东嫌西，还让王妃给他找嬷嬷教规矩，结果呢，宴会才刚开始就丢这么大的人。唉，苏唐趴在谢百庭怀里，想死的心都有了。看，跳得真不错。大庭广众之下就对为夫这般投怀送抱，是不是太猴急了些？猴急你妹啊！我都想找根面条自挂东南枝了，好吗？苏唐赶紧端坐好，抬手遮住额头，阻拦住皇上看过来的眼神。皇上也没有责怪之意。太后驾到，祝太后福东海台，寿比神山。都坐吧。哀家知道皇上有孝心，但这般大办，实在叫哀家心底过意不去。太后高兴就好。太后您可算是来了，大家可都好奇皇上给您献的寿礼是什么呢？贺寿的重头戏就是百官献寿，而头一个给太后贺寿的就是皇上。当即两宫人抬了一株半人高的红珊瑚进来，红珊瑚是富贵祥瑞之物，手臂长的珊瑚树就极为难得了，这株足足有半人高，已是无价之宝，让皇上费心了。宫人将皇上献给太后的贺礼抬下去，接着给太后献寿的就是太后嫡亲的儿子宁王了。以国号封王，尊荣至极，又是太后所出，不知道这封号是谁封的，从内到外都散发着野心啊。宁王、宁王妃携一双儿女给太后贺寿，送上的寿礼是一颗夜明珠。晋明长公主献给太后的是一只血玉镯，儿女先拜寿，然后才轮到百官。最先给太后献寿的是信王府，毕竟信王府地位最尊荣，信王府献上一秉玉如意，中规中矩。怎么只有信王叔一人进宫了？信王府其他人呢？好不容易才接回府的儿子孙儿也不带进宫给哀家瞧瞧。云家落水后，信老王爷就让人把云家带回府了，省得他再留下来丢人现眼。红山虽然是我儿子，但毕竟没有上皇家玉蝶，名义上也只是我的义子，带他们进宫名不正言不顺。太后没想到信老王爷是因为这个原因独自进宫，不知道是老皇上只肯给义子身份赌气，还是因为云三老爷恢复了七七八八。义子只是暂时的，等找到正人，自然会让他认祖归宗。再者，哀家听说信王叔的孙儿了不得，一进京就名声大噪，颇有王叔年轻时候的风范。继儿确实颇有武学天赋，只是性子偏急躁了些，还需历练。各府携家眷献寿，苏唐坐在那里看着，越看越不放心。哎呦呦，我肚子疼，我能不能先回府？怎么突然就肚子疼了？谁知道呢，反正就是疼，我先走了。刚刚已经施过一回礼了，再不吭不声的就离开。回府之后，南康郡主一定会找他的茬。等诸位王爷进朝完，和太后请罪，我陪你回府。请罪？那就是要站起来，让大家都知道我肚子疼了，那不是更让皇上看清楚吗？用不着吧？未免后患，必须如此。算了，我不肚子疼了。都说女人心海底针，变脸比翻书快，果真一点不假。扶风王世子到。明朝有两异姓王，靖南王和扶风王。靖南王留在京都，以防有小人危害君王；扶风王则镇守边关，守卫边关百姓安宁。两异姓王就像两根擎天柱，是皇上的左膀和右臂。
没想到扶风王人在边关，还不忘派儿子进京给太后贺寿。家父远在边关，无暇抽身回京给太后拜寿，特命臣子回京献上一对东珠，还望太后不怪罪。扶风王有心了，边关寒苦，他为我宁朝鞠躬尽瘁，还不忘哀家过寿，这份心意哀家收到了。这厮今天是扛着大醋刚进的宫吗？这么多人都盯着扶风王世子看，就不许我多看一眼？有这样霸道的吗？他有本事别捏我呀，让人扶风王世子别出门啊！哼，不让我看，我还偏就看了。你干嘛？现在轮到我们给太后贺寿了，连父王都要起身，你还想坐在这里不动不成？苏唐脑袋压得很低，准备蒙混过关。只要我不抬头，就不信皇上只看到我后脑勺就猜出是我来。准备贺礼这样的事，王爷一向不管，自有南康郡主和老夫人操心。谢微绣了1年的百寿图，对太后的敬重之心足见一斑。难得见到大家闺秀有这般绣工，着实不错。多谢太后夸赞。谢大少奶奶是怎么了？怎么一直低着头？你腾云家我管不住，但能不能别盯着我呀？好像我丢脸就能给云家长脸似的。抬起头来，让哀家看看你的伏羲骨。以前太后从不信什么钦天监之类的测算，有个高人说皇上有伏羲骨，而宁王被断言是独眼龙。当年的话，太后一句也没放在心上，直到宁王被人一箭射瞎眼睛，从此与地位无缘。太后再不信也信了3分。不抬头是蔑视太后，抬头10有8九就落皇上手里了。哎呀，算了，不就是抬头吗？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躲得过初一，也难躲过15，早死早超生。苏唐缓缓抬起脸。皇上看到苏唐的脸，直接被茶水呛了下喉咙。皇上，朕没事。苏唐这张脸虽然生得还不错，但也没什么奇特之处，为何皇上看了反应这么大？这么怕见朕，朕是昏君吗？为什么我碰到的都是小心眼的人？当时他不是还昏迷吗？怎么就听见了呢？嘿嘿，皇上您威仪天下，万民敬仰，法纪严肃，内政修明，整治纲纪，仁厚礼贤，恭勤政事，事必躬亲，爱恤民命，睦邻安边，纳言求治，贤明果决，任用良臣，气度恢宏，从谏如流，辅定内外，乃万世之明君。真的没看出来他还有这么夸人的时候，夸得如此卖力，对我怎么吝啬的一个词都不舍得。苏唐把脑子里能想到的词都夸上了，夸得皇上嘴角抽搐，夸得百官五体投地，没见过这么会拍马屁的。三妹妹要有大嫂一半会拍马屁的功夫，就用不着戳伤10根手指绣百寿图了。谢微眸光从苏唐脸上扫过去，不语2个字像是刻在脸上一般。以为我喜欢拍皇上马屁吗？谁又知道我的无奈？哎，恼就恼吧，从他们母女明知百寿图被毁，半夏是被人算计了，还咬着半夏不放，柿子只会捡软的捏，就证明他们不值得拉拢吗？靖南王府献寿完，就轮到宋国公府了。宋国公是宋皇后的嫡亲兄长，宋皇后能坐上皇后宝座，太后功劳不小，宋国公府送的寿礼必然贵重。我靠，送寿礼居然还能撞上，撞上就算了，还被人碾压。宋国公府送的也是百寿图，不过人家送的就有牌面了，100个寿字都是用金丝绣成，而且还是双面绣。谢微完全是给宋国公府大姑娘宋娇做了陪衬。都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日百寿图落水，许是老天爷被三妹妹的诚心感动，特意免你今日笑话。谁想倒霉碰到了大嫂，这一劫愣是没躲过去。我去洗手。出了畅春殿，谢微气得想杀人的心都有了，人在气头上，就难免会出意外。我一会儿还要献舞，脚受伤了，还怎么跳舞啊？我已经被宋国公府大姑娘踩了一脚，要在献舞的时候丢人，就真的要沦为京都的笑柄了。怎么会这么倒霉？谢微准备去找谢离和谢启帮他这一回，但进了大殿，见他们俩和谢柔有说有笑，顿觉来气。再看苏唐悠哉的吃糕点，他都不知道苏唐接连丢人是怎么做到跟没事人似的吃得下的。粉拳一紧，谢微转身朝司仪走去。看，跳得真不错。再贤惠的女子也不会乐意自己的夫婿看别的女子跳舞，她倒好，不看还催我看。看了几支舞蹈后，接着就是大家闺秀献舞了。苏唐看得目不转睛。谢大少奶奶，您第7个上场献舞啊！我还要上场献舞？你怎么没和我说这事？我要知道还要当众跳舞，我肯定就装病不进宫了。怎么回事？奴婢不知道，奴婢只是来传话。谢大少奶奶别忘了换上舞衣。我现在还能上哪儿去弄舞衣去？大嫂，
本该我上场献舞的，只是我刚刚不小心把脚给崴了。府里你和我身量最像，只能由你替我上场了。替你上场？话说的可真够轻飘飘的，事先问过我会不会跳舞吗？嫌弃我的时候一口一个青州小地方来的，比不上京都的大家闺秀，怎么这时候就想不到我小地方出身不会跳舞了？这分明是先斩后奏，说白了不就是百兽图丢了脸，找人撒气吗？竟然撒到我头上来了。谢薇不怕苏唐，他要怕就不会做这样的事了。他已经收买了司仪，当然了，苏唐也可以选择不献舞，那样大家就会知道靖南王府大少奶奶无才无艺。回府之后，等着他的将是南康郡主找人给他恶补。你们谁替我一下，我给他1000两。谢启有些动心，刚要答应，谢柔一记冷眼，谢启就赶紧把想法打消了。为了1000两得罪谢柔和南康郡主不划算。太后寿宴是夏贵妃协助宋皇后办的，司仪是夏贵妃的人，所以用钱收买司仪这样的事还是省省吧。看来今儿我不献舞是不行了。难不成大嫂不会跳舞？谢百婷看着苏唐，她不信一个连医术和厨艺都会的人不会跳舞。我说过，你们不了解我，